男人在餐馆奋斗了2年，好不容易等到升职加薪，第二天上班时却发现老板带着小姨子跑了。更可气的是，老板跑路前还拖欠了他半年的工资。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我要找他要个说法。谢老板，我工资还……小海，你先别说话，哥哥欠了一大笔钱，现在正在准备跑路。餐馆里还剩点啥，你都搬走吧。餐馆那辆你平时用来拉菜的8手老面包，你留着开，就当抵你半年工资了。咱们有缘再见。喂，谢老板，喂。叶海哥，你终于来了，再不搬，东西都被抢光了。算了，不管了，眼下还是搬东西要紧。早就想体验一下零元购的感觉了。这下应该是塞满了，半年的工资换了一车垃圾，聊胜于无吧。现在的任务是赶紧回家，把食材什么的放冰箱里，然后再研究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办。叶海老家在农村，从这里回老家要开将近1天，但是他知道一条小路能省下不少路程。刚开始路上一切顺利，可开着开着，前方的车速逐渐慢了下来，最后竟然彻底停下不动了。叶海懵了，他走小路本来就是为了抄近路，怎么还停下了？摇下窗户朝外张望，也看不出什么来，如此堵了一阵，不少人下车去打听，逐渐有消息传来。这要堵多长时间啊？路面太滑了，听说那车上还拉着货，撒的地上都是，保守估计的堵1个小时。啥呀？我可是听说了，说那车都侧翻了，等路面清理出来，估计得3个小时了。你看那救援车，他也过不来。人不顺，干啥都倒霉。看这架势，这一时半会也不能走了，折腾一上午，一口饭还没吃，先去找点东西吃吧。饿了一上午的叶海下车，准备找些东西填饱肚子，可由于装的太满，加上路上颠簸，他刚一打开后备箱大门，一个炒菜用的铲子掉了下来，正好砸在了叶海的脑袋上。哎呀！恭喜这位大哥成功激活超级餐饮系统。该系统分为数个模块，每次抽奖可以随机解锁，模块可以升级，但升级需要获得相应的技能点，听懂没有？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系统？这么长时间的沙雕动画没白看啊！这下终于轮到我头上了，哈哈哈！这里有好几个模块，大多都是灰色的，应该是解锁后才能使用。新手可以随机解锁一个模块，那就先抽一下试试吧。叶海没有犹豫，直接点了抽取，最终指针停在了食材处理模块。看了看这个模块的介绍，仿佛就是一个辅助的技能。目前只有一键清洗功能已经开通，后面还有一键切片、一键切丝等功能，不过目前都是灰色的。想要升级，还需要相应的技能点才行。想要开启其他的模块，也同样需要技能点。这个技能好像没什么用啊，清洗、切丝、切片都是身为厨子的基本技能，除非一个人要供应很多人吃饭，否则对于我来说根本就不需要。现在解锁完了，我该怎么获得技能点呢？您可以通过完成任务来获得技能点，并且还有海量金钱奖励和随机道具等着你哦。海量金钱这4个字一出，瞬间就冲昏了叶海的头脑。他现在穷的脑门上恨不得都刻着穷字。接受，立刻接，马上接。叮，随机任务1，请在1刻钟之内给自己做一道午饭，任务难度1颗星。你没事吧？我现在堵在路上，用什么做啊？不行，我要换个任务。任务不能更换，而且任务失败会获得一项随机惩罚哦。惩罚？什么惩罚？比如清空宿主身上所有的钱，包括你银行卡里的。这不就是做顿饭吗？接了。计时开始，任务时长1刻钟。为了保护卡里3位数的存款，叶海只好完成任务。他把从餐馆搜刮的设备都拿了出来，高度不够就用纸壳箱子垫一下，再把食材和调料准备好就可以开始做饭了。有了系统，叶海只需要选中背包里的食材，再点击一下立即清洗，1颗番茄瞬间就洗好了。这一键清洗的功能也挺好的，既省时又省力，更何况现在也没有那么多水让我去洗菜。起锅烧油，放入切好的番茄，翻炒几下后加入清水，等到水开后下入散装的方便面饼。这种散装的面饼1块还不到5毛钱，最适合叶海这种穷小子了。等面饼煮到散开后，叶海又打入了1颗鸡蛋，鸡蛋煮熟后再加几片油菜，这不就有营养了吗？临出锅的时候，叶海滴了几滴香油进去，不用太多，就是为了出锅时候的香气。任务1完成，奖励1，经验值5点，奖励2，金钱99元。叶海正要询问系统去哪里查收，就听到他手机也同步响了一声，随后一条银行短信弹出：做一碗面就能顶半天工资，还上什么班了？如此下去，一个小目标还算问题吗？先回车上把面吃了，这些厨房用具等下再搬到车上。回到车上，叶海狼吞虎咽地解决掉面条。当他吃完面下车准备收拾东西的时候，一个男人走了过来。小兄弟，我看你那些厨具都没有收啊。我马上就收拾。不，兄弟你误会了，我是想问，要是不麻烦的话，能不能给我也来一份你刚才吃的面？我付钱。原本叶海还在犹豫，可对方最后3个字直接改变了他的主意。但一碗面要定多少钱呢？叶海不会定价，他平时只负责后厨的工作，但是采购也是他来做。
所以成本这方面他知道的很清楚。面饼5毛，鸡蛋8毛，人工兄弟，我给你20，你看行不行？还行啊，你回车里等着，我做好了再叫你。我在后面那辆车里等你。叮，随机任务2，3小时内出售10份食物，难度2颗星。摆好桌子后，叶海开火，如法炮制的又做完了1碗面条。哥，你的面条做好了，那边有桌子，您可以下车去吃。这么快，我马上就过去。看着热腾腾的面条，男人很是满意。21碗不算便宜，但荒郊野外的吃上1碗面也不容易，哪怕就是贵一点也值得。看男人吃的这么香，又有几个人过来跟他买了面，可卖出4碗面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人来了。这可怎么办？时间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，这样下去任务要失败了。好不容易挣点钱，难道就这样没了吗？堵车3小时，其他人都在车里饿着肚子，唯独这个男人在外面开火做起了饭，还吸引了一大批顾客。可他看起来并不是很高兴，反而一股愁眉苦脸的样子。原来他觉醒了超级餐饮系统，完成任务可以获得相应的奖励，任务失败则会受到惩罚。3小时出售10份食物，现在已经过去1个多小时了，才卖出去4份面。这荒郊野外的哪有那么多人吃东西？你这破系统不想给奖励就直说。正当叶海烦恼的时候，一个穿着打扮像司机的人走了过来。兄弟，商量个事可以吗？我刚才看你在帮别人煮面啊，这是啊，没问题，要几份？不，我想问问你，除了面还有别的食物吗？我老板不爱吃方便面。这你想吃什么？能有米饭和炒菜吗？叶海为难了，车上虽然有不少的食材，鸡鸭鱼肉和各种蔬菜，但是在这里做饭的难度可有点大。他后面有电饭锅，可是上哪里弄电呢？虽然电饭锅用不了，但可以试试高压锅，而且高压锅的煮饭速度也更快一些。等米饭做好，配菜也准备好了，整体时间也不会浪费太久。没问题，要点什么菜？就来2份地3鲜打包，能做吗？21份，你回车上等着吧。把高压锅放好后，叶海打开了系统，把需要的食材进行一键清洗。等高压锅放完气，叶海开始炒起了菜。土豆和茄子需要过油，这样不仅做出来好看，口感也会提升1个档次。此时正值饭点，随着堵车的时间越来越长，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。老板，这地3鲜多少钱1份？21份。给我来1份。我也要，我要2份。别急，一个一个来。老板，您的菜好了，祝您用餐愉快。叮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2，提前1小时完成，任务奖励翻倍，经验值20点，金钱888。菜量这么大。是啊，陈导，我看这兄弟还挺实在的，一般人这个时候肯定会趁机要个高价。块不大不小，刚刚好。一口咬下淀粉壳，脆中带软，薄厚适中，不错。这小师傅多大的年纪？20来岁，反正比我小得多，看着挺年轻。他这手艺不太像是烹饪学院的味道，倒像是家传的手艺。你一会儿吃完了去给对方留一张名片。陈导，这不至于吧？这小孩挺实在的，而且这味道我喜欢，我现在就去。司机不知道的是，陈导心里最好的味道就是母亲的手艺，但是从前些年母亲去世后，他还是第一次吃到这熟悉的味道。另一边的叶海收到名片后，跟司机大哥交换了电话。就在此时，前方的车缓缓动了起来。叶海和司机告别后，继续开始了回家的路程。从年初离开家，叶海已经1年都没回来了。越是离家近，叶海越是有些怕，可能这就是近乡情怯的感觉吧。不过一想到爹妈和妹妹还在等自己，叶海还是脚下油门一踩，加快了速度。因为白天堵车耽误了时间，此时的天都已经黑了。叶海将车子开到了家门口，按了2声喇叭。爹，门口好像有车在按喇叭。听错了吧？肯定是隔壁。咱们家怎么会来汽车？那咋不会呢？我姑姑家不就有小汽车吗？我哥估计快到村口了，我去迎迎他。哥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到家？这是哪里来的车啊？这算啥？回头哥买个好车带着你出去玩。好。好小子，这是你开回来的车，哪里来的？这个一会儿咱们进去说吧。咋回事啊？这车是我老板的，我那老板欠了钱，然后跑路了。叶海将老板跑路，店里人拆东西的事和父母说了一遍。你们这不是趁火打劫吗？老板让的，不然也得被债主给搬走，不搬白不搬。车子算是抵给我了，不过车子不能卖，只能使用。还有就是钱没了。没钱就没钱，正好还有辆车，咱们回头将粮食拉出去也能卖点。爹，怎么能卖粮食呢？叶海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人，也没有什么大能耐。母亲一辈子没上过班，父亲也只是个庄稼汉，农闲的时候就帮别人盖房赚点钱贴补家用。家里就这几块地，种的东西也只够自家吃的，真要拿出去卖，又能卖多少钱呢？钱的事情你们别操心，我能赚。这不是还有些日子就过年了吗？到时候肯定好多人买肉，我做点酱肉到集市上去卖。我觉得我哥的办法挺好的，哥，我和你一起干。你会干个啥？别给你哥添乱。我能给我哥打下手。
没问题，明天咱们就去看看谁家杀猪，然后买点肉回来酱。每到临近年关的时候，村子中间的空地便会热闹起来。只见一群壮汉手持绳索，将一头肥猪牢牢地固定在特制的木架上。随着一声尖叫声响起，猪的生命便画上了句号。老板，这猪肉多少钱一斤？别人买12，你要是买半扇的话，给你便宜点。主要咱这是粮食，猪好吃，不好吃你回来打我。12块一斤，有点贵啊。没办法，过年猪都这价，怎么样？考虑一下。买了。为了赶在年前制作一批卤肉卖钱，叶海和父亲起早来这采购，只为能挑选出最新鲜最好的肉。猪肉已经买完了，现在还需要去南边的集市买一些腌肉用的香料。将父亲送回家后，叶海独自开车前往了集市。丁，随机任务3，在这个集市中藏着一个绝妙的卤肉秘方，看看你能不能找到。任务难度3颗星。3颗星，卤肉秘方，这真是瞌睡来了有人递枕头啊！来到集市，叶海不知道怎么完成任务，就先挑着自己知道的调料买。好在这一条街都是卖调料的，囊括了市面上绝大部分调料。老板，给我来点调料。你要什么调料？叶海将他这些年用过的调料都想了一遍。花椒、大料、桂皮。哎，算了，老板，把你这所有的调料都给我来一点。看着不断增加的数字，叶海的嘴都快咧到后脑勺去了。可数字涨到32的时候却停下了。老板别停啊，继续装啊。没了，一共就这些种类的调料。真的没有了吗？没有了。不对啊，我这怎么显示还差个调料呢？我的意思是还差个调料。哎呀，你不提醒我都忘了。说着，老板从摊子底下拿出了一堆白色粉末的东西。用这个炖肉，味道老好了。警告，拒绝有毒物品加入配方。叶海刚要接过来查看，忽然系统响起了警报声。你这到底是什么玩意？这玩意啊叫硝，放肉里面那真是。在卤肉炖肉的时候，硝算是一种食品添加剂，添加之后不光肉的颜色特别好，就连香味都十分浓郁，但长期服用对身体有危害，所以系统判定这是有毒物品也是没问题的。到底差了什么呢？转了好几圈都没找到，算了，先回家吧。3星难度的任务果然不好做啊。我回来了。怎么样，调料都买全了吗？差不多了，但是应该还差一样。还差什么？你都买什么了？叶海将自己买的调料都说了一遍，好多都是没听过的。正常卤肉也就是桂皮、八角、香叶之类的，哪有像你弄好几十种？你这确定是要卤肉？应该是吧？哇，哥哥好厉害！丁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3，奖励1，经验值50点；奖励2，B 级秘制卤肉配方可升级；奖励3，金钱2888。手机上顿时响起了提示音，结合剩余的钱，瞬间就达到了3000多。哥，你手机响了。叶海愣住了，他苦苦寻找却没有找到的最后一种调料，竟然被妹妹找到了。哥，你怎么了？我找到了，我找到最后一个调料了，山楂，就是山楂。去集市买完山楂后，叶海看着系统给他的卤肉秘方，准备自己配出来一副。配方是按照50斤卤肉的配料，每一种调料需要的克重都不同，这个克比不能轻易改变，有时候差1分1毫，味道就是天壤之别。安安，你记得咱家有个小秤吗？是那个铜的，爷爷留下来的。对，就是它。叶海依次将调料放到称盘上称好重量，然后倒入面前的大盆里，把这些调料用白酒浸泡一下，这样可以加快味道的吸出。做一锅卤水难不住叶海，以前在餐馆里做过，更何况现在有了更加详细的秘方。这是什么味道？怎么这么香啊？我去看看。哥，你做的卤肉好香啊！来，端回屋里尝尝。这是哥做的卤肉，你们快尝尝。卤肉做好了，我尝尝我儿子的手艺。味道怎么样？说话呀，爹，你说话啊！这味道也太好吃，肉皮很有弹性，是那种软糯的弹性，牙齿进入的一瞬间就被包裹住了。好吃。儿子，你有出息了。叶老爹也没想到他儿子做的肉竟然这么好吃。刚才入口咀嚼的瞬间，他心里不是为这美味激动，而是慢慢的欣慰。因为叶海高考那一年，叶老爹生了一场大病，家里的钱都花干净了，还借了不少的外债。他们没有对叶海说，但是叶海对自家的经济状况还是知道的，连高考都没参加就毅然出去打工了。为了这件事，叶老爹心里别扭了好久，觉得自己拖累了儿子。如今吃到这卤肉，他总算是松了一口气。就这卤肉的味，我敢拍着胸脯保证，一定能火爆起来。放心吧，明天我把做好的卤肉往那集市上一放，那还不得把一个集的人都香迷糊了？你们就在家等着数钱吧。男人第一次在集市摆摊卖卤肉，本以为可以靠着系统给的秘方赚得盆满钵满，可是路过的人看都不看他一眼，直奔其他摊位而去。儿啊，咱们家往上8辈子都没有一个干厨子的，哪里来的祖传秘方？爹，这样才吸引人，您就听我的吧。
还有，你这不是昨天晚上刚做的卤水吗？哪里来的老汤？爹你就别管了，不管现在是不是老汤，将来一定会成为老汤的。活了好几十年了，叶老爹还是第一次卖东西，但是站了好久，也不见有人过来询问一句，属实有些尴尬。叶老爹被浇了一头凉水，有些失落的看看左右摊子，想要吆喝又张不开嘴。你到底捣鼓啥呢？顾客都跑别人家去了，你也不起来吆喝吆喝。叶海看着不着急，可实际上他比谁都着急，因为刚才他接到了系统给他的一个随机任务，要求他今天卖出去10份卤肉。快好了，快好了，爹，酒香不怕巷子深，但是我们得先有香味。说着，叶海将煤气灶安好，开始给姜肉加热。等着肉汤开始翻滚之后，叶海将锅盖打开，瞬间香味四溢。还不到10分钟，路过的人就忍不住耸动鼻子，开始寻找这香味的来源。这是哪里来的香味？哇，好香啊！看到时机成熟，叶海直接开始吆喝起来：“你这卤肉咋卖的啊？卤肉28一斤，您看看，都是正经的五花肉，味道老好了。来，尝一块再决定买不买。你这肉行了，能便宜点的话我就来2斤。这个真的不能再便宜了，你也知道年底猪肉价格，而且我们这都是好猪肉，昨天从里村县沙县做的。您再看看这肉，再看看这3指标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我买还不行吗？”有了这一份开始，其他人也开始试探着询问，但是只要尝过之后，就都会买上1-2斤。眼看着锅里的卤肉少了，叶老爹满脸的笑意。儿啊，卖了这么多卤肉，我看你咋不高兴呢？看着还差好几份完成任务，叶海心里有点焦急了，因为他知道刘家集这边就只有上午，再不完成任务可能就够呛了。于是叶海加大了吆喝声，陆续又来了几个客人。等过了11点，集市上人已经走了不少，周围的摊子也收了不少，稀稀拉拉的就剩下几个了。周围摊子都收了，集市上的人也走得差不多了，咱们也走吧。爹，要不咱们再待一会儿？这都没人了。我知道你要强，但做事情要讲究个循序渐进，不要急功近利。更何况咱这卖的也不少了。我知道了，咱们走吧，就剩2份了。难道就这么失败了吗？原来你们还没有收摊子，太好了，卤肉再给我来点。还有好多呢。再给我来2块大的。你这卤肉真是太好吃了，不会是添加了什么违禁品吧？那怎么能呢，大哥，肉给您装好了。那个，您分2次结账行吗？为啥？这结账1次和2次有啥区别？帮个忙，我送您一个猪蹄。那行吧。我真是太聪明了。不对啊，这都几分钟了，怎么还没收到短信？系统，宿主不要做违规操作，如有下次，一定重拳出击。结账2次，竟然也只算1次。算了，任务失败就失败吧。现在要做的是再去里村买点猪肉，晚了就没得卖了。叶海将车开到了昨天那地方，果然人群还没散。这张屠户到了年底就是忙，都12点了还这么热。等到叶海父子下车后，发现现场比他们想象的还要更热闹，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张屠户和另外一个人正在打架，其他人都站得远远的，也就叶家父子不知情，贸然走了上去。等发现不对劲儿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吃我一棍！眼看着对方拿棍子朝着张屠户命根打去，叶海眼疾手快，拉住张屠户的手臂往自己这边带了一把。宋老六，你疯了吧？对啊，那猪是你媳妇让人送来的，管人家老张什么事啊？就是不敢对你媳妇大声说话，倒是敢对着旁人硬气，能的你！报警，叫帽子叔叔给他抓起来。叶海从大家的对话里，总算是听明白了到底怎么回事。应该是这叫宋老六家里养的猪被他媳妇弄来杀了，他回去知道了就来找张屠户拼命了。这猪养了不就是要杀的吗？养猪还养出感情来了。这是一个女人找了过来，自称宋老六媳妇。我是知道宋老六为啥不敢跟他媳妇叽歪了。好家伙，比我这个干厨师的都壮。宋老六媳妇来了，一打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顿时就炸了，一把薅住了宋老六的耳朵。行啊，你现在挺能的啊。那猪我让张大哥杀了，你能咋了？养猪不就是为了吃吗？妈都说了好些日子了，你就是不动弹。来，你跟我说说，那猪是你亲戚啊？走，现在就给我回家。小兄弟，谢谢你啊！刚才要不是你拉我那一把，我这后半辈子可咋整啊？那都不叫事，你要真感激我，就买1份。可话刚到嘴边，叶海又咽了回去，想了想刚才系统的警告，生怕系统也将这个算作违规。刚才你说买什么？我说我来买肉。买猪肉好啊，正准备杀猪呢。爹，那我先回车上了，我是看不得杀生。过了很久，叶老爹过来敲了敲车窗。爹，肉咋样啊？我去，比昨天的还好呢，肉老肥了。好，咱们过去看看。别人买猪肉都是论斤买，这个男人却一买就是1整只，看得老板和路人都是瞠目结舌。小兄弟，你要多少？我要1整只。我去，要这么多咋吃啊？昨天要了半扇猪，今天又要1整头。哈哈哈，我儿子出去学了点手艺，快过年了，整点卤肉在集市上卖，没想到销量这么好。能在刘家集那种小集市卖出去半扇猪的卤肉，那得多好啊！你这卤肉还有没有了？我也想买点，我也想见识一下。还有点五花肉和1个后肘，你们跟我来。
因为收摊没多久，这锅里的卤汤还带着余温，叶海一掀锅，一股浓郁的香味就飘荡了出来。什么味？是卤肉的香味吗？过去看看。这么香，还真有2把刷子啊！昨天刚从张大叔这里买的猪肉，晚上卤出来的，你们尝尝。这肉一入口，众人就被迷住了。肉看着挺结实，而吃到口中却已经炖透炖烂了。肥肉的地方，入口非但没有油腻感，反而透着卤料的清香，才咀嚼几下就融化在唇齿间了。它这个瘦肉也是软烂入味啊，一点都不柴。众人不知不觉中就将肉吃得干干净净，等下意识再去捏的时候，才想起这是免费品尝的。老板，你这1斤卤肉多少钱？正常28一斤，就剩下这几块了，25怎么样？给我来1斤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叮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4，奖励1，经验值15点；奖励2，金钱666。虽然这次钱给的不多，但任务好歹是完成了，没有受到什么惩罚。而且今天上午还卖出去30多斤的卤肉呢，加上猪蹄、猪肘也挣不少。告别张屠户后，叶海和父亲启程回家。儿啊，上午卖那些卤肉没赚啥钱吧？咱们价格是不是定得太低了？已经挺好了，主要是咱们卖的少，更何况家里不还有10来斤排骨没卖吗？卤排骨那价可高了，随随便便都卖30多。现在只是开拓市场，过年前几天卤肉还能涨点价，那时候应该也有一群回头客了。而且昨天安安说了，不光可以做卤肉，咱们还能做点卤菜。准备做点啥卤菜？做啥都行啊，土豆片、干豆腐、莲藕、海带，就连粉条我都能卤。行啊，这可都是下酒好菜啊！儿啊，有你这卤肉技术，咱家好日子指日可待啊！那必须的。对了，爹，昨天系统给了，一个小老板给了我一笔钱，有3000左右。咱们下午去趟县城，给咱家人都买身新衣服吧，快过年了。太好了，这衣服都破成啥样了？你妈缝衣服技术也是个2把刀，咱还是买件新的吧。我们回来了。这都几点了？你们咋这么晚才回来？刘家吉不是只有上午吗？打电话也不接，说你俩干啥去了？这不卤肉都卖光了吗？我俩寻思去老张那再买点猪肉，没想到看见宋老六和老张干起来了，一激动就没听见。以后离那个宋老六远点。妈，咱们下午去趟县城吧。去县城干啥？孩子，这不是想着给你和安安买身衣服吗？还有你看你缝那衣服啥玩意呀？那出去不得让人笑话。那就去吧，叶海和安安也该买身衣服了。说着，叶老妈从柜子里拿出1000元钱。妈，不用家里花钱，我有。那买猪不花钱啊？再说这些钱原本也是你寄回来的，爹妈给你收着呢。叶海鼻子一酸，他出去打工3年，本想着给家里改善一下生活，结果爹妈在家根本就舍不得花。这些钱你们就花吧，赚钱不就是让家里过得更好吗？要不然我还努力个啥？好，吃完饭咱们就去县城。午饭过后，叶海一家来到了县城。小县城也有好处，那就是物价比较低，想要上千1件的衣服也是有的，但是100-200块的更好找。商场转了一圈，叶老爹叶老妈的衣服就都有了，总共花了500不到，两人还挺满意的。叶海想着现在的衣服也能凑合一下，不过叶老妈另有想法。儿呀，你就换身好点的衣服吧，过年拉出去走走，没准能有人相中你。幸好叶海猜出了老妈的打算后拒绝了。叶安安则是买了一身棕色的衣服，叶海想给妹妹买一套贵的。哥，你看我穿200多的衣服都像大牌，咱还用花那冤枉钱吗？行，回头给你买最好的。买完衣服后，叶老妈提议去县城的市场看看。一提市场，我想起来了，这市场附近有一个鸡肉加工厂，卖的鸡架子可便宜了。叶海提议去一趟，一家子人都同意了。在上世纪90年代，因为下岗潮，很多重工业退下来的职工都失去了工作，鸡架就是当年下岗职工改善生活的好东西。多少个夜晚，一个鸡架就是一家子的荤菜。以至于到如今，鸡架依然是很多人心中不可或缺的美味。县城每天来这批发鸡架的人很多，大多是开店的，都是整箱起购。你好，这鸡架是怎么卖的？小的1块5一斤，大的2块1斤。我推荐你来大的，大的不但鸡架大一些，肉也更多，2块1斤，一箱28，要的多还能优惠。多少算多？100箱。100箱太多了，先来10箱大的吧。好嘞。今天过后，感觉人手有些不够用了。对了，明天把耗子叫过来，这样就不愁人手不够了。就这么办。发小在外地打工累了1年，好不容易等到年底回老家，准备和男人一起灯红酒绿，没想到他刚一下车就被男人抓去当了壮丁。叶海，你不去城里打工，怎么还在村里卖上卤肉了？这不我之前餐馆老板欠钱跑路了吗？还好工作时学会了点手艺。在村里卖卤肉能挣几个钱，还不如和我一起去城里打工算了。包子，挣不挣钱一会你就知道了。我去，你这得多少卤肉？能卖得完吗？这才哪到哪，昨天刚批发了10箱鸡架，现在正在家里泡着呢。话说你这个卤肉闻起来真香啊，刚才在车上我就闻到了。是吧？不光闻着香，它还好吃呢。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，再说全都给你吃了。在这个集市上，熟食摊子很多，但像他们这样2个年轻小伙子摆摊的还真没有，更何况俩人长得都还不错。
很是招那些大爷大妈喜欢。当然，围住他们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卤肉的香味。来啊，老汤卤肉，祖传秘方，免费试吃，好吃再买。正当大家接过来要品尝的时候，旁边忽然挤进来一个人。可让我逮到你了！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你们误会了，我是来买卤肉的。这位兄弟记得，昨天我在肉铺旁边买过你1斤。哎呀，买卤肉啊！你早说啊，我还以为你要砸摊子呢。怪我，为了买这卤肉太着急了。昨天我刚把卤肉拿回家，我家那俩熊孩子闻着味就过来了。平时吃饭都得我和我媳妇追在屁股后面喂，昨天竟然不用我俩操心，自己就吃饭了。这兄弟也太夸张了吧？还是这卤肉真的有这么好吃？大哥，你要多少卤肉？我们刚来，要多少有多少。多给我来点，我要20斤，自己家留点，再给我老丈人家送点。大哥，我们还有卤肘子、卤猪蹄，还有卤排骨，排骨上肉可多了。您看，男人看叶海勾起来的一块排骨，那是好几条肋排并在一起的，确实是肉很厚。那就来10斤五花肉，再给我来10斤卤排骨，另外给我来2个卤猪蹄子，我媳妇爱吃。10斤五花肉280，10斤卤排骨350，再加上俩猪蹄，也有60左右。这一笔买卖就将近700，怪不得叶海不去打工。大哥，您慢走。这系统今天怎么这么安静？什么任务都没有。要是能有个达成几千营业额的任务，应该也挺爽的。不过这样也挺好，太过于依赖系统也不是什么好事。由于大汉带头，购买卤肉的人也多了起来。直到中午12点多，叶海摊子上的人才散了，汤锅里的卤肉已经见底了，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小块。这一上午足足卖了3700多块钱，买出2500，已经回本了。明天就是纯利润了。走，猴子，上我家吃饭去。哇，这么多菜啊！你都1年没来我们家了，还不得多做几道好菜？虽然桌上都是家常菜，但是猪肉含量简直惊人，夹起一筷子都不见有配菜。家里剩下的里脊和前后臀尖实在是太多了，加起来得有几十斤了，我就多放了点肉。后臀尖的肉太瘦了，相比于做卤肉，还是炒菜更好吃。妈，明天给我做锅包肉吧。行，江浩在家没事吧？明天还过来吃饭啊？这多不好意思啊！怕啥？你要是不好意思，明天还跟我一块出摊，不光管饭，还有工钱。他知道江浩出去打工和自己差不多，也没赚到太多的钱，而且他们家条件同样不好，家里上面还有俩哥哥，都已经结婚生子了，他爸妈已经没力气管他了，所以江浩结婚彩礼钱都只能指望自己，不用工钱管饭就行。要不是过年了，我还真不想回来。家里天天都是阴阳怪气的氛围，大嫂二嫂互相看不顺眼，大哥二哥更是一言不合就吵架，爸妈也不敢说话。不过对待我，他们倒是有默契的很，生怕我占去什么便宜。不用工钱怎么行？不能让你白干活。对了，叶海，昨天那鸡架我给你泡好了，鸡架都是冷冻的。由于昨天回来太晚了，来不及处理，所以叶海只弄了卤肉就睡了。吃过饭，叶海和江浩就开始忙活制作卤肉和鸡架，把收拾好的猪肉全部丢进去，再放上我的秘制料包。之前那锅老汤就用来卤鸡架，每个鸡架都有小半斤肉的样子，泡去血水，再焯一遍水就可以卤了。再多加一把辣椒进去，有辣味的鸡架才有灵魂。等到一切完毕之后，叶海手机忽然响了起来，接起电话，是个陌生的声音，但对方一说话，叶海就知道是谁了。赵大哥，是你啊？这好像不是你那天给我的手机号啊。给他打电话的人正是那天路上堵车跟他订盒饭的司机，要不是对方点盒饭，他也不能赚到上千块，所以叶海对他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。赵大哥，你有啥事？真是有一件事，我和你说一下，你千万要帮忙。对方将事情说了一番，原来是那天吃他盒饭的老板想要请他过去帮忙做宴席，一共做15桌，你什么都不用准备，做什么菜直接说，各种食材都是我们这边负责。这工作绝对合适，只是有一点我实在搞不懂，我这手艺也算不得多经验，老板怎么会让我来准备宴席呢？这个我也不清楚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明天就过来吧。丁，随机任务5，承接宴席制作，并且收获120个满意值，难度3星半，任务完成将获得海量金钱奖励，还有随机珍稀道具掉落。好，明天我一定过去。男人只是一个在餐馆打工的小厨师，有着一手朴实无华的厨艺，却受到了大老板的青睐，邀请他为自己父亲生日宴会掌勺。其他人都表示不解，就连他自己也感到疑惑。明天就要去宴会上掌勺了，可那么多人为什么会看上我呢？说实话，心里还有点小紧张。3星半的任务看起来很容易，谁知道其中会有什么波折？对了，之前做了那么多任务，应该积攒不少经验值了。趁现在睡不着觉，看看都能干点啥。说着，叶海进入了系统进行查看，任务列表里罗列着好几个已经完成的任务，最上面一排则是获得的奖励金额以及经验值。不看不知道，原来这几天的奖励金额累积起来已经4000多块了，而且卖卤肉也赚了2000来块。这放在过去，辛苦打工1个月也挣不来啊。再看经验值，整整90点，经验值可以用来开启系统的其他模块，或者给模块升级。想要打开新的模块并非那么简单，叶海询问过系统，想要打开新的模块就要通过那个抽奖转盘，而抽奖转盘一次需要消耗50点的经验值，身上一共才90点经验值，还没到可以随便挥霍的时候，还不如去解锁一件切丝呢。解锁这个只需要20点经验值，说不定明天还能节省不少时间。叶海回到了食材处理模块，
刚要按下一键切丝，系统突然弹出了一个对话框：一次性解锁所有一键切菜只需要80点，现在解锁还赠送食物雕花培训，是否解锁？这玩意傻子才不要啊！如果能解锁全部的切菜功能，那明天的宴席可就省事了。叶海以前在饭馆打工就是炒家常菜，雕花摆盘什么的从来没学过，现在有这样一个培训，叶海自然不会放过。他很好奇这个培训究竟怎么培训，点了确认之后，他整个人仿佛被传送到了另一个世界，在睁眼就已经出现在了一个巨大空旷的广场上，在他面前还有一张桌子、一把刀和几个萝卜。认真听讲，学不会不许下课。这就是所谓的培训，还真是上课，学不会还不许下课。既来之则安之，叶海认真开始听讲，可等到老师回来检查他雕的花，只留下一句话：手比脚丫子都笨。我操！我就不信了，连个萝卜花都雕刻不好。直到公鸡打鸣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的时候，叶海才缓缓睁开眼，不敢置信地看了看自己的双手。那究竟是个梦，还是真实发生的？我竟然在梦中学会了雕花。回想起梦里的一切，叶海手掌蠢欲动，很想现在就雕点什么，可最终也没找到什么机会。因为起得很早，叶海准备拉着江浩先把昨天做好的卤肉拿去集市卖了。你今天不是应该去那个什么老板的宴席吗？宴席在下午时间还早，更何况昨天赵大哥说了，菜已经准备好了，先把卤肉卖了，顺便研究一下一会做什么菜。早上的销售工作总体上顺利，新品鸡架5块钱一个，很受大家欢迎。卤肉也卖了很多，还顺便完成了2个任务。就是在快收摊的时候出现了一点小插曲，一个10多岁的小孩突然跑了过来：大家不要买他家的卤肉，他家的卤肉不干净，用的都是不干净的肉做的。这一嗓子不光叶海和江浩听到了，就是周围的顾客也都听到了。起初大家都认为是童言无忌，并且叶海对自己的卤肉很有底气，可那小孩一直喊得周围顾客都看向叶海。叶海看了一眼那个小孩，感觉有点眼熟，但是他又确定不认识这人。不过叶海管不了这么多了，立刻向周围的顾客解释了起来。由于叶海的科普，加上很多都是回头客知道卤肉的品质，又纷纷购买起来。叶海，一会用不用我和你一起去？我开车，你趁机休息一下。不用了，耗子，一共也没有多少路程，更何况陈家村是这附近10里8村里最富裕的村子，路好走。今天宴席的主角是陈光宗陈老爷子，老爷子家里一共有3个儿子。大儿子是玉树县县长，别看官不大，管的事可不少。二儿子在外经商，听说也是事业有成，家里这套3层的别墅就是老二出钱给盖的。三儿子就了不得了，是个导演，其中拍的几部戏还挺有名的。老三，给咱爸过生日，这事可不是小事，你不让我们请厨师，你请的厨师到现在都没来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是啊，老三，怎么个流程？你跟我们也说说。陈导是老三，原名陈志斌。给咱爸过生日，原本咱们一家人自己吃顿饭就可以，是你们招来了这么多人，而且既然我已经请了厨子，那就耐心等。我可是想请省城的名厨过来的，你请的那个人能和名厨相比？那些什么名厨不名厨的，做菜都是中看不中吃。我倒是觉得请一位村宴厨师就挺好，知道咱们村子里人的口味，不会做一些华而不实的菜。更何况他省钱啊！大哥，钱是小事，我来掏钱。老二，这不是钱不钱的事，关键是要咱爸和亲戚朋友们吃得好。那些大饭店的味道，咱们村里人吃不惯的。大哥二哥，你们也不用吵了，反正我这边人不会换的。为啥？这等你们吃到的时候就知道了。而且这件事也算是为了咱爸。是啊，咱爸这些日子都没啥食欲，等这人到了，咱爸就有食欲了。应该是我请的厨师来了，我去开门。老三，这就是你请的人，你也未免太儿戏了，弄这么个小孩，做没做过菜还两说呢。你们就别管了，胡子，你先带叶海去厨房看看准备的菜吧。赵同虎带着叶海去了厨房，不到一会，叶海和赵同虎一人端着一盘菜回来了。陈导，叶海说先让你们试试菜，如果不满意，他立刻走人。一听是菜，陈家老大和老二对视一眼，各自夹了一筷子。而陈导早就尝过叶海的手艺了，此时默默地看着2个哥哥，肉段在唇齿间咀嚼。短短几秒，2人都是一愣，下意识抬头看向了陈导。大哥二哥如何？不错，就是他了。陈家剩下几口人一愣，也夹菜尝了尝，都有点不解。味道还不错，但是并不惊艳啊！怎么这俩人这么激动？就连叶海自己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儿。陈家老爷子70大寿，男人受邀准备宴席。只见他左手点了一下土豆，右手点了一下切丝，一筐土豆一瞬间就切好了，看得前来送菜的阿姨目瞪口呆。你们发现没有，这个厨师有点奇怪啊？怎么了？我没注意啊。我也不知道陈家是怎么想的，怎么请了这么小的一个厨师？这做的菜能好吃吗？估计是为了省钱吧。对了，你刚才想说什么？你们没发现这小厨师的刀工很厉害吗？我刚端进去一盆土豆，没过几分钟就已经切成丝了，这速度有点太快了吧？是吗？我去看看。小兄弟，土豆清理好了。我记得不是刚送过来一盆土豆吗？这怎么都变成丝了？是吗？那可能是你记错了吧。对了，刚才我看见地上有100元钱，你看看还在不在了？在哪里？
我刚才不是才放在这里一盆土豆吗？你这么快就切成丝了？咋了？没见过手速快的？怎么样？这小厨师的刀工确实很厉害啊！你看，他不光切得快，就连粗细都一致，就跟尺子量着切出来的似的。这刀工真是厉害，这可有热闹看了。啥热闹？你们不觉得这宴席只有我们几个人过来帮忙有点奇怪吗？以前有宴席的时候，主家可是邀请不少人帮忙的。除了咱们这种摘菜洗菜的，还会有接墩和配菜的。还真是，可为什么这回就一个小厨师，他能行吗？其实这次陈家也请别人了，但是邻村那个马大厨你们知道吗？知道，不过不是啥好名声。他菜做的还行，但是偷东西一流，20桌的食材能给你整成15桌了。对，就是他。听说那姓马的之前找上门来说要给陈家做宴席，结果被人家陈导给拒了。那是人家见多识广，肯定不能用他。要是用的大厨姓马的也就认了，但是不知道怎么传出去的，说陈家从外面请了一个小年轻来，这姓马的就不干了，当下就放了话出来。放啥话了？他说要给这小年轻好看，还有这周围几个村能帮忙切菜配菜的，谁要是有人来帮这小年轻，以后就别想在这一行混。陈家也不是好惹的，他一个小厨子就敢和陈家作对。他未必敢跟陈家作对，但是我听说他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就等这个小厨师干不了，他马上就来接手。到时候他把陈家老爷子的寿宴做得漂漂亮亮的，那陈家还能找他的麻烦啊？那来来回回的，可就是这个小厨师倒霉了。这姓马的也太坏了，没办法，谁让人家是厨霸呢？你们说的都是真的。这几个妇女吓了一跳，转头才发现陈家老二就站在他们身后听着他们八卦聊天，也不知道到底听了多久。不过看这脸色，恐怕是该听的不该听的都听到了。好啊，这的马得水，这件事不要再跟别人说了。厨房里，叶海正在准备各种食材，说是厨房，其实也就是临时搭建的里外间。里间用来备菜和准备调味，外面是临时搭建的几个大灶，因为家用的厨房活肯定是供不上做宴席的。您好，这些都是你准备的？对啊，干得不错，继续努力。陈志刚回到别墅里，找来了哥哥弟弟，将刚才听到的事情毫无保留地说了一遍。没想到竟然还有人敢在老爷子的寿宴上动小心思，还是一个小小的村宴厨子，这是猪油吃多了吗？胆子竟然肥成了这样！我看他是活腻歪了，等过2天我就让人查他，看看是他的胳膊粗还是我的大腿粗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们再去找点人帮忙。老三，你不用着急，你请的这个小厨师还真挺有本事的。二哥这话怎么说？我刚才去看了看，那小子刀工不错，切得又快又整齐。虽然没有切墩的，但是我看他自己就能应付得过来。不过还是要再找几个帮忙打下手的。我看就把上菜的那些人都喊来，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。还是年轻人有活力啊。来到叶海这边，虽然他有一件切菜的金手指，但也还是忙得团团转。今天怎么除了几个帮忙洗菜的大婶之外，一个人都没有？也不能逮着我一个人薅啊！叶海兄，我来帮忙了。赵大哥，你不是司机吗？怎么也兼职当陈家的厨师？赵同虎将刚才的事和叶海说了一遍，竟然出了这样的事儿。这些都是我找来的帮手，你看看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。你们来的正好，帮我把这些米粉碾碎，和肉混合后一片一片的摆到碗里，这样蒸好后可以直接扣到盘子里，又好看又好吃。趁着这些帮手们码肉的空档，叶海开始炸丸子。丸子没有选用肉馅，而是用一件切丁弄了一盆肉丁，这样做出来的丸子口感更好。炸过了丸子就要炸肘子了，肘子炸过味道更好，还可以减少烹饪的时间。肘子的炖料是叶海根据系统给的卤肉配方改良而来的，被系统判定为 C 级炖料。一切都等级化之后，倒是可以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水平了。一边想着，一边将锅里已经炸到表皮发起小泡的猪肘捞出，随后直接丢到了旁边的冷水盆里。兄弟，你咋将肘子丢水里了呀？赵大哥，我是故意这么做的。为什么呀？好好的肘子丢凉水里，味道不会跑了吗？不会的，就是得先用油把表皮炸到金黄，然后再丢进冰水之中，将那层油炸过的表皮彻底泡皱，最后再进行卤制。赵大哥，你吃的时候就知道了。男人受邀制作宴席，却被同村的厨霸嫉妒，私底下算计，只因他是一个在小餐馆打工2年的小厨师，不会有实力。没想到男人解锁了系统，将这一切做得顺顺利利。我做的菜明明那么好吃，这个陈家老三为什么不选我？不选我就算了，还选了个不知名的小厨子，不行，不能让他们就这么顺利的完成宴席。喂，强子妈，告诉手底下和同村的人，只要是敢去陈家宴席帮那个不知名小厨子，以后就别想在这一行混了。和你马哥都还嫩了点，没有人帮你切菜打下手，你菜做的再好吃又能怎么样呢？等到宴席完不成，陈家还不是得乖乖求我？一段时间过后，走，兄弟们，咱们去陈家看看。谁呀？我马得水，听说你们宴席人手不够啊，我过来瞧瞧看看有没有能帮忙的地方。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
令马德水没想到的是，这件事早就被陈家老二给知道了。不仅人刚到门口就被陈家人给拿下了，就连车上的装备也因卫生问题被老大给扣下了。至此，刚出场几分钟的一代厨霸彻底陨落。反观叶海这边，靠着系统，一切井然有序。爹，你就尝一口吧。陈老爷子潸然泪下，小贝或许还不太明白这其中的故事，但是三个儿媳吃到菜的时候，瞬间就明白了。婆婆去世前，每年老爷子生日，他们都能吃到味道差不多的菜，而婆婆去世后，这个味道就再也没有了。往后的几年，每到了这个时候，老爷子都会食欲不振。大家在劝慰老爷子的同时，也在感叹：看看人家的儿子就是孝顺，有这样手艺的人都让他们给找到了。现在尝尝这菜的味道才明白，难怪这小师傅能拿下这活儿，恐怕还是陈家兄弟特意去邀请人家的。那姓马的一贯拉帮结伙，强买强卖，各种偷换主家食材，以次充好。这下好，栽到陈家手里了。一道道的菜肴鱼贯而入，虽然是肉多菜少，但是肉都炖得肥而不腻，味道相当的好。大家各自伸筷子，大快朵颐起来。这肘子炖得可真好，肉皮劲道又入味。这菜摆盘也挺漂亮，看还有花呢。有人夹起旁边一朵橘红色的花朵，一口咬下去才知道是胡萝卜。胡萝卜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水嫩多汁，居然很好吃。大家一定要尝尝这个卤肉。什么肉这么好吃，还至于你特意强调一遍？肥肉软糯，毫不油腻；瘦肉软嫩，吸饱肉汤，热乎乎的一口，竟然是格外满足的感觉。似乎是他们的夸赞声太大了，也引起了其他桌人的注意。其他几桌的人顿时看向自己桌面上，寻找被夸奖好吃的菜是什么。难道是这卤肉？有这么好吃吗？众人下意识都去夹了一块，吃下去的一瞬间，眼睛都发亮了。陈家请的这个厨子可以啊，这卤肉的味道算是我这几年吃过的最好的了。你是这几年，这卤肉是我这半辈子吃过的最好的。卤肉常吃不稀奇，但是吃到这味道的卤肉那可就稀奇了，肥而不腻，入口即化。原谅我没文化，只能想到这些形容卤肉的词。此时叶海那边的宴席制作已经进入尾声了，看着面前一直跳动的数字，他很高兴。这个数值是他来之前系统给他分配的任务，需要获得120个宾客的满意值。一开始就只有5、6个，后来逐渐的又多了起来，但是总数也没超过50个。赵大哥，今天大概来了有多少个客人？老爷子过寿，村里家家都来人了。原本定的是150人，可能是因为各种原因，最终来了130多人。叶海心里咯噔一下，他原本想着能有150人左右，然后靠着他的卤肉能多获得一些赞，争取完成任务。但是没想到总共才来了130人，想要获得120个赞，叶海自己都觉得不可能完成了。直到卤肉上去片刻之后，数值从50增长到了100多，可最终这个数字停在了111上，就再也不动了。叶海，我有个事和你说。赵大哥，你说，你这边是不是还有个面条？对，毕竟是寿宴，肯定要有长寿面的。老爷子那边的面不需要太复杂，1碗鸡丝面就行。这么简单？对，就这么简单。老爷子每年过生日，老太太都是给他做1碗鸡丝面的。不过老太太已经去世几年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对了，那个卤肉还有吗？我老板说给他留点，他没吃够。有，就这个做的最多。叶海只给赵同虎看，对方瞬间露出笑容。太好了。短短几分钟，这碗面就端上了桌。老爷子吃了一口，就觉得满口生香。年纪大了，什么大鱼大肉，什么生猛海鲜的，都不如面前这一碗面条更香。随着最后的长寿面上桌，这宴席就算是全了，总算是将这一场寿宴熬过去了。可惜了我的任务啊！叶师傅，咱们也该开饭了。叶海眼睛猛地一亮。不管是宾客还是帮厨的大婶，都算是寿宴的客人。这么说，我还有希望。因为马德水的捣乱，今天吃饭的人并不多，就叶海、赵同虎，还有几位帮厨的大婶。叶海先是高兴，随后愕然，仔细数数对面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算来算去，到现在还差3个。白高兴了，早知道还不如将江浩带来呢，起码还能再多一个满意值。不过好像也没什么大用，任务失败就失败吧，至少我已经努力了。3位老人深夜赴宴，说要给男人出一道难题，他们让男人做一道和拔丝有关的菜，还要软乎一些的，因为他们上了岁数，牙口不好。怎么吃席还得自己点菜的？叶海，你睡了吗？还没睡呢，赵大哥，怎么了？这么晚了还打扰你，真不好意思。是这样的，有几位老爷子的朋友过来给陈老爷子庆祝生日来了，他们本来想要给老爷子一个惊喜，所以之前并没有说自己要过来，谁知道路上堵车，到了现在才到。你能不能起床再做一桌？我就说系统怎么到现在还没判定任务失败，原来是还有别的客人。赵大哥没问题，我现在就换身衣服。对了，叶海，你会做和拔丝有关的菜吗？会啊，是要把这个当成甜品吗？不是，是那几位给你出了个难题，他们让你做一道和拔丝有关的菜，但是还要软乎一些的，因为他们上了岁数，牙口不好。好吧，让他们稍等一会。叶海换上衣服，直接奔向了厨房。辛苦你了，叶海。不辛苦，陈先生，这都是给我送满意值的贵客啊，我怎么会觉得辛苦呢？
时间也不早了，随便做几个菜凑个双数就行。行，陈先生放心吧。陈志斌突然觉得眼前这个年轻人真是少见的好。下午因为马德水捣乱，很多帮厨都没到，他一个人也没什么怨言，顺利的完成了宴席。现在大晚上又来了客人，这个年轻人非但没有半点怨言，反而热情饱满的起来给他们做菜。那就麻烦你了。由于宴席刚结束，很多食材都是现成的，加上有赵同虎的帮忙，一桌子菜很快就完成了。这肘子做得好。我爷就爱吃肘子，只要是个肘子都夸好吃。胡说，你爷爷我也不至于这么没出息。这肘子本来就好吃，不信你小子自己尝尝。哎，还真是好吃。我尝尝。奶奶您别吃瘦肉啊，这肘子就得吃肥的地方，瘦的不入味，肉也硬。对，您奶奶您吃肘子皮。老太太没听两边的年轻人，细细品尝这块瘦肉。肘子确实是皮肉好吃，尤其是这种热肘子，但是这里面的瘦肉却也不难吃，肉质软嫩多汁，十分入味，还带着丝丝卤料清香。这是放了什么调料了？不错，真的不错。这一桌子菜肴里味道最好的就是那个卤肉，其次是这个肘子，至于其他的就是餐馆厨师的味道。所以在几位老者先后尝过肘子之后，陈家老大开口了：宋伯伯、李阿姨、孙伯父，几位不妨尝尝那个卤肉。这卤肉有什么说法吗？您吃了就明白了。陈家两个儿子都开口了，他们几个人的兴致都被勾起来了，伸筷子夹了一片入口，细细品尝。几个人吃了一片之后，下意识的再去夹第二块，赞美声不绝于耳。来到厨房这边，叶海挑了2个大地瓜，洗净去皮，再把它们切成厚厚的薄片，摆到盘子上锅去蒸。切成薄片之后更容易熟透。地瓜蒸熟后，叶海将它们捣成泥，加入糯米粉，挤成一个个的小丸子，直接下油锅炸到定型。捞出后再裹上一层用冰糖熬制的糖浆，这道地瓜泥拔丝就做好了。这是拔丝丸子吗？这还真的出乎我的意料了。丸子也能做拔丝吗？脑洞挺大。这是肉丸子还是素丸子啊？宋老头夹起了一个丸子，随着筷子抬高，几道长长的丝线被拉起。哇，好长啊！竟然是红薯做的。红薯做拔丝也是常见的，不过能做成红薯丸子的，我还是第一次吃到。你这用的冰糖吧？确实是冰糖，冰糖用起来更脆，不粘牙。你这道拔丝丸子真有创意。几位老人又陆续询问了几句，叶海一一回答了。知道他只是一个餐馆打工2年的小厨子的时候，大家还挺惊讶的，尤其是那位姓李的老太太，对叶海更是青睐有加，还加了他的微差。就在叶海回到房间的瞬间，耳边响起提示音，再抬头一看，满意值已经达到了122。哈哈，完成任务了！任务奖励了金钱8888，还有100点的经验值，最后还给了一个额外的奖励——空心琉璃丸子菜谱。等等，这还完成了一个一星隐藏任务，虽然只有金钱200和10点经验值，但额外奖励了一个熬糖的小课程。因为上次食物雕花的课程，叶海对熬糖的小课程十分期待，赶紧洗漱睡觉，进入梦中小课堂，连陈家给他的红包都没想起来点一下。这一夜，叶海从拔丝、琉璃汁一直学到炒糖色，一夜之间，叶海脱胎换骨。现在的他如果再做一次昨天的地瓜泥拔丝，绝对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第二天一早，小海，你走这么早啊？是啊，陈老爷子，家里还有一些事。这一趟可真是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不麻烦，陈先生已经给过我钱了。叶海，你走也不和我说一声。虎子，你过来一下。小海的，你再等几分钟。叶海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不过老爷子既然说了，他等几分钟也无所谓。很快赵同虎就出来了，手里还拿着个红包。小海，这个红包给你，这一趟辛苦你了。陈先生已经给了我足够的钱了，无功不受禄，超过的钱我不能拿。那是我儿子给你的，是你该得的工资。这个是我给你的，是长辈给的红包。我是想等你不忙了，多来我这里坐坐，给我这个老头子做几道菜。做菜没问题，钱我肯定不能要。几番推拒，看叶海真的不收陈老，只能遗憾作罢。叶海感谢一番，开车回了家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男人和父亲在集市摆摊卖卤肉，同村的人都夸他家后继有人，唯独隔壁老张头闷不作声，转身回了家。睡就知道睡，挺大的人了，白天不起来，晚上不睡觉的，还能干个啥？去，把他给我喊起来！你干什么？没事发什么火啊？你看看隔壁叶海，虽然没上大学，但是听说人家天天卖卤肉都赚上1000块，那一个月不得赚好几万啊！你再看看你这宝贝儿子，天天只知道在家一躺。咱儿子可是大学生。你看看这村里一共就这一个大学生，不得值个几万块。等咱们老二大学毕业上了班，那工资是他们高中生能比得了的吗？就算他是大学生，也不该这么懒散。那叶家的儿子好在哪里了？大学都上不了，天生就是个卖苦力的命。一听到自己男人提到隔壁，孙翠娟顿时火冒三丈，因为她和叶海老妈可是一直都不和。
可以说这两家虽然是邻居，但是一直都较着劲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哼，你也不要什么都看星爷的小子好。我可是听说了，前几天就有人说他们家的卤肉有问题，什么大家都爱吃，我看8成是放了什么不该放的东西了。吃过晚饭后，叶海和江浩就开始准备明天的卤肉，而叶老爹和叶老妈则忙着收拾那一堆鸡架。鸡架有的弄得不是很干净，夫妻俩在洗的时候也会顺便检查一遍。这几天卖卤肉生意不错，叶老爹已经开始琢磨新花样了。爹，您弄啥呢？我打算弄点熏鸡架。你参加宴席这2天，我和江浩卖鸡架，总有客人询问有没有熏制的口味。爹，我来帮你。关于熏，叶海有自己的想法，但现在家里只有白糖和一些米糠，所以就先试试白糖米糠版的熏鸡架。熏鸡架需要大火，将卤好的鸡架均匀摆放在篦子上，等到锅底烧红后，加入米糠和白糖，然后迅速关上锅盖。不过片刻，从锅盖的边缘就开始冒出浓烟，等到烟变成黄色后，熏制就完成了。都洗洗手，尝尝味道怎么样？一会咱们再一起喝点。好。酒过3巡，晚上江浩还是住在了叶海家。江浩，你跟我说说你这几年打工的事呗。在黑暗中，江浩好半天没说话。正当叶海想要再次询问的时候，叶海，其实我这几年也没找到什么好工作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影视城那边当群演。啊，真的？出去也没有啥好工作，找了几份工作都没干多长时间。2年前我就去影视城那边了，跟着几个认识的伙伴一起去当群演，这一干就是2年。那群演好干吗？有啥好干不好干的？这年头钱难赚屎难吃，很多人都觉得干群演将来混个脸熟，或许能真的成个演员出名赚大钱。我之前也一样，可是后来我懂了，或许会有成功的，可那些都是凤毛麟角，所以我现在就只是拿这个当个职业。那赚得多吗？说多不多，但是比土里刨食强，多的一天有几百，少的话一天就几十，一个月下来也能攒个1、2千。那也行啊，你看我老板说的年底一起给，这不也打水漂了吗？打工就是不容易。丁，主线任务时，到新的城市创业，任务完成将获得海量金钱奖励，还有随机珍稀道具掉落，任务失败随机减少现有资金，难度6颗星。不愧是主线任务啊，居然是6颗星，这个任务完成定了，因为过了年是一定要出去创业的。来啊，老汤卤肉，祖传秘方，免费试吃，好吃再买。我要1份。我也要。大家别买他家的卤肉，他家卤肉里放了不该放的东西。又是谁在胡说八道？上次就有一个小屁孩胡说八道，想要坏了咱们家的生意，怎么又来？咱们家卤肉还没好到这么招人恨的地步吧？众人也回头，只见后面站着一个大婶，看着他们卤肉摊子上的卤肉，满眼的厌恶。小小年纪不学好，在卤肉汤里放那种东西，缺德！呸！这位大婶，你在说什么？什么是不该放的东西？你可不要胡说八道！我不知道我们做生意妨碍到你什么了，1次2次的还没完没了了。江浩这话当即就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，因为叶海家的卤肉在各大集市上出了名，买的人很多，一些事情也就传了出去。比如之前那个小年轻污蔑他们用的是病猪，你说他们用了不该用的东西，他们到底用了什么？你直接说。中年妇女根本说不出来什么，但是又信誓旦旦不肯松口。叶海也烦了，这位大婶时不同往日，想要抹黑别人是要负责任的，还和他废话干什么？直接报警就完了。看到叶海掏出手机，这中年妇女终于怂了。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别以为你们人多就厉害，还有你们这些人，我好心好意的提醒你们，既然你们不识好人心，那我也犯不着当烂好人。这妇女边说边走，很快就扎进了人群中，不见了踪影。小兄弟别和这种人置气，先给我来5斤卤肉，再来10斤熏鸡架。这熏鸡架还是受欢迎啊！虽然今天出来晚了，加上有人捣乱，但是11点左右还是卖得干干净净。上午2、3个小时就能卖4000多块，利润能达到1000多，也就是过年前能这样赚钱。以后不可能有这么多的人来买，毕竟周边这几个村子体量还是太小了，所以到城市里开拓市场刻不容缓啊。女人高中毕业就进城打工，每个月的工资全都打到了自己母亲的账户上。母亲嘴上说这些钱以后留着给她当嫁妆，但实际上这些钱早就给考上大学的弟弟挥霍了。咱闺女马上就回来了，她今年24也不小了，是时候找个对象了。这事情还得尊重年轻人自己的意见，我劝你还是别管得好。他这个年纪懂什么？等后悔时就晚了。我打听了，隔壁村那个周家儿子年纪正合适。那周家儿子个头不高，容貌一般，也不是什么上进的人。男人要那么好看做什么？又不靠脸吃饭，家里有钱才是最重要的。据说他们在县城有3套房，存款都有几百万，那大房子宽敞的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这是谁？这是我男朋友。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被扇了大嘴巴的张月亮顿时就哭了，张月亮的男朋友也愣住了，老张头也没想到事情会闹成这样。看看一边气得不行的媳妇，再看看将自己女儿牢牢护在身后的小伙子，老张头觉得这小伙子还挺不错的。
月亮快回来，这大冷的天你们去哪？你和你男朋友的事咱们进屋说。看到自己父亲态度正常，张月亮这才拉着自己男朋友进了屋。至于弟弟张时亮，从头到尾站在一边，仿佛是在看街坊邻居家的热闹一样，压根没觉得这是和自己有什么关系。别生你妈气，她也是担心你。小伙子，你叫什么？叔叔您好，我叫郎静。翠轩，你说句话。别跟我说这个，你们俩不能在一起，赶紧给我分了，该干嘛干嘛去。阿姨，我能问问为什么吗？我已经给我女儿找好了相亲对象了，他俩指定结婚的，明天过去就是走个过场。你赶紧订车票，该回哪儿回哪儿去。凭什么啊？要是我没有男朋友，您安排相亲我去就是了。但是我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，凭什么还要让我去相亲啊？凭啥？就凭我是你吗？还有你那个相亲对象叫周大伟，我都已经去他家看好了。你过去就是享福，有什么不好的？一听到周大伟这个名字，张月亮顿时脸就一沉，旁边张时亮更是嗤的一声笑了出来。姐，你要嫁给周大伟那个矮子了？郎静皱起眉头，看着自己这个未来的小舅子。爸，这周大伟不是什么好人，我肯定不会嫁给他的。他家就是有点钱，但是他这个人不行，而且他上一个媳妇就是被他打跑的。什么结过婚？你怎么看的人？结过婚怕什么？又没有孩子。再说了，人家里条件那么好，若不是因为结过婚，能轮到咱们家吗？人家一听是你，立刻就同意了，还说能给30万的彩礼。正好你弟弟还说想买辆车呢，回头去见一面，过了年就把婚事定下来吧。妈，你竟然让我嫁给这种人！两口子过日子哪有不吵架的？我和你爸结婚这么多年，不也闹过矛盾吗？床头打架床尾和，咱们乡下姑娘哪有那么娇气？张月亮看着母亲满眼都是失望。她学习比弟弟好多了，可母亲却说她一个女孩子没必要读那么多书，家里也没有那么多钱供着她。高中毕业就打发她出去打工了，可到她弟弟那里，勉强考上了个2本，他妈却像是儿子中了状元似的，从他们村夸到他姥姥家那个村。等到后来他去城里打工，到了第2个月，他工资还没发下来，他母亲电话就打过来，让他把工资打过去，根本不考虑他在城里过得怎么样。郎静告诉他要给自己留一点钱，不能将所有钱都打过去。一开始他还觉得郎静在挑拨他们母女的关系，等他回家按照郎静的说法，试着跟母亲要回一点钱，可得到的却都是借口。但是他却亲眼看到弟弟要零花钱，他妈甩手就是几百块，还有他弟弟身上的衣服、脚下的鞋子。不行，你说的我不同意。咱们姑娘自己有男朋友，为什么要嫁给那个周大伟？妈，还吃不吃饭啊？我都饿了。听到儿子饿了，孙翠娟骂骂咧咧的去做饭了。要不我去帮忙吧？我们走，别管他。可现在我们走不了啊，明天就是大年30了，票哪里买得到？你们要是没事的话，就跟着我出去串串门吧。孙翠娟还想要阻止，生怕人跑了，但是看看旁边的行李也就不在意了。东西还在，跑不了的。好香啊，这家人厨艺这么好吗？我叶叔家的叶海弟弟是个厨师，不过我也没吃过他做的饭，闻起来味道应该是不错。两人说着，就听到前面的老张头提高嗓门喊了一声，随后叶老爹就出来将他们迎了进去。大家互相介绍之后，老张头将几个孩子赶到了外面，和叶老爹、叶老妈说起了家里的事情。月亮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有什么不能说的？郎静当下就将事情说了一遍。那月亮姐，你准备怎么办啊？不知道，反正我是肯定不会嫁给周大伟的。有我呢，我肯定不会让你嫁给那种人的。以前我觉得他只是偏心我弟，现在看来我在他眼里根本就是交易的筹码而已。不要这么说。小情侣低声交谈着，叶海和叶安安都不好插嘴，就默默地听着。里屋，等张老爹说完这件事，叶老爹和叶老妈都听懵了。孙翠娟竟然做出这种事，张大哥，那个周家我也是听说过的，他们家人可不好相处啊。我看孙翠娟想得好，到时候事情未必能和她想的一样，你们还白白搭上月亮的终身幸福。我就是担心这个，月亮都有男朋友了，而且我看这小伙子人还行。那你咋想的呀？这件事绝不能听他的，至少也要过年后再说这件事，先过年吧。几人在屋里聊了很久，最后老张头带着俩人回去了。听完他们夫妻的话，老张头心里的念头更坚定了，他就这一个闺女，这次说啥也不能让媳妇做妖。但是他想得很好，可等回去之后，家里再次闹腾了起来，因为孙翠娟竟然只做了3口人的饭菜。至于张月亮和郎静，别说饭菜，连碗筷都没有一副。看到他们去而复返，叶家4口都懵了，老张头也是一脸的羞愧。但是这天都黑了，只能硬着头皮开口询问能不能收留2个孩子一晚上。没问题，孩子住我这，你就放心吧。听月亮说你是专业厨师啊，就是之前在一个小餐馆里打工，后来跟着老板学做菜，这才转正半年，餐馆就倒闭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突然就倒闭了？郎静知道原因后，对叶海颇有同情，他没想到叶海还挺倒霉的。对了，那个张时亮你了解吗？他这个人脾气比较暴躁，而且做什么事首先考虑的是自己。叶海说的含蓄，可郎静已经明白了，说白了就是张时亮这人比较自私，想要让这个小舅子满意，除非他也掏30万出来给他买辆车。郎静在黑暗中无声冷笑，不过声音却很平静。我知道了，
上集说到，孙月亮因为不满母亲的决定，和男友郎静住到了叶海家。等到第二天早上天刚亮，院子门口就响起了重重的敲门声。谁啊？大清早的一直敲门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月亮跟我回家去，一会儿跟我去见周家的少爷。妈，我说了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我是不会去相亲的，更不会跟那个周大伟相亲。你个小丫头片子，出去几年翻了天了是吧？白养你这么多年了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是吗？难道我在你心里就是交易的筹码吗？早知道你现在这样，我当初就应该把你送走。孙翠娟，怪不得月亮小时候走丢过2次，你说是不是你干的？孙翠娟被揭穿的一瞬间有些不自在，但是很快就平静了下来。那又如何？我这不是也让他健健康康的长大了吗？还让他上了高中。哼，我看他让月亮姐上高中，就是想多赚点钱吧。没想到孙翠娟耳朵还挺好使的，听到后瞬间瞪向了叶安安。有你什么事？信不信我？你敢？看到叶海一家都怒视着他，颇有他再说一句话就上来抽他一顿的架势。孙翠娟也慌了。行，张月亮，你现在立刻给我回家。说罢，孙翠娟甩头就走。月亮。老张头想要说什么，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，也跟着孙翠娟离开了。月亮别难过，一会儿婶带着你去赶集散散心，今年春节就在我们家过吧。张月亮搂着叶老妈就哭了出来，郎静更是脸色阴沉。他陪着女朋友回来是因为尊重，但是遇到孙翠娟这样的母亲，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将他们拆散，且还要将自己女儿推到火坑里去，他是真的不能忍了。月亮既然这里不欢迎我们，以后我们就不要再回来了。放心，他们不疼你，我疼你。说罢，郎静拿着手机去旁边打了几个电话，回来之后心情好多了。叶叔叶婶，我还没赶过集呢，能不能带着我和月亮一起去？没问题呀。叶海一家今天本来就是要去赶集的，带着张月亮和郎静一起去也没什么。到了男装大集，叶海一家就开始了采购。因为要买的东西太多，他们也就没有分开行动。期间他们还路过了叶海卖卤肉的摊子。你们知道他们家为什么没出摊吗？就是因为老汤里放了不该放的东西，都被抓起来了。那可不，我前几天就当众揭穿过他们，他们还想要动手打我呢。叶海听到人群里传出来的这些话，眉头顿时皱了起来，直接就挤进了人群。又让我抓到你造谣了，一而再再而三的抹黑我们，真以为我不会报警吗？非礼了，非礼了，光天化日之下非礼民女了。背后说坏话，碰见人家正主了。我认识他，他就是叶家卤肉的小老板。这算是抓个现行了吧？这种人就得给他送巴黎子里过过年，让他好好长长记性。不过也有一些人表示质疑，这女的也不能平白无故的诬陷吧？你们也别冤枉了好人。是啊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正在此时，其他人也都挤了进来，而张月亮看到那妇女的时候，顿时一愣。二姨，怎么是你？你是月亮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还不快让这小子赶紧离开！二姨，你刚才为什么要说这种话？神，什么话？我刚才说什么了？为什么要污蔑叶海家的卤肉有问题？是你真的发现问题了，还是在故意栽赃？此时叶海的手机已经接通了，警察正在询问事情。孙翠芬一看这情况有些着急了，开始撒泼。哎呦不活了，秦外甥你要把自己的二姨送进去啊？不到一会警察就到了。月亮，月亮，你快点给我作证，这可是你妈给我钱指使我这么干的。众人之中一片哗然。你说说，你挺大个人了，啥话能说还不知道吗？现在人家报警了，你说你想咋解决？我能怎么解决？这都是我大姐跟我说的，说我外甥说他家肉汤有问题，那就肯定有问题。我就是仗义执言，我有啥错啊？我先告诉你，造谣是要坐牢的，而且不光是你，还有你那个大姐和你的宝贝外甥，一家人都要整整齐齐的。跟我们走一趟吧，你们也得派人跟我们去一趟，将这件事解决一下。最后叶老爹和叶老妈跟着一起去了。等他们回到村里，村支书告诉他们，警察已经来过，将孙翠娟和张石亮都带走了。真是没想到他们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啊！这孙翠娟自从嫁过来就和你妈不对付，这么多年的磕磕碰碰，希望她这次能长点教训吧。这孙翠娟真是丢人，咱们村还没有人被人抓走过呢，她算是第一个。他之前就暗示过我们说你家的卤肉有问题，我就知道没安好心。他还说你们家就在他家隔壁，有什么事情他最清楚了。这些话张月亮在一旁听得清清楚楚。你都听见了？没事，都已经放下了。对了，郎静，咱们带回来的那些东西，我想送给叶海和安安。其实你不说，我也想这么做了。我看叶海和安安倒像是你的弟弟妹妹，至于你家里那个，哼，是我错了，你是对的，不能告诉他们你的真实身份。放心，对你不好的人，我是不会让他们占到半点便宜的。除夕夜作为中国农历新年的最后一天，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。大门外，叶海将一副全新的对联贴好，门上还贴了2个大大的福字。快看，叶婶他们回来了。爸，事情最后怎么处理的？警官把你母亲他们批评了个遍，又让他们给你叶叔叶婶道了歉，都到了局子里还嘴硬，真是死不悔改。得亏你叶婶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，要不然你弟弟以后算是废了。
对了，月亮啊，过完年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走啊？我们明天就回去。听到张月亮的话，老张头身子一降，随后才缓缓开口。行吧，回去也好。等到老张头一走，叶老妈就迫不及待地问道：月亮，你们明天就走啊？郎静已经买到机票了，还得麻烦叶海明天把我们送到县城。这么急干什么？你就住在这里没事的，多待几天，这过年好玩的可多了。叶婶，等明年我们再来看你们。安安，等你明年中考完，月亮姐接你去京城玩个够，好不好？好。吃过年夜饭后，张月亮和郎静从隔壁小屋抱了一堆东西回来，其中有一些补品是给叶老爹和叶老妈的，还有一部新手机是给叶海的，送给叶安安的则是一条很漂亮的手链。这些是给你爸妈的吧？回头我给他们送过去。不是的，这些都是给你们的。对，就是给叶叔叶婶的，两位可千万别给他们，要给他们了，我得憋屈死。现在的郎静对于隔壁张家是一点好感都没有了，不说偏心的孙翠娟和那个自私的张石亮，就算是老张头，郎静也看不上。老张头作为家里的男人，让着媳妇无可厚非。可是如果他厚此薄彼，是非不分，知道了还装作没看见，那就是男人的问题了。现在都闹到这种地步了，他的解决办法还只是将姑娘送到隔壁邻居家暂住，提前看透了这一家人，也免得以后影响他们的小家。收下吧，叶婶，这次我们回来也就是从您家找到一点温暖了，您要是不要，我们心里就更难受了。行，那我们收下，你也别难过了，你爸妈那边我们有机会过去。别，叶婶，以后逢年过节我们可能还会回来，他们要是愿意我们就看看，要是不愿意我们就来看看叶叔叶婶。话说到这份上，叶老妈也就不再说话了。第二天上午，叶海是被外面的鞭炮声吵醒的，揉揉眼睛起来，发现旁边的郎静已经起来了。早早吃完了午饭，叶老妈帮着张月亮和郎静收拾行李，各种美食年货一袋一袋的，张月亮拦都拦不住。他们昨天晚上好不容易腾空的一点地方又被重新塞满了。收拾完行李，叶老妈将他们送到了门口，看着叶海的车子离去。叶海，以后要是有什么难事就给姐夫打电话。对，有事情给我们打电话。好嘞。第二天，叶海正无聊地躺在床上刷着短视频。哥，你快来看啊，这是不是咱们家的年夜饭啊？哎，是啊。原来这段视频是郎静在吃年夜饭之前随手拍下来的，目的只是为了记录一下生活，没想到却意外的火了。而讨论最多的是视频中的空心琉璃丸子。这丸子怎么长这样？是我看错了吗？上面是一层玻璃吗？不是，是一层冰吧？怎么可能是冰啊？里面的丸子还有热气呢，这么薄的冰怎么可能裹在热的食物外面？早就化了好吗？叶海和叶安安看完评论都哈哈一笑，叶安安还到底下凑了热闹。可就在此时的京城，一个年轻人拿着手机也看到了这个视频。爷爷，您看这道菜眼熟吗？这不是咱们家的空心琉璃球的做法吗？为什么外人也能做？这道菜的主要难度就在于熬糖，虽然就那几秒，但是没有个几年的功夫还真做不了。其他的并没有什么难度，虽然是咱们店里的菜，但是别人能做出来也没什么稀奇的。不过看这手艺得有几年的功夫，这个人是在网上教做菜的吗？不是，就是个普通账号，属地是京城本地的，就最近几条是在农村拍的，应该是过年回老家了。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他？没问题。小青年当下就发了一条评论，想要跟作者联系一下，可惜这条视频下面的评论太多了，他的评论很快就淹没在其中。青年又试着给郎静发私信，也是犹如石沉大海一般，没有任何回应。此时叶海的电话响了起来。喂，江浩，怎么了？叶海，你能来接我一趟吗？好，我这就去。咦，这是咋了？叶婶没事，江浩和他大嫂吵了2句，让他在咱们家住吧。等过了年，我跟着江浩一起去他工作的地方打工。叶老妈询问起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江浩叹了口气，说出了原因。在过年回家之前，您不是给了我2000块钱工资和一个500元的红包吗？对呀。回去的时候我就把红包给了我父母，而那2000块工资我并没有拿出来，不是我不孝顺，而是这钱我前脚给了爸妈，都不用半天的功夫就会落到大嫂的兜里。这件事本来就这样过去了，可我大嫂不知道从哪里听到的，说我这几天一直跟着你们卖卤肉生意红货，赚了不少钱，非得让我拿出钱来贴补家用。这钱若真是用在父母身上，哪怕只有一半我都给了。多好的孩子啊，真是不知好歹。就这样，江浩又在叶海家住了下来。两人原本想着能一直玩到15再出去找工作，没想到初5下午，江浩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他一个熟悉的群头给他打的。群头说有部剧开拍，群演人数不够，需要我过去凑数，说是弄得好，没准能捞上一句台词。好，明天我跟你一起去。离开之前，叶海将系统累积奖励的2万多元拿出了一半给了叶老妈。妈，这是之前欠我钱的老板还我的钱，您拿着。你这孩子，我们俩人在家能花啥钱？你一个人出门在外的才需要钱呢。不用管我，您儿子有这卤肉手艺，还能饿着吗？好，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。知道了。新年假期还没结束，在其他人还沉浸在和家人团聚的喜悦中时，这2个男人已经踏上了进城打工的旅程。他们俩一个是在小餐馆奋斗了2年的厨子，一个是在影视城跑龙套的群演。
就住这里吧。虽然地方有点偏僻，但胜在价格便宜，而且还有地方停我的8手面包车。好，那我现在去赶工去了，群头那边催得紧。行，你去吧，这里交给我就行。江浩打工的地方在一个影视城里，里面曾经诞生了许多爆款电视剧，因此很多人慕名而来当群演，希望能在电视剧中混个脸熟。虽然只有一间屋，但是房间不小，而且有2张床。既然已经跟着江浩来到这边，那就要好好规划一下下一步要做什么了。之前主线任务让我来这里创业，具体做什么还没想好，但是有一点不会变，我是个厨子，也只能做相关的事情。不如一会儿吃了饭就出去转转，看看周围有什么地方正在招工。叶海刚起身，系统的提示音响起。叮，主线任务11，靠自己的烹饪能力开一家小店，任务完成将获得海量金钱奖励，还有随机珍稀道具掉落，难度4颗星。开一家小店？你也太看得起我了，我身上满打满算就1万出头，更不要说刚刚交了房租。开店不仅要找到合适的店面，还需要招人，还有餐馆的装修设备等等，这可不是一笔小钱。然而系统的任务从来都没有选择性的，叶海索性连饭都不吃了，赶紧上街去寻找合适的店面。我回来了，今天收入120。你怎么了？叶海没办法说出自己的真实情况，因为系统这件事不是人人能接受的，而且他还怕走漏了消息被人拉走进行切片研究。还能有啥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呗。这有啥的？走，今天我请客，咱们下馆子。两人从租住的小院里出来，朝着比较繁华的那条街走去。就这家吧，我有一次晚上下了夜戏从这里路过，里面传来的香味让我差点流出口水来。行啊，那就尝尝他们家的味道。两人选择了靠里的一张桌子，一共点了3个菜，都是一些家常菜。不过等菜上来之后，江浩吃了一口，顿时脸上露出了疑惑的神情。当时路过的时候，闻着味道很香啊，感觉这做的远不如你做的好吃啊。本来还想着带着你吃顿好的，结果，唉。现在知道我厨艺好了吧？确实好，你要是开个饭馆，肯定能赚大钱。我也想，可是开餐馆可要很多钱的，我哪里开得起？其实也不一定非要开餐馆。那你有什么想法？那种盒饭你知道吗？像我们这种普通群演基本上是不在这种餐馆里吃饭的，要么吃剧组，要么吃泡面。之前也有人卖过盒饭，但是实在是难吃，而且菜还特别差。听了江浩的话，叶海眼前一亮。街头的流动摊子卖盒饭，这个我可以啊。要做这个，我的手艺是绝对没问题的。而且我现在开的那辆面包车，只要收拾一下，就能马上投入使用。兄弟，还得是你啊。至于开一个流动的盒饭摊子，算不算是开一家小店，那就看系统怎么判定了。就算不是，也能积攒经验，积攒客人，到时候攒够了钱，也能开个小店了。解决了心头的问题，叶海心情瞬间好了不少。老板，再来个酸辣汤。回去之后，叶海沉浸在了自己的构思之中，将开一个盒饭小摊子需要的东西都列了出来。现在的锅碗瓢盆是不太够用的，需要再添置一些。另外还需要一个厨房，这个小房间倒是能做饭，但是连续做好几个菜的话，这屋里也就没法待了。餐盒之类的也要再买一些，不过这个不太着急，可以迟2天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食材，需要去周围转转，看看哪里的食材最新鲜又便宜，还有米面、粮油、各种调味料之类的。江浩看着叶海沉浸的样子，也没再打搅他，转身闭眼睡觉了。第二天，江浩早早出门上了工，而叶海则是找到了这院子的房东，跟他说起厨房的事情。房东是一对老夫妻，60左右的样子。找个厨房？你是厨师？是的，以前在餐馆工作，今年回来想自己做点生意，就跟着兄弟一起出来了。这大院里还真有个，你跟我来。这个院子很大，以前似乎是个小工厂，现在工厂不干了，除了这个2层的职工宿舍外，还有一个小食堂，就是现在几人要去的地方。这厨房平时也用不上，1个月也1000块，你觉得咋样？哟，我租下了，1000块不算贵，而且这个厨房面积不算小，还自带一些设备，里面还有一个小间可以当储藏室。对了，江大妈，这附近有没有什么便宜点的市场啊？有，本地人买菜都去那地方，那里的食材便宜还新鲜，就在。第二天早上，叶海开着车去江大妈说的市场转了一圈，感觉还挺不错。这里的菜果然很新鲜，只是作为餐饮进货，并不算便宜。买了菜之后，叶海又买了一堆摆摊所需要的锅碗瓢盆等厨房用具。等忙完回到大院之后，已经11点了，准备开干，成败就在此一举了。男人第一次在影视城周边摆摊卖盒饭，本想靠着捡来的系统赚得盆满钵满，结果发现路过的人连看都不看他一眼。为什么没人来买呢？是我做的盒饭不够吸引人吗？您好，买盒饭吗？小伙子，你这是刚来啊？我们这早就开饭了，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？再说这剧组卖盒饭哪能轮得到你？都是提前谈好的。哎，想想也是，我和江浩想的还是太简单了，这么好的生意哪能轮得到我啊？怎么了？还有什么事情吗？兄弟，我看你也不容易，顺着这条路一直走，有个工地，刚开工没多长时间，你可以去那里看看。真的太感谢你了。根据好心人的指点，叶海沿着路一直开，果然看见了一个正在施工的工地，门口分布着零零星星的小摊，有卖饺子的，有卖卷饼的，唯独就是没有卖盒饭的。
叶海刚把摊子支好，系统就给他分配了一个随机任务。随机任务12，将盒饭销售一空，任务难度1颗星。咦，系统给任务了，那要抓紧了。卖盒饭了，有荤有素，吃不饱还能续饭。盒饭咋卖的？都有啥菜呀？一共8个菜，4个肉菜，4个蔬菜。第一天开张，全蔬菜10块，两荤两素12块，全肉的15块，米饭不要钱吃到饱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合适啊？不要，太贵了。隔壁卷饼一个才5块，虽然也都是素菜，可买2个还送一个卤蛋呢。站住，大哥，你要是买的话，我给你多加点肉菜。这还犹豫什么呢？我这菜都是刚从地里拔出来的，绝对新鲜。不好吃不要钱。行吧，给我来个2荤2素。卖盒饭了，有荤有素，吃不饱还能续饭。马哥，这盒饭好吃吗？特别好吃，这手艺比我媳妇好多了。告诉你俩个秘密，现在买2荤2素，还额外加个肉菜呢。既然马哥说好吃，那我们也吃这个吧。两位吃什么？有全素的、全荤的、两荤两素的。我要2荤2素。我也是，别忘了给我们也加个肉菜。没问题。今天第一天开业大酬宾，亏点就亏点。看到叶海也送了菜，两人哈哈笑着，端着菜和饭就跟那位马哥一起去吃了。看见有人坐下来吃饭，很多不知道吃什么的工友也走了过来购买了盒饭。叶海也同样赠送了菜品，任务很快就完成了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12，奖励1经验值5点，奖励2金钱99元。回到厨房，叶海坐下算了一下收入，这不算还好，算完叶海心里一沉，好像也没赚钱啊。要不是有系统奖励的99元，我甚至还亏了点。不行，这样下去还干个毛线。叶海坐在厨房里苦苦思索解决的办法。过年蔬菜很贵，但如果全是大白菜、土豆这样的便宜菜，别人也不会来买。思考无果，叶海只能求助系统。当他打开系统界面时，眼前一亮，经验值已经积攒这么多了。过年前去陈家做宴席的时候，经验值也就只有90点，没想到现在竟然有这么多了。没有犹豫，叶海选择了抽奖。当转盘停止的时候，指针指向了合成模块。询问了一下系统，叶海了解了这合成模块的使用方法。原来合成模块就是可以将同级别食材进行合成，合并后的食材品质会有所提升。正好今天做西红柿炒鸡蛋的时候，发现了2个坏的西红柿。心念一动，叶海手边的2个烂西红柿已经不见了，转而出现在系统的2个格子中。那2个残缺的烂西红柿竟然成了一个完整的，烂掉的地方一点都看不到了。恭喜宿主使用合成模块成功，现在开始食材鉴定功能。批发来的劣等化肥西红柿。叶海又拿过来一个西红柿，合成之后，西红柿的名称变成了普通等级农家西红柿。真有意思。合成之后的西红柿，乍一看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，仔细看其实很不一样。透出来的是一种自然成熟的红晕，看起来像小时候自己家种的那种。既然是能够合成，那这就是一个可以钻的漏洞啊。叶海开着车去了批发市场，将粮油的价格都问了一遍，最终选择了最便宜的一家。米面都是1块钱一斤，这么便宜，我能看看货吗？陈年的大米，劣质的面粉，怪不得这么便宜。老板，米和面一样，给我来1000斤。虽然买的是最便宜的米面，但是经过合成系统，最终都会成为合格的粮食。付过款后，老板和伙计将叶海要的2000斤米面搬到了他的车上。宋老板，我还想买点别的食材，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下？我就要最便宜的。宋老板琢磨了一下，还真给叶海推荐了几个人。叶海通过宋老板的关系，又买了许多低价食材，比如磕破的、散了黄的鸡蛋、被人挑剩的菜等等。把比较重的米面合成了一遍，减轻重量后，叶海开车回到了大院。因为是冬天，这些食材放进仓库能保存很长时间。合成一次是普通，再合成一次是优质，那我要是再合成一次呢？美味的农家青椒，美味值加1，美味值又是什么东西？也许这东西光看是看不出来的，需要吃到口中才能知道。不管了，在最重要的是赶紧将剩下的食材合成好，准备今天晚上的盒饭。男人第一次在工地摆摊卖盒饭，只见他左手放了2个破损的鸡蛋，右手点了一下全部合成，这些破损的鸡蛋立刻变成了普通级别的鸡蛋。虽然合成之后的食材变成了原来的1半，但是成本却大大减少了。谁家做饭的味道这么香啊？小海啊，你弄这么多盒饭能吃得完吗？这些不是自己吃的，都是拿去工地门口卖的。拿去卖的，闻着这么香，给我们也来2份尝尝吧。没问题，江大妈。2份一共多少钱？这次钱就免了，好吃的话以后多给我宣传一下就行了。喂，大明星，今天几点下班啊？快了，我现在正往影视城外面走呢。好，那你在门口等我一会，我去接你，咱俩一块去工地卖盒饭。好。等叶海和江浩到了工地门口，已经有很多民工兄弟走了出来，寻找着合适的晚饭。两人不敢怠慢，赶紧把摊子支上，开始了晚上的销售工作。卖盒饭了，有荤有素，吃不饱还能续饭。2荤2素只要12元。中午2荤2素不还是15块吗？下午就变成12块了，你是不是偷工减料？那怎么能呢？减没减，你吃过了不就知道了吗？怎么样，来1份米饭免费续。
好，那就给我来1份2荤2素，米饭免费续食吧。我这次带晚了，你直接给我盛上就行了。这位大哥前脚刚走，后面又来了几个人，为首的是中午第一个买盒饭的马哥。兄弟，我又来了，这些都是我给你拉的客户，我这么支持你，你可得保证质量啊！放心放心，今天晚上可是有红烧肉的，质量肯定没问题。哇塞，价格降了3块，还有红烧肉，你是做慈善的吧？老板，你可一定要坚持卖盒饭啊！我一定会天天带着兄弟们支持你的。忙活了半天，盒饭卖的已经差不多了。叶海和江浩在车旁边坐了下来。中午我从影视城出来找了你一圈，结果没看到你。你今天中午没出来卖盒饭吗？出来了，但是等我到了影视城，人家都已经过了饭点了。得亏有好心人指点，才知道这里有一片工地，要不然这些菜得吃到猴年马月去。对了，你今天工作怎么样？今天演了一个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小兵，除了中午休息一直站着当背景板，我这2个膝盖都快打不了弯了。收了摊，回到出租屋，两人吃着晚上剩下的盒饭，就当吃完起身收拾桌子的时候，门口传来了一阵敲门声。来了，怎么了，江大妈？小海啊，我们老两口想跟你商量个事。什么事？你今天给我们的盒饭味道真是太好了，我们是这样想的，能不能每次出摊的时候给我们留2盒盒饭，然后厨房的房租我们就不要了，你想用到什么时候就用到什么时候，怎么样？虽然有了合成系统，但是1天4盒盒饭的成本也有30左右了，显然是不太挣钱的。不过也就是多盛几盒饭的功夫，也用不了多长时间。你每天把饭放在门口就行，我们自己来取。好，没问题。送走了房东夫妇，叶海躺在床上算着今天的收入。这一天下来，中午赔了10几块钱，晚上倒是赚了点，一晚上卖了将近50份盒饭，除掉各种成本，赚了200多块。这只是刚开始成本控制的还不太稳定，等到过了这一阵，蔬菜肉类的价格下来了，收入一定会更可观的。第二天一早，叶海和江浩来到了附近的早餐店吃了早餐。你早上不用去买菜吗？不用，我和那些菜摊老板都说好了，到地方直接就可以装货，而且我今天的食材也够，不用买了。那就行，我吃完了，一会路过影视城的时候别忘了给我送饭啊。知道了，你去吧。结过账后，叶海回到了大院厨房，把今天中午的盒饭准备完毕。在给房东大妈和江浩送完饭后，叶海开车直奔影视城旁边的工地。虽然今天提前了不少，但是车子刚开到工地，就看到不少人已经在昨天的地方等着了。兄弟们，我来了。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。今天的盒饭销售工作一切顺利，只不过中途来了一个穿着打扮与其他工友格格不入的人，引起了叶海的好奇。你们认识刚才那个穿西服的人吗？那是我们工地的张秘书，经常跟着老板在工地上转悠。那他刚才是给你们老板买饭了？你们工地怎么没弄个食堂啊？有啊，不过是包给了一个关系户的老婆，不仅没有油水，而且味道差，根本没法吃，索性我们就直接出来吃了。是啊，那菜没有一点油腥，味道也不好，我们都不爱吃，老板怎么可能喜欢吃？不一定，像他们这种的肯定有小食堂，能跟我们吃的一样吗？那怎么张秘书跑出来买饭了？刚才我看张秘书从那边买了炒饼炒饭，什么都有，这老板得吃多少啊？谁知道呢？管他干嘛？吃饭。众人聊着天，叶海也没往心里去。可是没过1刻钟，这位张秘书竟然再一次的出来了，看看外面的小吃摊，脸上带着一丝焦虑，犹豫了一下，朝着叶海的摊位走了过来。怎么了？这些菜都是你做的？对啊，这些菜都是我做的，是不合胃口吗？听叶海问，张秘书连忙将情况说了出来。可就在对方说话的同时，系统响起了提示音。叮，随机任务13，治好周老板的厌食症，任务完成将获得海量金钱奖励，还有随机珍稀道具掉落，难度3颗星。原来这位周老板经常来工地视察，但他胃口很差，仿佛得了厌食症，所以这张秘书经常买了这家买那家，就为了周老板能多吃2口。即便是这样，老板的食欲还是很差，但唯独今天从你这买的冬瓜丸子汤，我们老板破例多吃了几口，但也仅仅是几口。兄弟，你能不能做点更清淡的饭菜？这厌食症这种应该去医院啊，我就是个厨子也不会治病啊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昨天合成青椒的时候曾经出现过美味值，或许美味值能够引起对方的食欲。反正盒饭也卖的差不多了，面条行吗？清汤肉丝面什么都行，只要清淡点就行。好，我现在就回去做。男人在工地摆摊卖盒饭，只见他左手放入了2碗普通的面粉，右手点了一下合成，普通的面粉立刻变成了优质的面粉，把这些优质的面粉再次合成，得到的面粉后面附加了美味值+1的后缀。要是用这么美味的面粉制作出的面条，还治不好那个什么周老板的厌食症，我感觉史上最垃圾的系统就非你莫属了。为了防止面条变坨，叶海将面条和面汤分开包装，并且放进了保温的泡沫箱里。回到工地门口，之前的工友大哥们都已经吃完离开了，只有张秘书还在门口等着。张大哥，我回来了，这是为周老板准备的清汤肉丝面，一共多少钱？这个虽然看着是普通的面，但是用料大有讲究，所以会稍微贵一些。他不会趁机狮子大开口吧？那这碗面多少钱？单单面粉就合成了好几次，再加上合成肉丝、鸡蛋，
哎呀，算了，你就给50块钱吧。吓我一跳，才50块钱，年轻人胆子就要大一些嘛。这样吧，我给你100，就当你单独为我跑一趟的辛苦费了。回到周老板办公室，张秘书把面条和面汤拌好，端到了周老板面前。你干嘛去了？我看您刚才吃了2口那盒饭里的菜，感觉应该是合您的胃口，我又让他做了一份清淡点的面，刚出锅的，您尝尝。放那吧，辛苦你了。周老板其实没什么食欲，但还是意思一下尝了一口。小张啊，这面条多少钱一碗啊？老板，您是不知道啊，这门口的小商小贩可是有点过分了。明明靠着我们工地的工人他们才赚到的钱，现在居然反过来宰我们，一碗面条居然要多少？看着周老板的吃相，张秘书目瞪口呆。这还是我的老板吗？以前那个超级吃饭困难户，疑似厌食症患者的周老板，这吃的也太香了，这才片刻的功夫，连吃了好几筷子了。在张秘书的注视中，周老板将这一份面吃得干干净净，连口汤都没剩下。这面真是太好吃了，我好长时间没有这么舒服的吃过一顿饭了。对了，小张，你刚才说这面多少钱？150，不对，记错了，应该是200。值，太值了。这简直就是救命的饭啊！虽然就是一碗普通的肉丝面，但是这味道回味无穷，真的再次激起了我进食的欲望了。你去和那个厨师商量一下，以后每天中午都给我来一份这样的面。这简单，等到晚饭的时候，他肯定还会再来的。我跟他商量一下。下午5点多，叶海照常前往工地，可刚到工地门口，叶海的脸一下就沉了。原本门口只有饺子、卷饼之类的，虽然这2天也增加了一些小摊贩，但大家井水不犯河水，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。可今天他们到了这里之后，发现他们往日摆摊子的地方坐着好几个打扮流里流气的小青年。再看其他位置，那些摊主有意无意的瞥过来，明显带着看热闹的意思。这些人别的地方都不去，只坐在我们摆摊的地方，明显就是故意占地方的。我们不用理他们。叶海将车停到稍远的位置，虽然有些偏僻，但这几天的盒饭销售让他们累积了不少的客源，很多工友会主动找过来。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，盒饭摊子刚刚支好，那几个社会小青年竟然朝着他们走了过来。卖盒饭的多少钱一份啊？全素的10块，2荤2素的12，全肉的15。米饭不够可以免费取。好，那就给我的兄弟们一人来2份15块的。兄弟，我先给你拿一份，觉得味道合适再说，毕竟大家口味不同。这小伙子惨了，让乌鸦盯上了。这乌鸦为什么这么做啊？人家刚来又没招惹他。他们生意太好了，乌鸦就盯着这些人要保护费呢。那乌鸦是旁边卖盒饭大老刘的堂弟，之前这里就大老刘的生意最好，过年这些天没开张，没想到新来的把人都吸过去了。大老刘这是打算是阴的了。怪就怪这2天他们太出风头了。这乌鸦干事还真麻利，上午刚跟他说完，下午就拉着人来了。旁边的胖子正是大家口中的大老刘，他和媳妇在这里卖盒饭已经几个月了，生意一直都不错，因为只要别人的生意超过他，他就会用些阴招把人赶走。本来想趁着过年了晚几天出摊，没想到这边居然又来了个小子，而且生意这么火爆，害得我还得赶着出摊。我倒要看看他这盒饭今天怎么卖。一共15块钱，现金还是扫码？扫什么码？我不得先尝尝好不好吃吗？还尝什么？这一看就是昨天的剩菜。兄弟们，把他摊子给我掀了，今天我要替天行道。请问兄弟，我们是哪里得罪你了吗？没得罪我，就是看你不顺眼。兄弟们给我上！你们别过来！住手！好大的口气啊！来这工地门口耀武扬威，还要掀别人的摊子。听到有人说话，乌鸦眉头一皱。哪个不长眼敢跟我叫板？在这一片，我乌鸦还没怕过谁。乌鸦一回头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穿着西装革履的中年人，身后是一帮刚从工地出来的工友。中年人看起来虽然不是很壮，但是气势很足，看着乌鸦的眼神满是轻蔑。我看这摊子，今天谁敢掀？男人在工地摆摊卖盒饭，好不容易积攒了一批忠实顾客，却遭隔壁同行嫉妒，叫来了混混表弟扬言要掀了他的摊子，急得男人不知该如何是好。你这盒饭一看就是昨天晚上剩的，今天又拿出来卖的啊？说吧，怎么解决？这样子我很难办啊。难办就别办了。兄弟们给我上！你们别过来！住手！我看这摊子，今天谁敢掀？听到有人呵斥，乌鸦很不服气，手一指就要开骂。可远处看热闹的大老刘一看到来的人，立刻就坐不住了。哎呀，周老板，什么风把您给吹过来了？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情况？周老板都是误会，这兄弟脾气不好，和这个小兄弟有了点冲突。哥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老小子又是谁？放肆！这位是咱们工地的周老板。周老板？乌鸦顿时脸色一变，因为他听过周老板的名号，这个工地包括旁边的影视城都是他承建的。你又是干嘛的？我就是这门口卖盒饭的，还得靠着周老板您才能混口饭吃啊。大老刘讪讪的开口，不敢多说话，因为这周围的人都知道乌鸦和他是什么关系，谎话随时可能被戳穿。哦，卖盒饭的，要卖你就好好卖，再整事别怪我让你这摊子开不下去，懂了吗？懂了，我们这就走。
谢谢周老板，没有你，我今天的盒饭估计是没法卖了。只是举手之劳而已。小兄弟，今天中午尝了你的手艺，那味道真是回味无穷啊！能不能再给我来一碗之前的面？没问题，可是我现在做不了啊。这简单，你现在回去做，摊子就交给这位小兄弟看着。老板，您先回去，等面条做好了，我再给您送过去。张大哥，面做好了，相同的配方，相同的味道，干得不错。在老板的食欲改善之前，我每天都会来的。回到摊位，盒饭已经被江浩卖完了。今天的盒饭做的有些少了，有很多工友大哥都没买到饭就卖完了。我这次做的是最多的，怎么还不够了？可能是做的好吃，大家都帮你宣传吧。总之这是好事啊。明天我多准备一些。走，耗子，咱们收摊回家。在车上，叶海思考了好久。经过今天这个事以后，我不得不防啊。今天是大老刘，明天就有可能是大老张，现在是小混混，以后来的就不知道是谁了。所以还是要谨慎一些。你说的没错。回到出租屋，叶海趁着江浩洗漱的功夫，用合成的食材制作了2份面。等江浩回来的时候，面条已经端上了桌。你这面怎么会这么好吃？我就说怎么连周老板这样的人物都是你的回头客？该不会是加了什么科技与狠活了吧？叶海没说话，只是微微一笑。那必须得好吃啊，这可是美味直加1的面。至于科技与狠活，算是吧。第二天早上，因为今天江浩的戏份比较早，叶海开车送江浩去影视城。大明星最近的戏很多啊，别人都要正月15才回来，人少戏份自然就多了。虽然累了点，不过钱倒是赚了不少。那就好，中午我到了门口给你打电话。好，对了，今天能不能再多带2份盒饭？我这边有2个同事，上次尝了一口你的盒饭，都说好吃，我想这次也给他们带1份。没问题。今天的盒饭，叶海准备的比往常都要多，米饭也准备了2大桶。驱车来到工地，张秘书早早等在了工地门口。张大哥，今天为周老板准备的是豆角焖面。豆角焖面啊，在老家时候，我妈就经常给我做这个。明天能不能也给我来1份？不用跟老板的那个一样秘制的，普通的就行。没问题，不用等明天，今天晚上就给你做。好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不出意外，今天的豆角焖面周老板也特别爱吃，吃到后面甚至有点热泪盈眶了。老板，这面条真有这么好吃吗？真是太好吃了，一口下去我也想起了妈妈的味道。也想起了？为什么要说也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说也。等等，我说也了吗？你听错了吧？来到叶海这边，自从他接了这个任务之后，系统就给他提供了一个进度条。根据这个进度条，叶海就能看到周老板进食之后的食欲情况。经过这2天的投喂，现在进度条已经接近一半了。毕竟不是仙丹，不可能吃1次就能治好。上午叶海的销售工作还是像往常一样顺利，可尽管他不断的增加盒饭的产量，可还是满足不了工友的需求。今天已经准备了150多份盒饭了，竟然还有好多人没有吃上，想要全部拿下，至少还要增加100份盒饭，可这根本就忙不过来啊！想到这儿，叶海有些惆怅，这给他一种看着钱在眼前却又拿不到的感觉。下午，叶海一个人来到工地，一下车就看见了张秘书。兄弟，你可算来了，我的豆角焖面准备好了吗？那当然了，说到做到。张秘书感谢再三，带着2兜子面条回去了。今天晚上叶海给周老板准备的依旧是面条，不过这次稍稍换了点口味。面条来喽！看到张秘书端来面条，周老板看也没看，直接炫了起来，一口下去，眼泪再次流了下来。老板怎么了？是不是又想起妈妈的味道了？什么妈妈的味道？我是吃的太快，被这辣椒给呛到了。经过这合成辣椒的刺激，想必周老板的味蕾已经进一步被激活了。以后还是叫我叶神医吧。老板，你吐出来啊！老板您还好吗？用不用给您叫个救护车？周老板摆摆手，不必了，不是这面条太辣，而是我几年没怎么吃辣了，一时没有防备大意了。周老板又吃了一口，张秘书紧紧盯着，果然这一次周老板并没有被辣到。我教给你个吃辣的诀窍，这食物要是太辣就要吃得慢一点，口腔里的辣没事，千万不能辣到喉咙，要是辣到喉咙，就是我刚才那个样子了。老板，你是这个？虽然这臊子面很辣，但是辣味仅持续一会就消散了。对了，小张啊，我有个想法，不知可不可行？什么想法？工人们都说工地这边的食堂差，不愿意去吃。你说要是咱们提前跟他们解约，让小海接手这个食堂呢？主意是好主意，但是外包的那边不是说是您朋友的吗？什么朋友？不过是一个熟人的朋友罢了，我还没找他算账呢。他们来的时候可是跟我保证了，说让工人们吃饱吃好。可这2天我发现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在他们那边吃，还要自己花钱去外面。我原本是为了让大伙吃得好，所以才让他们来的。结果你看看现在。那老板您的意思？你回头问问小孩想不想接手，告诉食堂那2口子，让他们收拾东西，给爷麻溜的有多远爬多远。好的，老板。男人在工地摆摊卖盒饭，只见他左手放入了一些市场挑剩的豆角，右手点了一下全部合成，
这些豆角立刻变成了普通的农家豆角。盒饭卖得越来越快了。随着工人们相互宣传，每天来买盒饭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。寻找一个提高盒饭产量的方法迫在眉睫啊！思考了半天，叶海也没想出个解决办法。算了，先不想了。正好今天收摊早，去影视城看看江浩拍的怎么样了。经过江浩的指点，叶海来到了拍摄地点附近。此时江浩在旁边坐着，他的戏份已经完成了。叶海，你今天怎么来影视城了？当然是接大明星回家啊！少来吧你，什么大明星？就在两人开玩笑的时候，旁边传来一声嗤笑。土包子样还想当大明星，真是长得丑想得美。叶海转头看去，说话的是一个年轻人，应该也是个群演。你瞅啥？瞅你咋地？再瞅一个试试。试试就试试。算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和这种人计较什么？小样，吓唬谁呢？放开我！我看这种人就是欠收拾。直到上了车，叶海胸口还憋闷得很。其实倒也不是对方一句话就能让他生气，关键是对方那轻蔑的语气，仿佛高高在上一样。那个人难道不是群演吗？是群演，但是之前演了一个网剧的男三，还在网上小火了一把，所以在群演里，他这种算是混出头了的。那不还是群演吗？乞丐中的霸主不还是乞丐吗？消消气，干多了啥人没见过，我都习惯了。有些人就是觉得自己天生是主角，把谁都不放在眼里，总有能治他的人。咱靠的是演技，不是战绩。我都饿了，咱们快回去吧。回到出租屋，江浩满怀期待地坐在桌子旁等着今天的饭菜，结果端上来的时候，江浩傻眼了。怎么全是鸡蛋？仓库里的鸡蛋太多了，买回来也没怎么吃，这不寻思消耗一下吗？那好办啊，煎鸡蛋、炒鸡蛋、鸡蛋糕、荷包蛋蛋炒饭都可以加进盒饭里啊。再说了，现在天冷，鸡蛋又不坏，慢慢吃呗。不行啊，我明天又要去买鸡蛋了，这些必须尽快吃完，要不然会越来越多的。都吃不完了，为什么还要买？因为鸡蛋之所以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格，全靠购买量大，而且每周都要拿货，否则是不会有这么低的价格的。那明天多做几个和鸡蛋有关的菜不就行了？我也是这么想的。那做什么菜比较好呢？其实我觉得你那天做的红烧荷包蛋就挺好吃的。那就红烧荷包蛋、剁椒荷包蛋和糖醋荷包蛋，一天做一种，看看哪个最受欢迎。再把米饭拿出一半换成蛋炒饭。好，就这么办。第二天，叶海果然将鸡蛋加入了今日菜单之中，白米饭和蛋炒饭。叶海的主食第一次出现了两种选择。今天新增蛋炒饭和白米饭是一样的价格。真的吗？看这蛋炒饭里的鸡蛋不少啊。小海啊，今天菜市场鸡蛋促销了吗？蛋炒饭竟然和白米饭一个价格。叶海没敢说实话，而且说了也没人信，只是点了一下头。你这样做就对了，什么便宜你就买什么，不要考虑太多，只要量大管饱，什么都行。对，食材太贵，盒饭价格上去了，我们也舍不得吃啊。现在这样就挺好的。你要是倒闭了，我们上哪里去吃这么好吃的盒饭啊？总不能再回去吃那难吃的食堂吧？其实我……别解释，我们都懂。过年期间菜价格是最贵的时候，我前2天跟我老婆打电话的时候，还顺嘴问了下价格。我老婆说她都做不出这么便宜又好吃的饭菜来。看到那一双双真诚的眼睛，叶海被感动了。虽然经过系统合成后的食材质量肯定没问题，但是用最便宜的食材合成，叶海心里还是有些过意不去。正当叶海感慨的时候，一个粗壮的妇女拎着一个勺子大步走了过来。就是你小子天天在门口摆摊抢我的生意。这妇人一出现，周围的工人们顿时都皱起了眉头。洪大嫂，你这话说的就没道理了吧？就是你说别人抢了你的生意，你做那饭菜是人吃的吗？你家天天就是那几个菜，没有肉不说，有肉也都是囊踹。有一次我好不容易看到一块肉还不错，等翻过来一看，嚯，好一头老母猪呀！看这样子，奶过10胎都不止了。你们一个个的不想吃老母猪的肉，难道想吃那小香猪身上的肉啊？美得你们！我告诉你们，别说这几道菜，再敢在背后说我坏话，明天我让你们连这菜都吃不上。你爱做什么做什么，反正我们不去吃。对，那几道菜你留着自己吃吧。你们，哼！洪大嫂走后，周围人纷纷开始跟叶海吐槽起来。叶海兄弟，你可要天天来啊！你要不来我们就惨了。刚才那个就是工地食堂的负责人，是夫妻俩，男的叫老洪，女的叫洪大嫂。就他们做的那个饭菜，我们家给猪吃的时都比他们做的好。对，我证明他说的都是真的。原来这个工地的食堂这么坑的吗？也是，如果不是他们这么坑，又怎么能轮到我来这里赚钱呢？放心吧，各位大哥，我保证每天都来这里卖盒饭，绝对不会让大家饿肚子的。男人在工地摆摊卖盒饭，由于销量太好，前脚刚被小混混骚扰，后脚又被食堂举报。这年头想好好摆个摊也太难了。盒饭卖盒饭了，有荤有素，吃不饱还能续饭。您好，接到举报说这里有人非法占道经营，请您抓紧离开。你们为啥直奔这里来了？那边几个不占道吗？离你们的车可近了，你们下车应该就能看到。一看到工人们都指向这里，大家原本惊慌失措想要逃走，但是他们发现城管好像并不是朝着他们来的，顿时放下了心，不但不走了，反而留下来看热闹。
自从那个盒饭来到这路之后，我这小吃摊子生意一天不如一天。是啊，除了偶尔有人吃腻了盒饭想要换换口味，否则根本就没生意。这几天叶海的出现让他们恨得咬牙切齿，所以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众人都希望叶海被赶走，这样他们就能继续在门口赚钱。毕竟他们每天的销量不至于让食堂翻脸。今天是个好机会，这一看就是工地食堂的人举报的。我就说嘛，那小子天天这么抢生意，食堂的人一天两天看不出来，这都半个多月了，还能发现不了吗？请不要阻碍我们执法。众人被驱散，城管走到了叶海的车前。如果再不离开，车子及工具进行没收处理。如果说占道经营，这里也算不上是道路啊。的确，这里算不上道路，或者说是还没有开通的道路，只有等这里的工地施工完成之后才会开通，这就很难判断了。那你有卫生许可证吗？食堂老洪的一句话仿佛点醒了众人。那小子肯定没有这些证件。那你有吗？我也没有。我有证件。你说什么？警察叔叔，我举报他撒谎，建议严查。不怪老洪夫妇惊讶，因为在他们眼里摆摊的小贩没有几个是有证件的。请出示您的证件。叶海从驾驶室里拿出了几样东西，不只有卫生许可证，还有健康证和厨师证。作为一个练习2年半的厨师，后面这2个证件是叶海原本就有的。至于这个卫生许可证，是那天差点被乌鸦掀了摊子之后办的。他怎么可能有证件一定是假的？警察叔叔，我举报他们作假，这是罪加一等啊！这证件没问题啊，你们看清楚了，这是真的。刚才他们都已经承认了。警察叔叔，我举报。慢着！此时有人不慌不忙地从人群中走了出来，原来是张秘书。张秘书，你怎么来了？周老板的食欲近来可好啊？食欲好多了。对了，我们老板不是打过招呼了吗？这是……为首的城管转头看向一旁的老洪夫妇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这里就不麻烦你们了。告诉你们个消息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可以走人了。什么？你要赶我们走？不可能，我们可是周老板的朋友介绍来的，你就不怕你老板得罪人吗？你不过就是个小小的秘书。他们夫妻俩的话还没说完，手机就响了起来。一看来电显示，老洪赶紧将手机接起，结果电话那头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通怒骂。妹夫，你别生气啊，这周老板不是你的朋友吗？他们不敢开除我的，要不然得罪了你。周总可比我厉害多了，是我求着才接触到这层关系，你少在那胡说八道，给我得罪人。是。人被赶走，大家彻底松了口气。张大哥，谢谢了。举手之劳罢了，是他们自己要往枪口上撞。他俩来这里开食堂是经过老板一个熟人介绍的，这才几个月，食堂就已经快没人吃了。所以叶海兄弟，我们老板想要问你，想不想接手这食堂？叶海张大了嘴，有点反应不过来。这是好事啊，叶海兄弟，快答应吧。行倒是行，只是叶海兄，你别为难，我们老板说了一切都按照你愿意的方式来。你同意的话，一会儿卖完这些盒饭，我们进去详聊。好。张秘书走了，叶海继续销售着剩下的盒饭。感谢各位大哥对我的支持。谢什么？你要是像大老刘那样天天卖剩饭的话，我们也不会支持你的。对啊，等你接管食堂，我也就不用跑这么远了。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卖完最后一份盒饭，叶海跟着众人一起回了工地。经过马哥的指点，叶海顺利的找到了周老板的办公室。周老板已经将今天的牛肉面都吃完了，不光是面，连汤都没剩下。此时周老板食欲进度条已经达到了100%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13，奖励1经验值50点，奖励2海量金钱8888，奖励3火攻精通小课堂。同样3星的任务，这次居然给了这么多钱，这是3星任务里给钱最高的一个任务了，而且还送了一个小课堂，我的厨艺又能精进了。来了，小海、小张，快端茶。不一会，张秘书就把茶水端了过来，端来茶水的同时还带了一份合同。周老板，我之前就是一餐馆打工的小厨师，合同什么的看不懂啊。3个字我都认识，组合到一起里面有没有什么陷阱，我也看不出来啊。你听我给你讲，之前的食堂老洪是按照每月吃饭的人头数，月底统一结账。鉴于我对你人品和厨艺的信任，咱们换一个合作方式。工地目前有300人左右，早餐2元，午餐和晚餐都是15元，一天是32的餐标，每天就是9600，一个月是288000元。不管多少人吃饭，我每月直接拨款30万，剩下的就算做其他乱七八糟的费用。小海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既然周老板这么相信我，那我也相信您，就按您说的办吧。丁，随机任务14，接手工地食堂打卡60天，任务完成将获得海量金钱奖励，还有随机珍稀道具掉落，难度4颗星。男人第一天承包工地食堂，一个人给300多个人做饭。只见他左手点了一下一件切丝，右手点了一下一件切块，不过片刻，堆积如山的食材就处理好了。一键切菜的功能真是方便，如果要是再有个一键做菜的功能，那就更好了。老张啊，今天这工地的食堂是不是换厨师了？菜做的怎么这么好吃？你也吃出来不对劲了，原来的菜做的难吃不说，就连那锅里的肉还没我碗里的多。
你们还不知道吧？之前食堂做饭的老洪夫妇因为偷工减料被周老板解雇了，新来接手的是一个在咱们工地门口卖盒饭的小青年。我知道，听其他人说他不仅菜做的好吃，而且用的都是真材实料，价格还便宜。只不过这食堂已经交过了钱，再花钱去外面吃属实有点舍不得。我也是，得亏这个小青年接手了食堂，要不然不知道还要再忍受那个老洪夫妇多长时间。进来吧，老板，晚饭来了，今天的菜是番茄牛奶。咦，往常不都是面条吗？今天怎么换成大米饭了？这肥肉入口即化，瘦肉已经进入了西红柿的香味，真是完美的结合呀！牛奶配上酸甜可口的西红柿，不仅不会让味道变得怪异，反而会十分开胃。这菜是谁研究的呢？高嘴里就得进。刚开始听小海说老板的厌食症已经治好了，我还不信，现在看老板这吃相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。来到叶海这边。小海啊，今天第一次接管食堂，我看大家的反应都很不错啊。我和周老板果然没看错你。张大哥过奖了，就是有一点不太适应。小海有什么问题，你直接讲，我帮你解决。原来在门口卖盒饭的时候没那么多人，来到食堂之后，大家都在这吃饭，有点忙不过来了。这简单，白姐你来一下。我给你介绍我们工地的白姐，之前她和她丈夫一起来的咱们工地，因为工地上能让她干的活不多，周老板索性就让她在食堂工作了。老洪夫妇走后，正愁着不知道怎么安排呢。这时，一个看着40出头的妇女走了过来，虽然长得不是很出众，但是身上干干净净的。张秘书将事情和对方一说，对方表现得很激动。张秘书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您平时就负责早上煮粥、做小菜之类的，然后顺带帮忙打扫一下卫生。好。和白姐交代完了工作，叶海满身疲惫地回到了出租屋。一进门就看见江浩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。怎么了，大明星？咋蔫头巴脑的呢？你得支棱起来啊！叶海，要不然我去工地食堂帮你打下手吧。听见江浩的话，叶海感觉到了不对劲，因为他知道江浩从小就有个演员梦，是演员梦，不是明星梦。就连平时看书看的都是演员的自我修养，几天前还充满了斗志，怎么突然就想去工地食堂打下手了呢？察觉到了问题，叶海并没有直接询问。正好我明天中午有点事情，你帮我去食堂盛饭，等我忙完了再回去接你。好。第二天，叶海早早就起了床，因为他要去工地食堂看看白姐的工作情况。这油条的味道好香啊！白姐，早餐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，这是今天的早餐，有油条、大米粥、茶叶蛋和各种小菜，都是按照您的要求制作的。好，辛苦你了。刚到6点，已经有速度快的工人来食堂吃饭了。老刘，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吃饭了？昨天听说食堂换人了，做的还不错，这不一大早上就过来看看怎么回事吗？果然不一样啊！以前一过来就能闻到蛋花汤的腥味，今天闻到的却是油条的香味呀！自从来了工地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油条呢。油条费时又费力，哪有蛋花汤轻松啊？老洪那两口子是不会做的。小菜和粥吃完随便续，茶叶蛋1人1个，油条1人2根。不要看只有2根，个头可是不小啊！大家排着队，依次领取着属于自己的早餐。张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平时也来工地食堂吃早餐吗？周老板让我来看看今天早上都准备了什么菜。虽然看起来花样不是很多，但是味道和分量绝对是没问题的。让大家吃饱才是最重要的。老板，早餐来了，来尝尝我们工地食堂的早餐。我才不吃呢，就你们那食堂做的东西，还是算了吧，还不如我做的好吃呢。坐在旁边的时髦女人是周老板的正牌老婆。周老板之所以食欲不振，和他多多少少有点关系。你尝一口，我们工地食堂换人了。看着还像那么回事，我就尝一口。做的不错，之前那食堂的夫妇早就该换了。对了，他不是你朋友介绍的吗？怎么换人了？偷工减料不说，你自己都说了做的还不如你做的好吃，那不换还等什么呢？你到了中午，叶海简单交代了几句就找借口离开了。耗子，白姐，我有点事离开一下，中午盛饭的工作就交给你们了。好，你就放心去吧。离开之后，叶海开车直奔影视城，因为他知道直接询问缘由，江浩是不会告诉他的，所以他决定去影视城转转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。男人的室友在影视城当群演，每天勤勤恳恳，事业蒸蒸日上。就当男人幻想着成为明星家属的时候，叶海，我不想当演员了，以后我去工地食堂帮你打下手吧。看得好好的，怎么就不演了？放着大明星不做，来食堂打什么下手？还是不要问了，你就说行不行吧？哎，行吧，正好我明天中午有点事情，你帮我去食堂打饭，等我忙完了再回去接你。不告诉我是吧？那我就自己去调查。昨天的事你听说了吗？什么事？有个群演被打了。又有什么瓜了？仔细说说。我操！兄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刚才听见说有瓜吃，我就来了。你们继续讲。这么多群演凑在一起，平时肯定有矛盾啊。然后他们就打起来了。对啊，打起来了。兄弟，能不能展开讲讲？
马上就要换戏服了，我就给你讲个大概吧。原来我们这剧组有一个小网红叫徐坤，说是网红也不过就是之前拍过一个网剧，积累了那么一点粉丝。但是人家不这么想啊，天天把自己想象成大明星。我说他就是运气好，这不，前2天试戏一个男配角没选上，被一个不知名小群演给抢了。这徐坤不服气，这几天明里暗里挤兑对方，昨天还借着拍戏将人打了一顿，还扬言让他在影视城混不下去。果然，那导演再也没有给他打过电话。这人也太惨了吧！对了，被欺负的人叫什么啊？好像叫江浩吧？你确定吗？这有啥不确定的？那天导演夸他的时候，我听得一清二楚。说实话，那兄弟长得可以，演技也不错，反正比那个徐坤强。嘘，小声点，别被人听到了。我听说那个徐坤傍上了一个富婆，拿下那个小角色不在话下，别让他听到，回头我们也待不下去了。你怎么不早说？那咱们赶紧走吧。此时叶海眼里全是怒气。刚才听见他们说马上要换戏服了，跟上去看看。叶海跟着之前的2个群演来到了拍摄场地，此时正好副导演过来招呼，大家都过来一下，接下来这场戏你们就在这来回走，充当背景，记住不要说话，不要有太多面部表情。听到这里，叶海从戏服堆里挑选了一件差不多大小的戏服穿在了身上，跟着群演走进了拍摄场地，来回走了几圈，叶海就发现了徐坤的踪迹。应该就是他了。上次在影视城见过这人，还差点起了冲突。还有他这拽了吧唧的样子，没跑了。叶海一边装作在逛街，一边伺机靠近徐坤。当对方满脸傲气的走过来时，叶海假装没站稳，直接和对方撞到了一起。不是你怎么回事？走个路不长眼睛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脚底绊了一下。拍戏的过程中绊脚的事情时常发生，因为这些道具服装都不是合身的，所以大家都不是很在意。徐坤受不了这个委屈，朝着叶海就扑了过来，2人瞬间扭打在了一起。可身为演员的徐坤哪里是厨师叶海的对手，更何况叶海还有系统的一键欺骗功能。都给我住手！此时剧组的大导演赶了过来，叶海听见声音转头看去，却看到了之前邀请他去做寿宴的那位陈先生。陈先生，完了，闯祸了！这是怎么回事？陈导都怪他走路不看道。我是网红，撞坏了对咱们剧组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啊！什么网红我不知道，我就知道我说过不许任何人在我的片场里闹事。徐坤一滞，朝着身后望了一眼，叶海也朝着那边看了过去。只见休息区坐着好几个女性，其中有2个看着尤为贵气。陈导，这人是我的一个。就在2人沟通的时候，副导演拿着摄像机走了过来，陈导和贵妇都凑了过去。在视频中看，果然是徐坤先动的手。陈导，这人明显是故意的啊！还在狡辩，你要是不想演了，可以跟着他一起离开。奈何叶海演技过于逼真，加上陈导明显更加偏向叶海，贵妇见情况不对就默默离开了。保安，把这2个人给我赶出片场。经过此事，他们2个想要跟着陈导拍戏是不可能了。可叶海根本不在乎，因为他就是混进来搞事情的。都怪你，这下好了，谁都别演了。等等，先别走。听到赵同虎的呼唤，徐坤愣了一下。虎哥，我就知道陈导肯定不会赶我走的，假装赶我走都是给其他人看的，他怎么舍得赶我走？我可是网红自带流量啊！小海，你先别走，陈导说他想要见你。哎，都是老朋友了，还这么客气干嘛？赵大哥带路吧。赵同虎带着叶海来到休息室，此时陈导正和另一个贵妇聊着天，看见2人走了进来，贵妇打了声招呼离开了休息室。陈导，我不知道这是您的片场，我也不是群演。我知道群演这边的事情，胡子有时候也会去帮忙。你要是群演的话，我早就知道了。对了，能给我说说刚才是怎么回事吗？叶海把刚才打听到的事娓娓道来。反正这种人，我兄弟能忍，我忍不了。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，真是把自己当成明星了。这个徐坤打架闹事不是第一次了，之前试镜了一个小角色没通过，可他还不死心，事后跟那个谁勾搭上了，一遍遍的来问我，烦死了。一个群演罢了，你去联系一下这附近的其他剧组，连带着他的同伙一块封杀了算了。好的，我这就去。小海，你那个朋友叫什么？之前有一个群演来这试镜，您还夸他有天赋来着。他是不是叫江浩？对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件事我也有责任。小海，你回去告诉你兄弟，明天来我这里试镜。好的，陈导。由于一会还要拍戏，陈导和叶海没有聊得太多。回到工地食堂，工人们都已经吃得差不多了。回来了，叶海，我特意给你留了2份盒饭，快趁热吃吧。就在此时，周老板走了过来。小海，你过来一下，我给你介绍个人。好的，周老板。抬头一看，叶海愣住了。是你？男人第一天承包工地食堂，一个人给300多个人做饭。只见他左手点了一下一件切丝，右手点了一下一件切块。不过片刻，堆积如山的食材就处理好了。小海，你过来一下，我给你介绍个人。好的，周老板。抬头一看，叶海愣住了。是你？这不是影视城那个富婆吗？您是演员吗？不是，今天去剧组看个朋友。对了，我叫张冰，你叫我冰姐就行。难道你们认识？叶海将剧组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。竟然有这种事情，下次你不要这么冲动，有什么事情跟我说。好的，周老板。回到大院厨房，叶海正在准备今天晚上的盒饭。叶海，你不是说中午有事情吗？怎么跑到影视城去了？去影视城拜访了一位老朋友。
明天早上你可以去剧组试镜了，我已经打好招呼了。真的吗？那个许坤以后不会出现在影视城了。没想到你在影视城有这么大能量，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行了，快出去吧，我要准备晚饭了。不需要我帮忙吗？忙了一中午，你快去休息吧。好。好险，差点就被发现了。下午5点，叶海和江浩准时到了食堂，白姐已经把米饭准备好了。白姐，一会还要麻烦你把明天早上的面和出来，一半用来炸油条，一半用来炸馒头片。对于炸馒头片，叶海有自己的见解。在油炸之前，先将馒头片在水中浸泡一遍，等到油温5成热的时候下入馒头片，这样炸好的馒头片不仅金黄酥脆，还不会因为馒头吸入过多的油而感到油腻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炸馒头片？想啥呢？这又不是给你做的，别忘了明天早上还得去剧组试戏呢。不是还有你的8手面包车吗？你开车送我不就行了？哎，早知道就让你自生自灭了。第二天吃过早餐，叶海开车带着江浩前往剧组。耗子，一会中午我给你送饭。不用了吧，试完戏我就可以回出租屋了。昨天陈导和赵哥说怀念我的手艺了，需要你帮我送进去。哦，原来不是给我做的啊。行了，快去吧，中午给你也带一份。影视城这边，陈导早就收工了。今天不对劲啊，陈导每天恨不得饭都凉了才收工，今天怎么这么早？不知道，可能他今天没吃早饭吧。那也不对啊，我看他没去吃饭啊，在那溜达好几次，好像在等什么人。人家大导演还需要你管，抓紧吃你的饭吧。陈导，这是叶海托我给您带的盒饭。江浩，坐下一起吃吧，正好聊聊你这个角色。江浩喜出望外，他还不知道这是又吃到叶海给他带来的红利了。来，一人一份，这盒饭的味道绝对超出你们想象。谢谢陈导，我就不吃了，我让助理订饭了。可话刚说完，他就后悔了，这盒饭的味道实在是太香了。顾野，你的盒饭好香啊，这就是咱们剧组的伙食水平吗？早知道这剧组的伙食这么好，我何必每天单独订饭啊？是啊，不过感觉今天的菜格外的好吃，不仅材料丰富，还特别的入味，你要尝尝吗？算了，2人吃一份成何体统，更何况就是个盒饭而已。好啊，奇怪，我为什么要说好啊？顾野抽出一副没用过的筷子，直接递了过去。入口即化，肥而不腻。这盒饭好好吃啊，都怪我一时冲动，哎，想吃又不能坏了自己的人设。我吃完了。就吃这么点，再吃一点啊。不吃了，我的盒饭应该到了。回到车上，林妙彤看着助理准备的盒饭，忍不住嘴角一抽。怎么了，小姐？你看起来不高兴啊？这饭菜看着远不如剧组盒饭好吃啊。这饭菜和以前是一样的呀，怎么能不如那剧组的盒饭？算了，和你说了也不懂，你没吃过，永远也不能体会到那种感觉的。另一边，陈导他们已经吃完了盒饭，正在美滋滋的回味讨论。忽然，陈导接到了一个消息。陈导，你快打开手机看看某博热搜。打开手机，陈导一皱眉。某实力小花疑似恋爱，林妙彤和顾野地下恋情曝光。陈导点开视频，松了口气，不过是刚刚林妙彤和顾野一起吃饭的视频而已，并没有什么暧昧的举动。要是换做不太火的导演，或许还能高兴一些，因为剧还没拍就已经有话题了。但是陈导并不高兴，他不喜欢那种乱七八糟的炒作。胡子，你去把顾野和林妙彤喊过来。你不是说你自己订饭了吗？怎么又吃上剧组的盒饭了？还跟他吃的同一盒，还好是在剧组，您自己向粉丝回应一下吧。林妙彤和顾野对这件乌龙事件都很无奈，都怪这盒饭实在是太香了。对，都怪这盒饭，要不是这盒饭这么好吃，我也不可能让妙彤品尝啊。这件事情的发生，盒饭确实有责任，以后我们订盒饭的时候就不带你俩了。来到叶海这边，怎么了，赵大哥？小海一会有没有时间？有点事情想和你当面聊聊。好，我给你发位置。赵大哥，什么事啊？怎么还亲自跑一趟？是关于盒饭的事。赵大哥，你该不会是让我给剧组送饭吧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是忙不过来吗？确实是忙不过来了，你们那边的人数也不少。不用做群演的，做工作人员的就行，30人左右可以吗？我们的饭菜虽然卖得贵，可味道真是不咋地。而且今天吃了你的盒饭，真是回味无穷啊！赵大哥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那就交给我吧，标准就和工地食堂一样。没问题。送走了赵同虎，叶海躺在床上发着呆。虽然有一件洗菜切菜，但一些琐碎的事情还是很辛苦的，要不然再雇一个帮手吧。仔细想想，没必要。收个徒弟呢，暂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，哎，以后再说吧。男人第一天承包工地食堂，一个人给300多个人做饭。只见他左手点了一下一件切丝，右手点了一下一件切块。不过片刻，堆积如山的食材就处理好了。虽然有一件洗菜切菜，可每天给几百号人做饭，就算有系统也扛不住哦。白姐，感觉现在食堂工作强度怎么样？还好吧，现在每天只需要准备早餐，比之前轻松多了。怎么了，小海？这不前几天刚接了一个剧组的订单吗？感觉负担有点重，还得需要白姐你分担一些工作，工资这一块好商量。白姐欲言又止。怎么了，白姐？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就是。小海，我想和你学点手艺，等到将来回老家了，我也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早点摊子。没问题，我多教你一些。
0，支线任务15，收满10个徒弟。任务开启后，激活师徒模块，任务完成将获得海量金钱奖励，还有随机珍稀道具掉落，难度6颗星。居然是6星级任务，还有不需要抽奖也可以激活模块，真是第一次遇到。回到出租屋，叶海躺在床上仔细研究这个师徒模块，他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了第一排，下面目前只有一个分支，就是白净。看来只要双方都承认师徒关系，就会被自动录入模块，而且师徒之间原本很多只能靠道德约束的东西，在这里成了实质性的条款，违反协议会受到惩罚，具体是什么惩罚暂时还不知道，这样也好，省得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。还有一点，每个徒弟是有等级的，白姐现在就是个0级新手，她每升1级都能给我带来经验值，级别越高获得的经验值也越多，并且还会有随机的奖励。这个模块看起来还不错，明天先给白姐讲一下规则，然后就可以上课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叶海每天都早早过来教白姐做早餐，豆腐脑、蛋宝宝、油炸糕、韭菜盒子、土豆丝卷饼，通通倾囊相授。就这样，从正月到2月，从2月又到了3月。之前的任务需要食堂打卡60天线已经过了53天。就在这天，张秘书找到了叶海。小海，我和你说一件事。张大哥，是不是你们的工程要结束了？对，你知道了。是啊，我看该盖的都盖完了，而且最近吃饭的人也少了很多，应该是已经奔赴下一个工程了吧？那倒不是，是老板给他们补了年假，但是新工程确实下个月就要开工了。老板让我问问你，愿不愿意跟我们到下一个工地去？你放心，也是在本市。张大哥，给我几天时间考虑一下吧。那当然，你好好考虑一下，差不多1周内就要结束了。饭菜你逐渐减量吧。好的，张大哥。回到出租屋，叶海躺在床上思考着以后的路该怎么走。这2个月一共收到了周老板转过来的食堂费用，总计60万，再扣除各种费用后，净利润甚至达到了20来万。现在工程要结束了，是时候要考虑一下将来了，比如说主线任务开一家小店。叶海想什么呢？我在想要不要开个店。开店？你现在不是已经挺忙的了吗？怎么还要开店？工地那边快完工了，周老板问我要不要跟他去下一个工地，我不想去，觉得还是自己开个店比较好。挺好的，你怎么做我都支持你，而且我这里的剧组源源不断，一合作就是几个月，我这些日子认识了一些剧务，都是赵哥带着我认识的，回头我去帮你宣传。那我决定了，我就开个快餐盒饭的店，明天我就出去找店面。好，明天我跟你一块去。对了，剧组明天出去拍外景，赵哥让我提醒你，明天不用准备盒饭了。江浩一边说着，一边在群里发了条信息：我兄弟想要开店，需要个店面，有资源的兄弟请艾特我。第二天一早，两人先去附近吃了早点，一人1笼小笼包，再加上1碗馄饨。馄饨还可以，这包子就不太行了，可能是前一天提前包好的，该有的肉汁根本就没有，肉馅干巴巴的，跟面团粘在一起。等工地那边结束了，我闲下来，我让你尝尝我的包子。其实你现在也可以做包子啊，天天都是米饭炒菜，大家也会吃腻吧？是个好主意。在附近转了一圈无果，二人回到了出租屋。白姐，今天中午咱们包包子，麻烦你帮我准备一些包子皮。你还真要包包子啊？对啊，说到做到。来到大院厨房，叶海先是用一件洗菜切菜，制作出了4盆肉馅，然后开车拉到了工地食堂。此时，白姐已经把包子皮准备好了。白姐，馅已经和好了，准备包包子吧。经过叶海将近2个月的培训，白姐的手艺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仅仅过了2个多小时，两人就包好了几百个包子。小海，今天都有什么菜啊？今天吃包子。包子好啊，而且我好久没吃这种大包子了。都有什么馅啊？共4种馅，酸菜的、圆白菜的、韭菜的和萝卜的。一样，先给我来一个。我也一样。很快这些包子就见底了。小海，我要走了。什么时候？上哪去？回老家了，下周4晚上的火车。那白姐，你以后还回来吗？不回来了，老家离这里很远，仔细算出来5、6年了，孩子都上初中了，该回去了。我们2口子商量了一下，就在孩子学校附近开个店，开个早餐铺子。是啊，多亏了小海，你教我这么多的东西。怎么了，耗子？叶海，我看好了一处店面，你快过来看看。这么快？快把地址发过来。男人打算在影视城周边开一家小餐馆，本来想靠着捡来的系统赚个盆满钵满，可刚刚进行到第1步，他就被难住了。这是第1家店面，虽然位置比较偏僻，在贝因的街上，但价格比较便宜。另外2家，一家在街面位置很好，但是店面很小，还有一个位置在拐角，虽然面积也不小，但是价格比较贵。这就很难选择了，感觉这玩意挺玄学的。有的店面很小，位置也不好，但是人却很多；有的店铺开在闹市，人流量很大，可偏偏就开不起来。我感觉这里就挺好的。为什么不选择人流量大的那家呢？你刚才也说了，那店铺之前是开饭馆的。对啊，但是开饭馆的不好吗？这样不是还能有回头客找来吗？要是他生意好，又怎么会关门呢？生意好的店铺大部分都是不会转让的。这样想想也是啊。而且旺铺都是被人盯着的，尤其是在影视城这种地方，好地方又怎么可能空这么长时间呢？原来如此，还是你经验丰富，我都没想到这一点。不过就是有一点不好，这里距离影视城是很近，但是离着咱们住的地方就远了一些。咱们也该换个地方住了。
之前2个人初来乍到，因为兜里没有钱，所以临时住在了那个大院里。现在也该换个地方了。2人正说着，房东就进来了。你们要租房子啊？那正好，我这楼上也出租。叶海，这是房东陈姐。你们一共几个人住啊？就我们2个人。跟我上楼看看吧。这个店面一共有3层，第3层算是个杂物间之类的阁楼，没多大地方。2层很宽敞，有2个房间和一个大客厅，还有一个卫生间。叶海感觉很满意，便看向了江浩。你觉得咋样？这可是我群里哥们看过最好的地方了。陈姐，这房子什么价啊？我兄弟事业刚起步，我也就是个小群演，太贵了，可租不起啊。价格好说，我家不住在这里，就是想找个人看房子。之前在这里的是我一个亲戚，也是开饭馆的，后来倒闭了，1个月5000的房租，如果加上上面2层，1个月1万，怎么样？1万块啊！叶海虽然有钱，但是钱要用在刀刃上，何况创业初期他手里这些钱还不知道够不够用呢。陈姐，实话和您说，店面房租5000我能承担，但是如果楼上也是同样价格的话，这不是我们俩能承担的。影视城附近这价格不贵了，而且3层的阁楼面积也不小。见房东陈姐不肯松口，叶海拉着江浩转身就走。小兄弟别走啊，咱们再商量商量。几人经过一番商量，最终以每个月8000的价格敲定了下来。叶海咬牙直接付了半年的房租，转眼间存款就少了5万，现在滴血啊！回到车上，2人商量着要怎么装修。房子确实需要装修一下，尤其是1层的餐馆，不知道之前是什么样的人经营，墙上黑乎乎的。就算是快餐小馆子，人来人往的难免脏，但也不能脏成这样啊！难怪倒闭了。装修的事情一会再说，咱们现在先找江大爷、江大妈商量一下退租的事情。回到大院，江大爷、江大妈，我们就搬到向梁大道那边去。虽然开车过去要绕大圈，但是你们走过去还是很快的。以后想我来就直接过去吃，不收钱。去，我们肯定会去的，但是不收钱可不行。对了，你们什么时候搬走啊？过几天吧，那边的房子还要收拾一下。好。转眼就到了周4，是白姐回老家的日子。白姐，这钱你收下，咱们好歹相识一场。你要开店，这就算是我提前随的贺礼吧。小海，谢谢你。叶海还打算将白姐送到火车站，不过这时张秘书走了过来。小海，明天不用做饭了，工程提前完成，今天晚上人全部撤走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件事你想好了吗？我想好了，我就不和你们去下一个工地了。我准备自己开一个盒饭快餐店，地方我已经找好了，就在影视城斜对面的向梁大道。张秘书沉默片刻，抬起头，还真让我们老板猜对了。周老板猜什么了？他说小海，你是个有抱负的人，绝不可能一辈子就守着个食堂。他还说开个小店只是你下一步，你将来会走得更远。叶海嘿嘿傻笑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张大哥，你说。你们快餐店能送外卖吗？我们工地下月开工，每天可能需要几百份的外卖。能送外卖，在什么地方？张秘书给他发了一个定位，距离自然是比影视城后面那个工地远，开车30分钟能到。好，没问题。今天晚上叶海准备了好几个菜。今天菜好多啊，都是我爱吃的。有土豆牛肉就很知足了，没想到还有红烧小鸡腿。可能今天是咱们工地最后一天了，所以小海多做了几道菜。众人议论纷纷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14，奖励1，经验值200点；奖励2，抽奖机会1次；奖励3，金钱18888元。60天的打卡终于完成了，18800的钱虽然不多，但是白嫖1次抽奖机会还是可以的。旁边众人还在聊着。我跟着老板这些年，小海接手食堂这2月是吃的最好的。小海，你不跟我们去下一个工地吗？叶海摇摇头，大家顿时都沮丧了。那我们以后吃什么呀？不会又要像以前那样吧？就老洪他们2口子做的饭菜，那是人吃的吗？大家不用太想我，等你们工地开工的时候，说不定还有惊喜哦。小海，你什么意思？好像是说开工有惊喜。是不是叶海这小子唬我们？他其实早就答应老板跟着我们过去了。男人在影视城旁边开了一家小餐馆，还没开业就有很多人前来拜访，不过他却并不高兴，因为这些人实在是太奇葩了。终于搬完了，工地那边下个月才开工，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了。搬家搬得我肚子都饿了，先把今天剧组那边的菜炒出来吧。我操！你怎么进来的？怎么一点声音也没有？我这里还没开业，做不了菜给你吃啊。兄弟，你误会了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，再过来我可就打电话叫帽子叔叔了。你怎么了？我就是想问问你买不买菜刀？买，有事好商量。你先把它放下。兄弟，你真爽快。你这造型我敢不爽快吗？哎，这些人的嗅觉也是灵敏，我连招牌都没挂都能找上门来。上午刚来了个推销饮料的，现在又来了个推销菜刀的，真是一个比一个奇怪。家人们上票啊！我真是太难了，咱们要找的那家盒饭实在是太难找了。不是有人说他在影视城旁边的工地吗？家人们工地我去过了，你们猜怎么回事？之前我托人打听到有人举报工地门口占道接应，现在那里一个摊子都没有了。眼前直播的精神小伙名叫旺仔，他的直播内容就是挖掘各种好吃的东西，尤其偏爱将各种的小街小巷吃各种苍蝇馆子。他的实话实说让他收获了不少粉丝，人气非常高。
还得是旺仔啊，这么隐秘的消息都能打听得出来。切，什么突然问的？我在路上随便拉个工地大叔也能问出来。肯定是因为那家盒饭太好吃了，惹到别人眼红了。旺仔，你别着急，既然是开盒饭摊子，肯定也不会离得太远。你在这附近多找找，我们每天都来支持你。可能是对方已经不再做盒饭了吧，已经找了好几天了。要是今天还找不到的话，我就放弃了。别啊，旺仔，都找了这么久了，别放弃了。对啊，我们再找找。就在此时，旺仔忽然停下了脚步。助理，快跟我来这边！看着前面不停秀着的旺仔，直播间的网友忽然激动起来。他这是怎么了？兄弟，你一看就是新粉，旺仔身上可是有作弊器的。没错，旺仔的鼻子比狗都灵，任何美食都逃脱不了他的鼻子。错了，应该说旺仔的鼻子比猪还灵，因为他不仅嗅觉灵敏，还能吃。关注他这么长时间了，我第一次见他反应这么大。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之中，新来的都明白了，这旺仔不仅从小就能吃，还有一双极其灵敏的鼻子，只要是有好吃的东西，根本就瞒不住他。果然就这样七拐八弯的，还真让旺仔找到了目的地。竟然是一家小餐馆，今天有口福了。咦，这里面干干净净的，没有一个人，只有厨房传来抽油烟机和锅铲的声音，该不会是没有营业吧？家人们谁懂啊？这味道真的很香。不行了，不管他开没开业，我今天一定要在这里吃一顿。他要是同意我就吃，他要是不同意，我砸钱也要吃。您好，请问您是这家店的老板吗？你有什么事情吗？看他这造型，不会是推销手机支架的吧？你不会就是？这人什么情况？不会是精神有什么问题吧？不对，看他这样子，好像在直播，该不会是什么恶搞节目吧？我可是听说过一些人为了流量经常恶搞路人，难道这年头路人都不能满足他们了，需要到店里找人？不好意思啊，你们店开始营业了吗？我能在你们这里吃顿饭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但是我们这里只卖快餐盒饭，而且现在还没开始营业呢，所以才……我能等。旺仔毫不犹豫地回答道，反应快的让叶海差点反应不过来。行，那你就等等吧，保鲜柜里有8+1盒饮料，你可以自己拿。家人们，这就是我要找的人啊！大家快点把泪目打在公屏上。时隔这么长时间，我现在心情很忐忑，希望还是以前那个味道吧。刚才忘问了，两位想吃点什么？我们这边主打就是盒饭，你们要是想要炒菜也可以点。我们就吃盒饭，2素的10块，1荤2素的15块，2荤1素的18，6个菜的30。旺仔愣了一下，30？怎么还涨价了？叶海也愣了一下。你以前吃过我们家的盒饭？对，我吃过你家的盒饭。那天过后，我逛遍了整个城市，却再也没有吃过那个熟悉的味道。今天终于让我逮到你了，所以你为什么要涨价？是因为房租、水电、人工费吗？是这样，我的店现在还没正式营业呢，这些菜都是给隔壁影视城剧组的，人家的餐标比较高。原来如此，家人们，探店齁鼻多真假旺仔说，今天给大家展示的是30元的剧组盒饭，这价格肯定不是全眼吃的了。让我们看看明星每天在剧组都吃些什么。你的盒饭好了，终于上菜了，家人们，让我们开始品尝吧。第一道菜是香菇菜心，这香菇很滑嫩，菜心也特别爽口。第二道菜是尖椒土豆丝，味道也还行，土豆很脆。我去，这尖椒怎么这么辣？小宋，快把饮料给我。接下来让我们尝尝这卤肉，肉刚放进嘴里，刚刚还滔滔不绝的旺仔突然就不动了。直播间的网友纷纷讨论起来。旺仔是怎么了？刚刚还讲得头头是道的，现在怎么不说话了？不会是肉有什么问题吧？我就说嘛，30块钱的盒饭怎么会有这么多肉？肯定是有问题。我看旺仔就是吃得太着急，被卤肉给烫到了。就在此时，沉默了1分钟的旺仔终于说话了：这卤肉竟然……这卤肉怎么了？旺仔，你快说话！这卤肉竟然这么好吃，老板，请问您怎么称呼？我叫叶海。叶师傅，你这卤肉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秘方啊？秘方那肯定是有啊，老叶家卤肉吃过的都说好。家人们，刚才我在外面闻到的香味，原来就是这卤肉的香味。老板，你这卤肉单卖吗？给我来上几斤。结账的时候，旺仔又买了几斤卤肉，准备回家仔细品尝，连同饮料加起来总共250元。出了门，助理小宋偷偷询问：旺哥，这小老板一看就不认识你啊！要是别的店，不仅不会收咱们的钱，还要赠送点小菜什么的。人家为什么要送我？咱们这是免费宣传啊，哥你出场费可不低啊！你觉得这小老板的手艺还需要我来宣传吗？酒香还怕巷子深呢，就他这个小店这么偏僻，能有几个人来啊？你想错了，酒香还怕巷子深，那只能说酒还不够香。小宋，你信不信？用不了3年，这家店肯定会爆火。我不信。小宋心里清楚，旺仔说的火不是卖的火，而是真正的出名。他只是一个卖盒饭的小老板，而且这店面还在一条背阴的街上，要不是旺哥你鼻子灵，咱们不可能找得到，想火怎么可能？咱们等着看吧。男人在影视城旁边开了一家小餐馆，还没开业就接到了来自剧组的合作。面对这海量的订单，男人即使可以一键切菜，每天却依旧忙得不可开交。还没开业就忙成这样，要是开业后可还了得？招聘店员月薪3500，招聘收银员月薪3000。这样就差不多了，也不知道多久能招到人。不管了，准备今天剧组的盒饭要紧。您好，请问您是这的老板吗？
是的，想吃点什么？我们这边主打的就是盒饭，你要是想要炒菜也可以点。不，老板您误会了，刚才我看见外面有招聘广告，请问现在还招人吗？招，你要应聘什么职位？我想应聘店员。你有驾照吗？没有驾照可干不了哦。有，我之前开过一段时间的出租，对本市的路很熟悉。我看你骨骼惊奇，定是百年不遇的奇才，就你了。那老板，我什么时候可以上班啊？就现在吧，正好一会我要把盒饭送到剧组，你就跟着我走一趟看看流程。没问题。对了，老板，那个收银员招到人了吗？还没呢。怎么？你有合适的人选？有，我这就打电话让他过来。老板，人来了，这是我的大学同学，他叫蔡小华，我叫樊中。你俩这姓氏还挺吉利，饭和菜都集齐了，具体情况你们都了解了，没问题的话，咱们现在就可以上班了。走，樊中，我先带你熟悉一下送货的流程。和蔡小华简单交代了几句，叶海就带着樊中去影视城送饭了。这次开车的是樊中，一来可以试试樊中开车的技术，二来叶海可以享受一下当老板的待遇。车子一路平稳，不到10分钟就来到了影视城门口。两人刚一下车，就看见江浩走了过来。叶海，你怎么还带了个小弟啊？这是店里新来的伙计樊中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咱们店里的二老板。啥？我咋还成二老板了？没啥，就是还得麻烦以后大明星火了，别忘了让咱们小店蓬荜生辉就行。没问题啊，等我火了，流量大大的有。对了，你打算给我多少股份啊？经过我的深思熟虑，我觉得1%就够用了，毕竟一共就2个人，给你多少你都是二老板。不过你说过的话可要算数哦。叶海，你竟然耍我！喂，怎么了？老板，店里来了几个人说要吃盒饭，其中一个人还自称是什么网红。好，我马上就回去。回到店里，人已经走了，只剩蔡小华一人坐在台前。看见叶海进来，蔡小华赶忙上前说明情况。老板，就在你们刚走没多久，店里就来了几个客人说要吃盒饭，其中一个还说自己是网红。我和他们说咱们店还没有开业，而且我刚来也不知道价格，可那人说他昨天已经吃过了，还说咱们家一份盒饭30块钱。我越想越不对劲，吃没吃过不说，谁家的盒饭会这么贵？听到这里，叶海哭笑不得。他说的没错，咱们家的盒饭的确是30块一份。这么贵，不会影响销量吗？这些盒饭都是给剧组的，标准比较高，所以会贵一些。等到开业之后，餐馆还是会走平民路线，薄利多销。对了，放在这里的3份盒饭呢？我看他价格给的高，让我给卖了。哎，这是咱们的晚饭啊。老板，你还管饭的吗？看你说的，我一个饭馆还能不管饭？不过今天是没有了，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吧。回到2楼，叶海躺在床上打开了系统。上次完成任务给了一次抽奖机会，这几天一直没顾得上，今天回来的早，正好将抽奖机会用了。进入系统，果然转盘上写着大大的2个字：免费。叶海嘿嘿一笑，直接上去点了开始，转盘由慢到快，又渐渐慢下来，最后停下。叮！恭喜宿主抽中厨艺训练模块，厨艺训练模块即刻开启。和上次一样，依旧是那片空地，依旧是那个老头，只不过这次旁边出现了一些选项：调味、刀工、火攻，暂时只有调味是解锁的。等等，底下还有一排小字，灰色的课程需要用经验值解锁，如果再次学习需要花费现金。好家伙，用免费的抽奖次数解锁了付费的课程，我怎么感觉被套路了？学习了1个晚上，叶海的技术精进了不少。可第2天早上起床的时候，叶海依旧感觉神清气爽。真好，睡一觉就能把知识学进脑子里。要是我上学的时候有这功能就好了。感慨了一番后，叶海打算刷一会儿手机，忽然发现上面有一条信息：叶海，我今天晚上拍夜戏就不回来了。原来这小子昨天没回来啊。叶海嘟囔了一句，给江浩回了一条信息，没想到江浩立马就打电话过来。我去，叶海，你怎么现在才回我？别告诉我你刚刚才看到。昨天睡得早，没看手机。对了，你啥时候收工啊？收工早的话，兴许还能赶上我的早餐。算了吧，我们这结束还有一段时间。对了，叶海，陈导让我告诉你，今天中午的饭不用做了，一会儿都回去补觉去了。好。结束通话，叶海又给樊中发了个信息：今天中午不营业，你们俩就不用过来了。刚好我前几天订的牛肉到了，趁着今天没事，一会去看看。男人在影视城旁边开了一家小餐馆，还没开业就批发了8吨储备肉。只见他左手放入了2块牛肉，右手点了一下一键合成，这些储备肉立刻变成了新鲜的商用牛肉。来，好兄弟，尝尝我做的炖牛肉。这还没到饭点呢，怎么还做上菜了？这牛肉颜色红润诱人，香味直往我鼻子里面钻。等等，你该不会是添加什么科技了吧？那怎么能呢？你快点尝尝味道怎么样？不错，肉质紧致弹牙，牛肉味直冲天灵盖。这道炖牛肉我只能用2个字来形容：牛博一。叶海，你在干嘛？怎么还点上外卖了？不用点了，有这炖牛肉就够了。我想尝试做一份生板牛肉丝，但是不知道用什么调味料，我寻思点一份研究一下。光吃能研究出来什么门道？没有配方你也做不出来啊。那可不一定。以前他品尝美食就是单纯觉得好吃，但是昨天晚上经过了老头一夜的调味培训，各种调料都烂熟于心，想要吃出来不再是难事。而且这也是系统里几个师傅给他出的毕业题目。
生拌牛肉丝，没吃过啊，好吃吗？等我做出来你就知道了。找到了吗？奇怪，我翻了这么多家店，怎么一家也没有？这种菜能上外卖吗？去堂食里查。根据江浩的只是搜索了一番，叶海果然找到了一家店，位置在市中心，来回大概1个多小时。那个兄弟，麻烦你一件事。突然感觉有点困了，我去睡觉去了。对了，叶海，别忘了给我打包一份那个什么啊，对，生拌牛肉丝，感谢。哎，来到车上，叶海找到了那家饭店，直接开启了导航。到这个城市3个月了，他除了影视城周围其他地方基本没怎么去过。如果需要日用品，就在周围小超市买了，所以对这城市不怎么熟悉。跟着导航7拐8绕，叶海终于找到目的地。你好，先生，想吃点什么？来一份生拌牛肉丝，再来。看了看菜单，感觉还不错，叶海索性又多点了几道菜。就这些了，打包带走。在等餐的过程中，叶海到附近转悠了一下。在这待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也没去过市中心。今天一看，确实繁荣，而且物价还算正常，跟我现在住的影视城附近差不多。也有可能是影视城附近的消费偏高了。转了一圈，感觉菜差不多该出锅了。叶海从另一条街绕了回去，走了一半，突然听到了系统提示：叮，随机任务16，报名参加全国厨艺大赛，任务完成将获得海量金钱奖励，还有随机珍稀道具掉落，难度1颗星。美食大赛，据我了解，这系统不会平白无故给任务啊，这次怎么这么突然？想到这里，叶海左右查看，果然，他发现前面的公交站广告台正在替换广告，而那张被换下来的广告就是答案。大哥，你们手里这张是参加厨艺大赛的广告吗？对呀，有事。能不能让我扫个码？我想报名参加。早不来晚不来，我这刚拆完打包好，你要来扫了。被指责后，叶海垂下了头。对不起2位大哥，我从小就穷，家里也没个电视。知道这个活动后，今天特意倒了好几趟公交车从县城赶来的，没想到，哎，2位大哥打扰了。你干嘛？快点让他扫一下。小伙子，你扫吧，扫完了我们再走。叶海赶紧扒拉开海报，大致的扫了一眼内容，然后掏出手机扫了一下。谢谢2位大哥，跟江浩那小子学的几手果然有用。回到餐厅，餐果然已经打包好了。付过款后，叶海开车回到了影视城。我回来了，你不是困了睡觉去了吗？我突然又不困了。我的生拌牛肉丝买回来了吗？哇，还有拌饭和炸鸡，这个我也爱吃。味道怎么样？这个炸鸡味道一般，面放的太多了，给我一种偷工减料的感觉。试试别的，尝尝那个玉米烙，味道还行，就是芝士味不太浓郁。你说我明天给剧组也做这个怎么样？我觉得你做什么他们都挺爱吃的，但是这炸鸡和芝士热量是不是有点太高了？也是啊，有的演员平时连主食都不吃，让他们吃炸鸡，属实有点难为他们了。这就是那个生拌牛肉丝吧？味道怎么样？你尝一下。江浩这辈子除了蔬菜水果，肉类从来没吃过生的，心里有点含糊。但是看叶海淡然的吃着，江浩小心翼翼的加了一根梨丝。生拌牛肉丝，你不吃牛肉吃梨丝干什么？我这不是循序渐进吗？在叶海的催促下，江浩又加了一根牛肉丝，闭着眼放入口中。这真的是牛肉丝？当然是啊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还挺好吃的，肉很嫩很甜，而且冰冰凉凉的感觉，就像在吃什么甜品。那我把这道菜加进菜单里吧。行啊，我现在去街上买点梨。食材齐全了，调味料我也清楚了，就是这个牛肉感觉还要再合成一遍，毕竟是生吃。好在牛肉很多，叶海直接将牛肉切成几大块，点击合成，牛肉数量直接少了一半，但品质有了明显的提升。叶海想了想，再次点击了合成，突然系统出现了提示，请选择等级提升方向。第一次出现这个情况啊。叶海仔细研究了一下系统给出的说明，第一个肉质会变得更加细腻紧实，第二个肉会增加更多脂肪，说白了就是一个变得更瘦，一个变得更肥。我觉得还是选择第一个吧，第二个感觉更适合做牛排。怎么回来了？牛肉丝做完了？还没呢，需要腌制一段时间才好吃。耗子，我想起一件事，刚才我出去的时候在街上看见了这个东西。我看看，全国厨艺大赛，你要参赛啊？试试呗，就是这个，从业经验不好填，我之前工作的小饭馆都没了。而且要是扒出来，那个餐馆老板欠钱跑路，好像也不太好。你直接填咱们现在的店名不就好了？填什么？咱们现在的店也没名字啊。那就叫叶家老号吧，这个名字一看就有文化底蕴，不错，有水平，就用这个名字吧。叮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16，奖励1，经验值5点，奖励2，金钱88元。对了，参加这个节目有什么奖励啊？我看看。通过复选就有参与奖，进入前100名奖金1万，进入前50名奖金5万，进入前30名奖金10万，另外还有神秘大奖。我去，来钱挺快啊！哎，给钱越多，竞争力就越大，这可是全国比赛，到时候肯定会有很多人参赛的。不过看看以自己现在的厨艺，到底能够走多远也是好的，毕竟有目标才会有动力啊。
男人在影视城附近开了一家小餐馆，开业第一天人气爆满，座无虚席。可令新来的员工奇怪的是，不管来了多少顾客，老板一个人在厨房总能从容应对，而且在做菜时还禁止他们观看。还是大意了，本来以为这么偏僻的店面应该不会有太多人来，没想到今天开业门槛都要被顾客踏平了。昨天备好的菜根本就不够用，还好我技高一筹，不然今天肯定要翻车了。老板，你出来一下，外面有人找你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哎呀，叶老板生意不错啊！知道你今天开业，我特意带了2个花篮过来。多谢多谢，今天你随便吃，我请客。真的吗？我这次可是带着人来的哦。不就是再多几双筷子的事吗？随便吃。大家快来，今天全场消费叶老板买单。真的假的？你不会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当然是真的，这些都是我的粉丝专门过来给你捧场的。平时直播的时候给他们馋坏了，今天肯定不会放过你。对了，直播间的家人们还有想吃饭的，就来叶家老号。叶老板玩的就是真实，地址就在。从上午10点多开始营业，一直忙到2点半才送走最后一个客人。和饭菜2人组打扫完卫生后，叶海就让2人回家休息去了。今天开业第一天肯定会累一些，你们先回家休息一下吧，等下午开工时再来。回到楼上，叶海躺在床上看着手机。好久没这么忙了，没想到第一天就有这么多客人，得亏旺仔最后付钱了，要不然今天都得倒贴钱，10块、20、15。这一中午的收入就高达1564块，再加上陈导剧组的那30份菜，这一中午收入就是2500。如果晚上也能达到这个数字，那一天就是5000块的收入啊！照这么算的话，一个月不得起飞了。想着想着，叶海美滋滋的睡了过去。谁啊？大早上的就敲门，这天都没亮呢，门没锁，进来吧。老板别睡了，该上班了。你今天怎么来这么早？外面天还没亮就来了。老板，你睡迷糊了吧？现在是下午4点钟啊，外面天黑是因为下雨啊。叶海仔细回想了一下，的确是自己数钱数着数着就睡着了。哎，今天第一天太累了，不管是炒菜还是切菜，都是我一个人。我有办法啊。你有什么办法？老板，你可以再招几个人啊。我也想，可是我对自己现在炒菜的火候、调味都十分有自信，聘请来的厨子能有我的水准吗？比我技术好的成本太高，可烹饪技术不佳的又会砸了我的招牌。最重要的是，招了人之后，我就不能光明正大的使用系统了。这么好用的系统，我才不舍得抛弃呢。也是啊。对了，老板，外面下这么大雨，咱们晚上还按照中午的量准备吗？减少1/3吧。咱们店现在没有外卖，比不过那些能送餐的店。晚上的情况和叶海猜测的差不多，顾客比中午的时候少了30%，再加上中午本来就有30多人是旺仔带来的，实际上晚上就10来个人冒雨过来吃饭，都是住的相对比较近的。这雨一点停下的意思都没有，不会一直下到明天吧？都说春雨贵如油，可这雨有点过分的油腻了。你们俩下班吧，现在店里也没什么人了，我一个人盯着就行。送走2人，叶海看再也没有客人，索性准备关门上楼了。正当他准备拉下卷帘门时，突然被门口蹲着的一个黑影吓了一跳。今天除了送花篮的，难道还有送石狮子的？叶海低头看了看，对方也正好抬头，2人四目相对，都吓了一跳。你怎么蹲在这里？是要吃饭吗？我没钱。没钱？没钱吃饭？你稍等一下。叶海转身去厨房热了一份炒菜，又做了一份蛋炒饭，还做了1小碗的酸辣汤。你先把汤喝了暖暖身子吧。我没钱。我不要你钱，你快点吃吧。叶海说完就去收拾厨房了，因为他知道他在这里对方可能会不自在。前2天买了1箱皮蛋，干脆拿出来挨个都包了吧，明天早上做个皮蛋瘦肉粥吃。哎，终于包完了，那个小伙子也应该吃完了吧。等叶海回到大厅，店里已经没有人了，只剩下吃光的碗碟摆放在桌上，旁边还有一张纸条。谢谢。哎，叶海也没当回事，只当作是一个小插曲。回到2楼，之前做的生拌牛肉丝，我总觉得味道不到位，要不然再用系统的调味课程训练一下。想到这里，叶海钻进被窝，打开了系统，进入了厨艺训练模块。之前进入过的课程，如今已经是蓝色了，代表着已经完成。想要再次练习也不是不行，只不过还要花钱。这次是100元，下次就不知道是多少了。这系统是真坑啊！师傅，您来了。怎么了？不愿意交学费，还是想把为师当成免费劳动力？没有，我教。这一夜，叶海学到了许多，对于生拌牛肉丝的理解也更进了一步。一觉醒来，叶海身心都得到了满足。这厨艺培训模块是真的好用，不仅睡一觉的功夫就能把知识装进脑子，而且练习后全身都感觉一阵放松。这么好的功能，以后要经常使用。男人在影视城附近开了一家小餐馆，每天不仅要接待蜂拥而至的客人，还要给隔壁影视城剧组准备盒饭。海量的订单让他每天忙得焦头烂额。哎，要是只有这些订单还好，可下个月周老板那边的新工地也要开工了，这肯定忙不过来啊。招聘厨师1名，要求身体健康、干净卫生，有厨师工作经验，工资待遇面议。这要求应该不算高吧？随着生意越做越大，招人也是不可避免的，只是这样就不能光明正大的一键切菜了。第2天，
招聘广告贴上去都已经过去整整1天了，怎么还没有人来应聘呢？这影视城附近的餐馆这么多，开业倒闭的来来回回也不少，怎么就没人来应聘呢？哎，真是奇怪。老板，外面有人找你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来找叶海的是2个男人，其中一个是40左右的中年人，另一个是18、19岁的小伙。老板，这2个人都是来应聘的。刚才还想着怎么一个都不来，这下好了，直接来了2。我们这里暂时只需要1名厨师，先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吧。老板好，我叫张强，张飞的张，强壮的强，有8年厨师工作经验，最擅长炒菜，期望薪资5000。好，到你了。我叫魏昭。没了。你的工作经验，期望薪资呢？我没有工作经验，会的也不多，但是我愿意跟着学。薪资的话，1个月能给1000就行，但是要包吃包住。你这是来当学徒的吧？算是吧。收了他其实也可以，1个月1000块也不算多，而且之前系统收10个徒弟的任务还没完成呢。可是住宿的问题怎么解决呢？几人研究了半天，关键时刻樊中站了出来。老板，我家就我和我奶奶、小华3个人住，我可以租一个房间给他。那太好了，那你就留下来吧。老板，既然他有住宿了，我也想要。你也想要，那工资也给1000好了。算了，那还是不想要了。晚上，叶海躺在床上思考人生，忽然。叮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11开一家小店，奖励1，经验值2000点；奖励2，随机菜谱1；奖励3，金钱38888元。看见这奖励，叶海直接傻眼了。38888元和随机菜谱，这系统可算是大放异次了。不过这38000对于现在的我来说，也就是锦上添花罢了。叶海兴高采烈地点开菜谱，可点开菜谱之后，叶海更傻眼了。怎么是3虾面？哎，这面的做法不仅繁琐，而且成本也很高昂。区1碗面就要用到好几斤小河虾，交给一般的厨师来做，1个人估计要弄1整天。我这小餐馆根本用不上啊！想到这，叶海沮丧地闭上了眼睛。咦，奇怪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任务时是到新城市创业吧？这11开一家小店都完成了，任务时怎么还没动静？难道开一家小店在系统看来根本就不算是创业？那可是6星级的任务啊！1个4星任务的奖励都这么丰厚了，那6星级，哎，看来只能继续努力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叶海每天都传授张强和魏昭一些和做菜有关的知识，可这个传授过程并不是很顺利。张强是个老手厨师，做菜的手艺一般，偏偏还很难改变，所以提升的很慢。张师傅，自从你来到这里之后，每天剩下最多的几道菜就是你做的那几道，你要是再这么整，我只能请你走人了。别啊，老板，我感觉我做的没问题啊，我在以前的餐馆都是这么做的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，你要是一直拿以前当做现在，你怎么不拿你？在叶海的训斥下，张强总算是低头了，因为他再不低头就只能卷铺盖走人了。相比之下，一旁的魏昭却显示出了非凡的天赋。你以前练过？没有啊，我就是觉得做菜很好玩，以前在家经常做菜。自家做饭虽然是熟能生巧，但是和专业训练出来的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。这人明显就是后者。叶海看了魏昭一眼，却也没再说什么。别人不说肯定是有原因的，他也不会去打听别人的隐私。又过了1周，张强炒菜逐渐能有叶海5分的味道了。这还是叶海提前给他配了调味料，让他炒菜的时候直接到锅里。想要真的达到叶海现在的水准，还得多多练习。食材烹煮的过程之中，每一味调料的投入其实都是有最佳时机的。以前的我也只是模模糊糊，但是经过高人的指点，我现在已经能精准的找到那一个点了。加油，张师傅，我相信你也一定可以的。转眼张强和魏昭就来了半月有余了。这些天，叶海逐渐将店里炒菜的工作都转交给了张强，而店里的人也逐渐习惯了这种味道。可就在这天，叶海像往常一样传授着做菜的技巧。叶海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有时间的话，跟我上楼一趟。有时间？什么事？那个魏昭，你要提防一点啊！提防什么？你没感觉那个魏昭很奇怪吗？你看他长得白白净净的，穿着打扮也不像是没钱的，怎么会这么小就跑出来打工？你的意思是，你将什么秘方都交给他，你就不怕他带着秘方走了？他做饭我也看了，就那熟练度也不像是新手啊。确实不像是新手，而且也绝不是在家里练出来的。不过耗子你别担心，这件事我心里有数。哎，但愿如此吧。男人在影视城附近开了一家小餐馆，平时买肉只选用最廉价的储备冻肉，可前来吃饭的顾客非但不嫌弃，反而还夸他食材新鲜，味道好。老板，您订的红肠到了。红肠？我不是让他做完直接送到冷库去吗？钱老板说这批货一定要亲手送到您的手里。奇怪，不就是一批红肠吗？搞得像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一样。钱老板，至于这么大费周章吗？来，叶老板，咱们借一步说话。钱老板，你这是要把我带哪去啊？叶老板啊，你要的红肠我都给你做好送来了。得过？不过什么？
据我了解，叶老板你平时口碑可不错啊，可是我看你这次送来做红肠的肉全是冷冻储备肉啊。那又怎么样？我这批肉虽然是冻肉，但也是储备中心正规的发票啊。可是你也不想你的餐馆口碑变差吧？你要干什么？你钱哥能干什么？就是想让你帮我销售一批肉肠。销售就销售呗，至于拿这些来威胁我吗？嘿嘿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这批货我直接出给你，但是我只接受现金交易。听到这里，叶海隐约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。我可以看看货吗？当然可以啊，随便你看，反正都做成肉肠了，你用眼睛看能看出个什么门道？都在这里了，你随便打开一箱看看吧。就是一批普通的肉肠啊。不对，要是这肠真有问题，我用眼睛看怎么能看出问题？说着，叶海打开了系统，开启了食材鉴定功能。我就知道这钱老板没安好心。系统，你有录像功能吗？有的，请打开录像模式。钱老板，我看了一下，这肉肠没什么问题。价格的话，两人最终以非常便宜的价格敲定了下来。合作愉快，慢走不错。您好，是鉴定机构吗？送走鉴定样品，叶海取出了几根正常的红肠，经过一番合成，这些冷冻猪肉制作的红肠变成了新鲜美味的红肠。随手拿起了一根掰开尝了尝，别说，这味道还真不错。来，耗子，尝尝我刚买的红肠。哇，我最喜欢吃红肠了。叶海，你今天怎么看起来这么开心？无事献殷勤，指不定有啥问题。没什么，你快尝尝这红肠的味道怎么样？不错，口感十分有嚼劲，虽然瘦肉居多，但咀嚼起来还是有很多汁水流出，而且还有淡淡的烟熏味。您好，您好，我们是鉴定机构的，经过鉴定，您送来的这批样品是有问题的，报告我们会派人送过去。好，花了钱就是不一样，才半天就出结果了。老板不好了，门口来了一群穿着制服的人，你快去看看吧。请问谁是这家店的老板？我是，有什么事情吗？是这样的，有人举报你们店里使用劣质猪肉制作香肠，现在需要你们配合调查取证。我操！这钱老板不但卖给我病猪肉，还恶人先告状，还好我早有准备。你说的是真的假的？要是这样，那我以前吃的都是什么？日内瓦退钱。听到这话，店里的顾客一阵骚动。大家安静，我们只是接到举报，现在并没有证据证明香肠就是有问题的。是啊，这肉有没有问题我还吃不出来吗？最起码吃了会拉肚子。对啊，要是真有问题，我们也不能吃这么久。有了这些人开口，店里的顾客才稍微放下心来。这是……上面怎么还贴着封条？你捆这么结实，是怕香肠跑了？这时，叶海的电话响了，接听后是检测机构的人到了。几位稍等。没过一会，检测机构的人就来了，两拨人居然还认识，简单交谈了几句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不错不错，做事有理有据。现在需要你提供这批香肠的来源。这是我们附近一家专门做香肠的店，老板姓钱。原来都是误会啊！早就知道那个姓钱的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们不好奇吗？这东西刚买来就被人举报了，到底是谁举报的？除了卖给他的人，谁还知道啊？大家快看，他就在这里！听到大家的讨论，钱老板刚准备逃跑，可他不动还好，一动就被大家给发现了。你们别听他瞎说啊！我是举报人啊！要是我卖的，我举报他干什么？确实是他举报的，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你不是卖家。那他也没证据证明是我卖的。钱老板心里得意，当初他是特意要现金的。证据我有啊！叶海掏出手机，打开了系统的监控视频，视频把钱老板猥琐油腻的脸拍得清清楚楚。这不可能！你到底什么时候安的监控？证据确凿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知道错了，饶了我吧！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这次多亏了叶老板，才让我们发现这个窝点。这些东西我们要作为证据一起带走，具体处理结果我们之后会通知你。好。男人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餐馆厨师，却阴差阳错的报名参加了全国厨艺大赛。今天是比赛开始的第一天。叶海，你怎么还在睡懒觉？我记得你今天不是要参加那个什么全国厨艺大赛吗？皇上不急太监急啊，不是还有好几个小时才开始吗？不养足了精神，怎么取得好的名次？那你今天剧组的盒饭不用准备了吧？而且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工地周老板那边也要开始送饭了吧？这些活我都交给魏昭和张强去干了，当老板就要有个当老板的样子啊！哎，我都和你说了，那个叫魏昭的有问题，你还把这么重要的活交给他？你就别管了，快点扶正起来。初赛的比赛时间在上午10点，因为店里送餐的工作已经交给了樊中，所以叶海并没有开他那辆8手面包车，而是选择了乘坐公交前往比赛地点。第一次参加这种比赛，还有点小紧张。能报名参加全国大赛的选手肯定都不简单。还好系统只是让我报名参加比赛，并没有说一定要拿到成绩。随机任务17进入复赛，任务完成将获得海量金钱奖励，还有随机珍稀道具掉落。任务失败，随机减少现有资金，难度2颗星。比赛是在一个酒店里面举行的，因为是全国比赛，前期宣传力度比较大，所以选手还没进场，周围就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了。谢谢，借过一下，谢谢大家。还有没有比赛选手没上台了？超过时间一律按期权处理。还有，
我是参赛选手。在检查完叶海的报名表后，时间已经到了上午10点整。时间到，我宣布全国厨艺大赛现在开始。下面由我来介绍一下比赛规则。今天的比赛内容只有一道菜，所有参赛的选手完成作品后，可以向我们的工作人员举手示意，作品将由我们的评委老师现场进行投票，3票通过就可以顺利晋级。只需要3票就可以晋级，感觉好像也不难啊。就是有手就行。大家安静。由于场地原因，这次比赛将分批次进行，每一轮只取前5名晋级选手。所以这次大赛不仅检验选手的厨艺水平，对选手做菜的速度也是一种考验。主持人，这不公平啊！万一我赶上的那一组厨艺都非常好，我没有排到前5怎么办？这位选手问得好，运气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实力哦。那主持人，要是我合格了，但是人数已经满了怎么办？不存在这种情况，晋级人数达到5人后，比赛自动结束，评委老师将不会点评你的作品。主持人，我也有问题。在回答完所有人的问题后，主持人宣布比赛正式开始。叶海被安排在了最后一组，正好可以看看这些人都是什么水平。刚开始叶海还颇有兴致地看着，可看着看着他就闭上了眼睛。虽然全国大赛选手有很多厨艺精湛的大师，但可能是初赛的缘故，其中不靠谱的人更多，有的人甚至连翻勺都翻不好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来凑热闹。先生，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赶快收拾一下，准备上场吧。好的，谢谢你。没想到比赛竟然这么快就到了最后一场，想想也是，只取前5名，大家肯定都会追求速度。选手们准备就绪，3、2、1。主持人一声令下，所有人立刻都忙活了起来。比赛的题目是西红柿炒鸡蛋，这是一道再下场不过的菜了。可正是因为太过大众，所以想要出彩也更难。想到这里，叶海从备用食材里又拿了一个西红柿，插上筷子直接放在火上烧烤。这一举动看得一旁的工作人员目瞪口呆。这人怕不是过来玩的吧？哪有西红柿炒鸡蛋用火烤的啊？可接下来他就明白了，只见经过火烤过后的西红柿表皮立刻变得褶皱起来，这时只需要轻轻一扒，西红柿的皮立刻就被扒了下来。起锅烧油，鸡蛋搞里头，切记油温一定要高，这样鸡蛋倒入锅里的时候会立刻膨胀，炒出来的鸡蛋才会更加松软。简单翻炒几下，把炒好的鸡蛋装盘放在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就该炒西红柿了。与其他人不同，在处理西红柿的时候，叶海并没有选择全部切块，而是拿出了一半切成了丁，这样做出来的西红柿炒鸡蛋番茄味更浓更入味。可就在此时，我完成了，我也完成了。有几个人举起了手，示意工作人员自己已经完成，其中一个人还顺利晋级，这让其他选手顿时就有了紧迫感，加快了做菜的速度。只是速度快也没用，比赛都已经进行到最后一场了，评委光品尝作品都该吃饱了，光有速度没有质量，顶多是提前出局。事实也如叶海所想，接下来完成的作品很多都没晋级，可就算如此，加上之前的一个，也已经有4个作品成功晋级了。现在的形势依旧很紧张。终于，叶海的西红柿炒鸡蛋出锅了。我完成了。不是说做好了举手示意吗？明明是我先举的手啊，不会点这么背吧？关键时刻就这么被人截胡了。叶海越想越气，明明是我先举的手啊，为什么拿走的是他的？刚才我的确是这么说的，可并不代表只能用这一种方法来吸引工作人员的注意啊！小伙子，你还是要机灵一点。面对主持人的回答，叶海无言以对，正准备收拾东西打道回府，一旁的评委却说话了：“哎，算了，工作人员把他的作品也拿过来吧。都吃了这么多了，也不差他那一个了。输就让他输的心服口服，毕竟我看见他们俩确实是一起完成的。”老师，作品来了。从外表来看，右边的明显更入味一些，左边的感觉出锅略有些仓促。没错，单从外表上看，右边的作品确实略胜一筹。可评价一款美食，不能只看外表，味道才是最重要的。几位评委品尝了一番，吃起来差距就更大了。右边的不仅番茄味更浓，鸡蛋也更加松软。是啊，小伙子，你还要继续努力啊！几位评委老师，我可以尝尝他做的菜吗？怎么了？你是在质疑我们这些评委吗？我相信各位评委的公正性，但是我还是想尝尝击败我的到底是什么手艺。既然有人提出来了，我们就破例一次让他尝尝，也让大家知道我们这场全国性质的厨艺大赛并没有任何的暗箱操作。小青年接过筷子，夹了一块西红柿品尝了一下，紧接着又夹了一块鸡蛋。鸡蛋蓬松柔软，而且将西红柿的味道都沾染上了。可这些西红柿都还保持着完整的块，那这些浓厚的西红柿汁是哪里来的？小青年猛然回头寻找之前叶海使用的那张桌案，绝大多数人桌案上还剩下一份食材，因为那本来就是备用的。叶海备用的鸡蛋还在，可西红柿却没有了。是我输了，我输的心服口服。小青年说罢便扬长而去。与此同时，叶海也收到了系统提示音。叮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17，奖励1，经验值15点，奖励2，金钱666元。真是惊险，完成任务给666，任务失败，弄不好资金清零。哎，系统没来的时候要打工，这系统来了还要打工，那系统特么不是白来了吗？
男人在影视城附近开了一家小餐馆，由于天气逐渐变热，不少顾客反映吃饭没有食欲，眼看着店里的人一天天变少，男人感到越来越焦虑。服务员结账来了，一荤2素外加1瓶饮料，一共13元。等一下，先生，方便问一下为什么菜剩的这么多吗？天气越来越热，没什么食欲。要是往常我都点2荤2素的。知道了，先生慢走。只见我把菜往台上一端，现场的评委都哭了，直接给了我5票通过。老板，我有个事情想向你汇报一下。来，坐下讲。老板，我发现最近来店里堂食的人越来越少了，以前一天最少也能卖个200多份，现在150份都卖不上去了。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。是张强和魏昭做的菜不好吃吗？应该不是，他俩做的菜我每天都会品尝，虽然不及我80%水平，但用来做快餐盒饭肯定是够用了。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我问了一些客人，他们说是因为最近天气太热，没什么食欲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耗子，对于现在店里这个情况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这我也没办法啊，天气热了，大家都不愿意出门，总不能把顾客都抓到店里吧？真是毫无头绪啊！你慢慢想吧，我现在得去剧组了。最近陈导又给我推荐了几个导演，现在同时有3部戏在身，忙得很啊。好，那你去忙吧。用心结里改出来，塔克拉玛干到底有多干？全民制作人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练习时长2年半的。现在的视频真是无聊啊，像梁动画更新的这么慢，都不知道该看什么了。探店侯比多，真假旺仔说，今天我们来到了向良大排档。您好，老板，采访一下，我看您家生意这么火爆，其中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？小伙子，哪有什么秘密啊？总结起来就7个字：好吃不贵，经济实惠。而且晚上吃大排档，吹着小风，喝着8+1，那感觉别提多带劲了。听他这么说，确实很不错，感觉我也可以效仿一下。老板和你商量个事呗。说吧，什么事？我这里有200元刮刮乐，能不能在你这里换一顿饭吃？等等，你是在拍视频吗？是的，我是网红。那可以啊。说干就干。第二天，叶海就联系了之前的那个推销员，要了几百箱8+1，一箱一箱的堆放在了门口。咱们餐馆门前有好大的一片空地，而且往里走最里面就是樊中家，是个死胡同，所以在这地方摆摊完全不会阻碍到街坊邻居行动。夏天什么菜能让人有食欲呢？那自然是酸辣开胃的，还有烧烤肉串这类的。不过烧烤肯定是不行了，这里毕竟是居民住宅区，这烤串天天弄得周围都是烟，就不太美妙了。那你打算做什么？当然是叶家祖传秘制鸡架和老汤卤味了。相比烤串什么的，鸡架卤味更有特色啊。叶海这几天打听了一下，找到了一家较大的养殖公司，在与老板协商后，以非常优惠的价格拿到了鸡架。平时这些鸡架就存放在工厂冷库里。不仅如此，叶海还下单了鸡翅尖、鸡心、鸡胗等原材料。虽然这一下子存款缩水了不少，不过我相信等摊子支起来后，这些钱会以飞快的速度回到我的腰包里的。第二天，鸡架好熟，但是这卤汤要多炖才能出味，所以第一锅不能是鸡架，而是要先卤肉。等到这锅汤好了，就可以用这汤底来卤鸡架。等到次日将新的卤肉汤注入，这锅汤就慢慢变成老汤了。当天下午，周围的街坊邻居饱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，闻着那时不时传来的卤肉香味，口水不由自主的分泌。甚至一位卖水果的老板在跟顾客推销水果的途中，口水还不小心滴了出来，吓得来买水果的小姑娘转身就跑，还以为他是什么新品种的大色狼。慢慢的，叶海餐馆的生意又变得好了起来。这天晚上，叶海像往常一样卖完了卤味，准备收摊，没想到门口忽然来了一辆车。小海，快点去准备一些饭菜。邵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你李哥，这位是你吴哥，他俩和我一样都是司机，只不过一个跟着秦导，一个跟着金导。这次他们过来也是想跟你谈谈盒饭的事情，他们的剧组都是最近入驻这边的。我们盒饭的要求不高，和陈导他们差不多就行。没问题，人数是多少？送走了赵同虎，叶海刚准备去睡觉，江浩却凑到叶海耳边：叶海，你知道他们为啥来吗？还能为啥来？刚才不是说了为了订餐吗？确实是为了订餐，有人说是因为你之前给剧组送的减肥套餐效果实在是太好了，而我却打听到了另外一个消息。什么消息？我听说有一位2线女演员特意为了你来的，她说要是没有你这个套餐，她都不敢接这个剧本，因为演的是个干饭小美人的人设。这种鬼话你也信？人家大明星，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什么没吃过？至于为了一份小小的盒饭就来这里拍戏，你不信？你信啊？说实话，我也不太信。那不就得了？男人在影视城附近开了一家小餐馆，只见他左手放了2块优质的鸡胸肉，右手点了一下合成，优质的鸡胸肉立刻变成了美味的鸡胸肉，再次合成，鸡胸肉的后面竟然出现了属性。极品鸡胸肉，食用后还对增肌有帮助。你这系统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，食材合成到5级后有额外属性的？你也没问啊！你气死我了！等等，既然鸡胸肉能合成出额外属性，那其他的食材岂不是也？
想到这里，叶海把厨房里的食材都搬了过来，开始合成。果然，不同的食材有着不同的功能。可奇怪的是，这个紫米怎么和别的不一样呢？别的食材都是5级解锁属性，这紫米居然4级就解锁了，而且这属性很特别啊！食用后会让人身体散发淡淡香气，使用停止3天后自然消散。想象一下，一个人走在街上，浑身散发着米香味，该是什么场景？当叶海想要继续合成的时候，系统却提示权限不足。可能是我现在的等级太低了，还不能接触到太高的合成功能吧。不过现在的功能也够用了。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开饭了？快尝尝我的手艺有没有长进？奇怪，今天这米饭怎么是紫色的？闻起来真香。没吃过紫米饭，我今天特意去菜市场买的，你快尝尝。不错，吃了一口，感觉全身都舒畅了。叶海，你在闻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奇怪，怎么没闻到香味呢？可能是时间太短，还没生效吧。对了，叶海，距离你上次参加厨艺大赛初赛也过了很久了吧？下次比赛是什么时候啊？这个我也忘了，等我上网站上查一查。3天后呢，毕竟是大赛，时间肯定要久一点。一定不要掉以轻心，初赛很多都是凑热闹的，复赛就没那么容易晋级了。叮，随机任务18，进入全国厨艺大赛100名，任务难度3颗星。叶海，你想啥呢？听到我说的话了吗？听到了，我在想，自从开了大排档之后，店里的生意天天爆满，就是苦了繁中未招和新招来的传菜员和厨师啊。这简单啊，给他们涨点工资不就好了？只能先这样了。到了晚上，我看顾客吃的都差不多了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自己在这看着就行了。老板让他们先回去吧，我再待会没事的。那就跟我们一起过来吃点夜宵吧。此时店里的员工都走得差不多了，就剩下了魏昭和樊中2人。来，尝尝我的手艺。师傅的手艺真不错。樊中，你怎么不吃呢？还有，你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？还不是因为小华。怎么了？两口子闹别扭了？没有，就是小华的父母对我们2个的事情很不满意，还说我只会哄骗他女儿。只能怪我挣的太少。年轻人挣的少不是很正常吗？这样吧，看你们这几天表现不错，我给你们每人每月再涨1000元，这样你们2个人加起来1年也能多攒下不少钱。真的吗，老板？叶老板说话那还能假啊？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等到7、8月份我要回一趟老家，到时候给你们带点土特产。师傅，你回老家干啥去啊？我妹妹今年中考，我回去待几天。老板，你回老家了，那我们呢？你们当然是留在店里给我赚钱啊。第2天一早，谁啊？这么早就打电话？喂，哪位？是叶老板吗？我是旺仔。原来是大网红旺仔啊！怎么了？这么早打电话，有什么事情吗？这还早啊！像你们开餐馆的这个时间，不是早就该起来了吗？今时不同往日啊！没当老板的时候要早起，当老板了还要早起，那老板不是白当了吗？也是啊。对了，叶海，你今天上午有时间吗？我想找你商量点事情。有时间，我在店里等你。好啊，我马上就过去。不到半小时，旺仔就过来了，眼圈还有点黑，看起来有点疲倦。咋了？我看你有点憔悴啊。别提了，接了个综艺的活儿，跟着拍摄，一路跑了好几个省，给我累坏了。难道你就没发现我最近都没来店里吃饭吗？这我还真没发现。你，算了，谈正事。我这次来是求你帮忙的。什么事情还需要我帮忙？我有一个哥们10月份结婚，想请你掌勺。10月份结婚，这不是还早了吗？而且这种活动不该在酒店举办吗？还需要我干什么？酒店定了，但是他们老家的亲戚要在本地先办一场，老人家不愿意去那种酒店，说还是村里宴席味道好，你懂的。这个拜托，以后我多给你宣传宣传。那好吧，不过提前说好了，我擅长的也只是小餐馆经常能吃到的那些家常菜。你哥们要是整高端的，那我可帮不了啊。那肯定不能，就是个农村大席，能有什么高端的？好，那这件事我答应了。就在此时，一个穿着背带裤的青年走了进来。老板，我来了。青年一进门就看见了旺仔，旺仔回头也看见了青年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去，你是怎么找到这地方的？你俩认识啊？他叫林墨，我俩应该算发小吧？林墨，你来这么早干什么？现在好像还没营业呢吧？没事，我来了不就营业了吗？你来这里当厨师了？很奇怪吗？哎呀，不和你唠了，我要去工作了。你俩真是发小啊？对啊，他之前是在一家很有名气的餐馆里当厨师，收入还不错，没想到竟然来你这里了。嘿嘿，能在知名餐馆里当厨师，水平一定差不了。看来这次是捡到宝了。时间到，我宣布全国厨艺大赛现在开始。本场比赛的题目就一个字：饭。什么？比赛题目就一个字啊？这题目和没个有什么区别？对啊，这出题的人也太没水平了吧？叶海，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？往常这个点不都在床上睡懒觉呢吗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格外清醒。对了，耗子，你现在兜里有多少钱？多的话先借我点。没注意啊，大概有几个 W 吧。
怎么了？现在的你还能缺钱？现在倒是不缺，但是买了车之后就不一定了。什么？你要买车？现在不是已经有一辆面包车了吗？为什么还要买？哎，那车都快赶上我岁数大了，平时餐馆采购需要车，繁中送餐也要车，忙不过来不说，我都怕他哪天在路上跑着跑着自己散架了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那车也不是我的，只不过是老板跑路了临时开走的罢了。那确实有必要再买一辆了。那你什么时候买？我和你一起去。择日不如撞日，撞日不如今日，今天上午就去吧。好。在简单交代了一下工作后，叶海和江浩打车前往了二手车交易市场。来了，老弟，想买什么车？我这里大的、小的、长的、短的全都有。我想要容量大一点的，就平时餐馆拉货用。老板，你给推荐下。餐馆拉货用？正好我这最近刚到了一批面包车，走，我带你去看看。都在这里了，全是美女自用一手车，你看看相中哪辆了？我觉得这辆就挺不错。老板，你买新车了？在二手车市场淘的，价格不便宜啊。咱们店里不是有车了吗？老板，你怎么又买了一辆？这辆车平时都给你送餐用了，搞得我上次坐公交参加全国大赛差点迟到。想想还是再买一辆吧，正好明天就要进行复赛了，早点买就不用挤公交了。那老板，新车能给我开吗？给你开？想得美！你先把之前那辆开报废再说吧。转眼就到了比赛这天，这次叶海没有挤公交，而是开着他新买的车前往了酒店。可能是因为省会城市的缘故吧，这次的比赛地点和初赛竟然选在了一个地方，但参赛的选手就不局限于本市了，而是汇集了全省的选手。看人流量，这次参赛的人数不少啊，竞争肯定非常激烈。来到比赛大厅，叶海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。这一次的晋级方式和上一次略有不同哦，上次是取每组前5名晋级的选手，这一次则是采用大排名的方式，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做好赛之后，评委都会进行打分，将这些分数进行相加，就是选手的最终成绩。这样的话，先上场的选手会不会吃亏啊？毕竟没有太多的时间进行考虑。就在叶海思考的时候，其他选手也陆陆续续的到达了赛场，主持人也走了上来。时间到，我宣布全国厨艺大赛现在开始。本场比赛的题目就一个字：饭。什么？比赛题目就一个字啊？这题目和没给有什么区别？对啊，这出题的人也太没水平了吧！安静，规则大家肯定都知道了。这次比赛没有固定的食材，选手需要到一旁的食材区进行自主选择，记住用多少拿多少，不要浪费哦。饭这个题目很笼统啊，字面意思上看就是吃的大米饭，但仔细想想，平时吃的主食也都可以叫饭啊。好在这次比赛依旧是按照报名顺序进行排列的，叶海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考虑，不一会，第一组的比赛就完成了。等等，这都是些什么稀奇古怪的作品？泡菜炒饭、咸蛋黄炒饭也就算了，这火龙果炒饭和辣条炒饭是什么东西？今天这个主题，为什么组委会还会准备火龙果？看着那红色的炒饭，不光叶海沉默，整个评委组也都沉默了。哎，看来当评委也不容易啊。可就在此时，工作人员端上来的烤冷面打破了宁静。不是，比赛的题目不是饭吗？怎么烤冷面都端上来了？而且看那些评委的表情，好像还很满意。难道这个饭真的包括了主食？这一幕不少人都看到了，不光是叶海心里一动，其他人也都打开了思路。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呀？都是专业的厨师吗？我是个家庭主妇，天天在家给我老公和孩子做饭，他们都很爱吃，知道有比赛就鼓励我来了。我是个厨子，刚从厨师学校毕业的，打算在这里刷个好名次，接下来找工作就不愁了。我这一看你们都不行啊，我这次只要能在厨艺大赛上获得亮眼的名次，回去就能被提为副主厨。还是小伙子，你厉害啊！那你呢？我呀，我跟我爷爷学过做饭的，这次也是我爷爷让我来参加的比赛。哦，原来是祖传的厨艺。家传的手艺，这不行啊！家传的手艺也就能在家做做家常菜，真正的大赛都不行的。听到中年男人的话，姑娘神色一冷，转过头去不说话了。第5组选手，请准备。到我了，到我了。此时叶海周围的人都起身离开，只剩下了那个中年妇女。小兄弟，你怎么称呼啊？我姓叶，叫叶海。大姐怎么称呼？我叫张芳。看你这样子，报名很晚吧？是的，我几乎到最后2天才报上名。我也是，我一开始都没想着参加，不过我老公和孩子都鼓励我，我就想着反正白天也没事干，就来试试吧。那张姐，你打算做什么？走到这里，我也知道后面没啥希望了，我就做一道我儿子平时最爱吃的煎饺。我看今天还有摄像机，要是能上个电视就更好了。请下一组选手上场。终于到我了，咱们俩竟然在一组。走，芳姐，咱们选食材去。时间到，我宣布全国厨艺大赛现在开始。本场比赛的题目就一个字：饭。这次比赛没有固定的食材，选手需要到一旁的食材区进行自主选择，记住用多少拿多少，不要浪费哦。先拿2盒白米饭，再拿几个鸡蛋。小海，你也要做炒饭啊？听大姐的，这个做的人太多了，不容易拿高分的。谢谢张姐提醒，我没有打算做炒饭。炒饭做的人太多了，感觉评委都吃腻了。那就好，多注意点总是没错的。选菜时间到，请选手们回到自己的位置。白菜、土豆、茄子、鸡蛋，差不多这些就够用了。
随着主持人一声令下，所有人都忙了起来。我去，这么快？小海，你的刀工好厉害啊！过奖了，张姐。要不是现在人多眼杂，我让你看看更厉害的。因为蒸之前土豆和茄子都已经被切成了小块，所以很快就熟了。叶海把蒸好的土豆放进大盆里，捣成了土豆泥，紧接着又开火炒了一锅鸡蛋饺。你做的是什么啊？怎么又是土豆又是鸡蛋的？芳姐，你听说过饭包吗？饭包？没听说过啊，什么是饭包？哈哈，一会做完你就知道了。叶海把米饭和鸡蛋酱倒在了装有土豆泥的大盆里，再加入些许花生、香菜和葱花进行搅拌。等搅拌均匀后，用白菜叶包好，一个饭包就做好了。如法炮制，叶海又包了好几个，足够这些评委吃了。总算来了个不一样的了，炒饭都给我吃腻了。这饭包包得方方正正、鼓鼓囊囊的，外观上看着精致，又让人觉得舒服。洪老师，这位选手的雕工不错啊。还有心思雕个花，看来心态很稳定啊。这饭包外观看起来是不错，可味道吃起来就不知道怎么样了。我先尝尝。不错啊，我以前刷到过饭包教学的视频，还以为这样吃会很油腻，没想到出乎意料。不错不错，这饭包真不错。看他们的表情，分数应该不会太低吧？不过具体分数还要一会才能公布，先回去等吧。你知道我做的是什么吗？我做的是皇帝炒饭。皇帝炒饭你们知道吗？怎么样，菜做的还顺利吗？还行，挺顺利的。看那些评委的表情，应该不难吃。大家安静，经过评委老师们的努力，选手作品的分数已经全部统计完毕。下面宣布选手得分。这次比赛只取前20名继续参赛，但是前50名都会有奖励。第50名那伊娜总分48分，第49名张斌总分50分。一连念了好几个，几人都没听见自己的名字。念了10来个都没有我的名字，肯定是进不去前50了。再等等，别急，你是专业的，应该没问题。虽然只是复赛，没想到已经是卧虎藏龙了。我刚才看到前面组的好几个都念到名字了，到底还是先上场了更占便宜啊。不过以我的水平进前10肯定是没问题了。第36名张龙总分66分，有我，竟然有我！第36名。第35名张芳总分67分，太好了，我也进前50了。大姐，你排名比我还高呢，真厉害！接下来就是我们本场比赛的前10名了。第10名郭靖，他的作品是皇帝炒饭，总得分76分。哦吼吼，我进前10了，鼓掌，大家快鼓掌啊！第9名何东水，他的作品水晶包。第3名舒曼，他的作品豆香冷面，总得分96分。念到第3名的时候，叶海旁边的姑娘起身了。竟然是他，不愧是祖传的手艺，要是我爹也能有这手艺就好了。不对啊，光给别人感叹了，怎么还没念到我的名字？可直到第2名的公布，叶海也没听到自己的名字。小海，你别担心，说不定你是第1呢。开什么玩笑，想进入前10名那都得是专业的，我这种水平才得了第10名，他一个半大小子凭什么拿第1名？你这个人嘴怎么这么欠？你就不能盼着点别人好吗？张姐，没必要和这种人计较。切，一会结果出来了，你们就叫不出来了。第1名叶海，作品翡翠包饭。小海，真的是你啊！恭喜你第1名，哥们，你太牛了！怎么可能？你凭什么？这一看就是有黑幕啊！我真是出息了，继小学之后，我终于又拿到100分了。随着第1名的诞生，我宣布本场比赛结束，请获得名次的选手领取属于自己的奖励。张姐，你的奖品是什么？我的是本省某商超的购物卡，价值200元，在本省能通用。我的也是，那你的呢？前3名的奖品一样都是刀具大礼包，说是价值上千元。价值是其次，重要的是这一整个比赛过程就是你们成长的过程，表现出彩，以后前途无量啊！张姐说的没错。对了，你们一会着急回家吗？不着急的话，晚上就在我的餐馆吃吧，我请客。有人请客的话，我肯定去啊！太好了，我早就想尝尝第1名的手艺了。那咱们快走吧。男人只是一名在餐馆打工2年半的小厨师，却意外报名参加了全国厨艺大赛，并且还顺利的拿到了复赛的第1名。我去叶海，知道你做菜厉害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啊！第1次参加比赛就进决赛了。复赛而已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等过几天我给你拿个总冠军。哎，说你胖你还喘上了。不过想来也奇怪，你没发现自从你那个老板跑路之后，不管你干什么都跟开了挂似的，现在又拿了复赛的第1名，这运气也有点太好了吧？等等，你该不会是捡到系统了吧？还是你已经重生了？现在的你已经不是从前的你了。想啥呢，兄弟？你沙雕动画看多了吧？现实中哪有什么系统？我不信，老实交代，你把系统藏在哪了？系统。叮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18。干什么？让我把台词念完。不是，你现在出来干什么？赶紧给我回去，一会被人发现了怎么办？叶海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没事，刚才看见了一只苍蝇。你也知道我这人最看不得这些东西了。在哪呢？我怎么没看见？可能已经飞走了吧。等等，我去接个电话。哎，你继续念吧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18，奖励1经验值50点，奖励2金钱9999元，奖励3飞往京城的机票2张。2张京城的机票？
虽然决赛地点是在京城，但是给了2张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回来了，刚才那电话是陈导打过来的。他说什么了？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听哪个？哎呀，你少来这套，快点说。好消息是我现在这部戏马上就要结束了，终于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了。那坏消息呢？坏消息就是收尾的部分要去京城拍摄，结束之前就再也吃不到你做的饭了。听完江浩的话，叶海想到了刚才系统给的2张机票，后背忍不住一阵发凉。所以你到底去还是不去？那肯定去啊，京城可比这里好玩多了，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，我早就想吃了。你准备什么时候走啊？我这几天要回老家一趟。我这还早，不过你这没过节没放假的，回老家干啥去啊？之前不是答应过安安，中考后带她出去玩吗？看这时间也快了。那我跟你一起回去吧，不过先说好，我得住你家。住我家是没问题，但是你不准备回家看看吗？哎，我回去不回去，又有谁在意？叶海，你就别管了，就这么定了。第2天一早，叶海把餐馆的事情都安排完毕后，带着衣物和特产准备回老家。观众，这是咱们店的钥匙，这店里的活就交给你了。老板，你就放心去吧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叶海哥，别忘了给我带土特产啊！好了，知道了。虽然都是回老家，这次和第一次有很大差别。那时候的叶海开着8手老面包，拉着一堆别人捡剩的破烂，一路上都在担心没有拿到工钱，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。但是经过这半年的努力，叶海不但有了自己的餐馆，还有了稳定的收入。虽然平时忙得跟个陀螺似的，但是每每看看手机上的余额，辛苦就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一路上2人轮流开车，早上出发，天还没黑就到了家门口。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拿着，哥给你买的零食。哥，你真好。明明这些都是我买的，好不好？咱俩这关系，谁买的不一样？爸妈，我哥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我的好大儿，你瞧瞧你，回来还拿这些东西干啥？还站着干啥？你俩快进屋。晚上，叶老妈做了一桌子菜。安安，马上要吃饭了，你怎么还吃这些零食？叶海，我不是说了不要给安安买这些垃圾食品？这些不是我买的，都是江浩买的。江浩。我知道了，叶婶下次再也不买了。可恶的叶海，刚才在门口还说是他买的，现在知道要挨训了，把我给抬出来了。等找到机会，必须好好教训他一下。你们俩尝尝这鱼，听安安说你要回来，我特意从丰满湖里钓上来的。丰满湖好久没去了，这鱼也是好长时间没吃了。不对啊，爹，你啥时候学会钓鱼了？还不是你每个月都往家里打钱，你爹现在连零工都不打了，天天跟着村里老头瞎溜达，也不知道跟谁学的。锻炼身体是好事啊，妈你就别管了。哈哈哈，还是我儿懂我啊。切，爷俩一个德行。对了，爸妈，等安安中考后，我带他去京城玩几天。你真要带着他出去玩啊？我还以为你是开玩笑的。是啊，而且我过段时间也要去京城比赛，正好顺路。比赛？什么比赛？叶婶，是全国厨艺大赛，叶海已经通过复赛了，而且还是复赛第1名。到底是我儿子就是厉害。对了儿啊，这个比赛赢了能上电视台不？能吧，这个我也不确定。叶海也不太知道能不能上电视，更何况他也不太确定自己能不能走到上电视那一步。肯定能，这可是全国的比赛，而且我跟朋友问了，听说正式比赛的时候还会有几位早就不露面的国宴级大厨出现。早就不露面的国宴级大厨？是啊，看看人家江浩都知道，你这个参赛的却不知道。我这不是忙吗？晚饭过后，就我那菜馆开业当天，那是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红旗招展，人山人海啊！光网红就来了好几个。哇，哥哥好厉害，生意这么好，平时可累坏了吧？刚开始确实很累，但是现在店里有人负责送餐，有人负责做饭，我现在就是老板，已经不累了。你那店里有多少人啊？最开始是5个，后来又招了2个大学生。行啊，你小子，大学生都去你那打工了。我给的工钱也不低，咋就不能来？哎，你们别光唠我啊，唠唠江浩吧。我都忘问了，江浩现在做的什么工作呀？嘿嘿，江浩可就厉害了，现在是个演员，在好几个剧里都有角色，还是有台词那种。真的，那这可是大出息啊，能上电视了。叶婶，您别听叶海瞎说，我就是在影视城当群演，还多亏了叶海和陈导认识，要不然这条路都走不下去了。那是人家陈导本来就看好你，跟我有啥关系啊？你要是演得不好，人家还能要你？你觉得我脸有这么大吗？陈导，这名字咋听着这么耳熟呢？就是过年前我去做寿宴的那家。想起来了，回来的时候还给你带回来好多东西。对，就是他。这次我回来就打算去老爷子家看看。之前陈导和我说，老爷子惦记着我这手艺呢。确实是该去看看，别忘了带上点东西。人家啥都不缺，带啥？啥都不缺，咱们家地里的菜都是新鲜的，明天摘了直接去。好，就按爹你说的办。男人在城里打拼了2年半，挣了钱回村的第一件事就给家里置办了全套的家电。本以为这样会得到父母的赞赏，可父亲看起来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高兴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好不容易回趟家，还不好好休息，到处瞎折腾啥？快进来！哪里来的这么多家电？我看家里的家电都已经旧得不像样了，就去附近的电器城转了转，买了一些新的回来。师傅，
麻烦你们把这些都装好吧。等等，先别装，这些东西还能不能退？爸，好好的东西退了干啥？你说说你花这些冤枉钱干啥？家里的虽然旧了点，但是又不是不能用。小兄弟，麻烦你们把这些东西搬回去吧，我们暂时用不上。安装师傅们看了看叶老爹，又看了看叶海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师傅，你们尽管安装就是了，这里我说了算。听到叶老妈的话，师傅们好像得到赦免一般，立刻开动了起来。不到2个小时，所有的家电就全部安装完毕了。妈，我爹去哪了？我记得刚才搬东西的时候还在呢。估计是看你花了这么多钱，自己跑房间里生闷气去了吧。他就这脾气，别和他一般见识。对了，叶海，这些东西一共花了多少钱啊？总共加起来1万多块吧。听到叶海说的价格，叶老妈一愣，多少钱？1万多？不怪你爹生气，这也太贵了。虽然你现在挣的不少，但该省还是要省啊。妈，咱们家冰箱早就不好使了，平时想吃个雪糕还得上村口小卖部买去，还有那电视都不出画面了，你看现在这大彩电多好，还有那洗衣机。经过叶海的一顿开导，叶老妈的心情总算是平复了下来。听你这么一说，这钱花的还挺值。对了，叶海，你去看看你爸怎么样了？都在屋里待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也该消气了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可叶海刚进屋里，还没到1分钟就出来了。怎么了？被你爸撵出来了？妈，你还是自己进去看看吧。听了叶海的话，叶老妈好奇地走进了屋里。好啊，我说刚才安装家电的时候怎么没看见你？原来躺在这里看电视呢。安装师傅肯定比我专业啊，还操什么心？这大屏幕的电视就是好啊，看着真清楚。对呀，不光看着清楚，台也变得比以前多了。叶安安，马上要中考了，怎么还在这看电视？快回屋里学习去。妈，都已经复习这么长时间了，也不差这一会了，你就让我看看吧。不行，没得商量。爸，你不生气了？生气有什么用？钱都已经花出去了。对了，儿啊，你不是说要去陈老爷子家看看吗？打算什么时候去啊？等明天吧，现在时间也不早了。那也好，我一会去菜园子里摘点咱自家种的菜，等明天你去的时候一起带过去吧。第二天一早，叶海就带上了江浩，准备前往陈老爷子家。儿啊，把这些菜带上，都是从园子里摘的。还有一会路过村口集市的时候，别忘了去你张大叔那再买几斤猪肉。只带着几斤青菜过去也不好看了。知道了吧？叶海现在开的这辆车比之前的车子要新不少，开起来也顺手，不一会就到了陈老爷子家。您好，找谁？我找陈老爷子。请稍等一下。老爷，外面有人找你。找我？问清楚是谁了吗？他说他姓叶，上次寿宴的时候还来陈府做过饭呢。我想起来了，快让他进来。小海，你可算来了，这位是我的好兄弟江浩。来就来，怎么还拿东西？这些东西家里都有的。猪肉是一早买的，菜是刚从地里摘出来的，新鲜的很啊。来人，快把东西带到厨房去。小海呀，听说你在城里开了家餐馆，怎么样？生意可好？老爷子，您怎么知道我开了餐馆？我们家老三打电话的时候说起过。挺好的，虽然累了点，但是收入还不错。那就好，累点不要紧，你厨艺好，将来指定能做大事。到了中午，叶海也是简单露了2手，都是陈老爷子爱吃的。看着陈老爷子大快朵颐的样子，陈家老二也露出了笑容。小海，今天可是麻烦你了，这么大老远的，你妹妹又中考在即，难为你跑一趟了。没啥，主要是陈导一直都跟我说老爷子想我的手艺，我也没有什么别的长处，既然回来了，就过来一趟吧。不管咋说，还是要谢谢你。对了，这个你收下。这个是啥？大安不是要中考了吗？这个是护身符，说是能保学业，我就给整来了。叶海一听能保学业也没拒绝，直接就收下了。那老爷子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等你下次回家的时候，记得再来啊。好的，老爷子。不过下次再回来的时候，估计就要过年了。同学们，明天就要中考了，老师叮嘱大家几件事情，大家注意听。第一件事情，考前别喝太多水。第二件事情，不要提前交卷。第三件事情，考完之后不要对答案。最后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，不要忘了带准考证。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好了，下课吧。哥，我在这呢。今天放学挺早啊，我刚到校门口你就出来了。因为明天就要考试了，老师今天没拖堂，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，就下课了。原来是这样。对了，你晚上想吃啥？哥给你做。老师说了，这2天要保证正常饮食，免得因为肠胃问题耽误了考试。好，那咱们这2天就吃家常便饭，等考完了，哥带着你出去玩。好的。等到兄妹俩回到了家，没想到叶老妈已经把饭做好了。看起来和平时吃的没什么区别，只不过更有营养了一些。这是你吴大妈家的鸡，她知道你要考试了，特意宰了给你送过来的。别忘了一会把这俩鸡蛋吃了。妈，这鸡蛋有啥特别的吗？只看这俩鸡蛋是没什么区别，但是加上你哥从城里带回来的红肠就不一样了。
爸，都啥年代了，我们现在满分早都不是100分了。安安，你就吃吧，多吃点就当补充营养了。对，安安多吃点，一会把这鸡腿也吃了吧。不用吃那么多，安安你吃饱就行。爸妈，安安老师特意叮嘱了这几天的饮食要注意控制，免得这2天吃坏了肚子，耽误了考试。叶海说的也对，安安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我吃饱了。吃过了晚饭，叶安安就去他的小屋学习了。明天开始考试，他要抓紧最后的时间再磨磨刀。哎，安安，哥给你盛了1碗鸡汤，一会吃就喝了。明天就要考试了，怎么样，紧不紧张？有那么一点紧张。别紧张，等你考完试，哥给你准备个大红包。真的，哥你说话算话。哥啥时候骗过你？可是这红包会不会被妈给没收啊？不会的，这次我让妈亲自给你。对了，你把这个拿着。这是啥呀？这是护身符，你陈家二叔给的，说是能保学业。4日，小海啊，你这是干啥去啊？我妹妹记住哥说的话，难题一定要放在最后面答。知道了，哥。哎，一问都记住了，也不知道是真记住了还是假记住了。算了，先回去准备午饭吧。考试一共分为2天，都是在本校进行。2天后，妈，我回来了。考得怎么样？题难不难？应该没啥问题。妈，你先别说那个了，我哥说考完给我红包，红包在哪呢？这孩子要是考不好，看我不削你。叶老妈也没否认，转头从柜子里拿出了一个红包。啊，这红包是你哥给你的，里面有1000块，不要乱花。哇，还真有红包啊，哥你真好。哎呀，妈你松手啊。啊，妈跟你商量的事啊。啥事啊，妈？你现在年纪还小，给你这么多钱，你能花到正地方吗？要不妈先帮你存着，等你长大了以后再给你。妈你总是这样，我现在就要花。你这孩子。到了晚上，来儿啊，尝尝爹做的肘子。你爹这手艺老好了，就是平时不轻易展示。真不错，我爹这手艺和谁学的？小时候偶尔吃顿肉，好像也都是爹做的，滋味可正了。但是也没听说过爹学过手艺啊。没和谁学，自己瞎琢磨呗。话是这么说，叶海总觉得没这么简单。你这孩子有的吃不就得了，管那么多干啥呢？是啊，哥，吃就得了。对了儿啊，你们准备啥时候回去啊？大概也就这2天了，爹，要不然您跟我妈一起去吧，到那边玩几天，我那里也有地方住。你不是跟江浩住一块吗？他回去之后就跟着陈导去京城了，到时候你们住隔壁，安安住我屋，我住客厅就行。听着是不错，不过我和你妈就不去了，这岁数大了就不乐动弹了。叶海想得很好，不过叶老爹始终不肯答应。赵大哥，啥指示？陈导在京城给你安排了一个试镜，你这2天能回来吗？大概就是这样了。原本以为还要等1天再出发的，现在不得不明天就回剧组了。那你们明天就走吧，工作可不能耽误啊。4日，啊，到了那边听你哥的话，可别不懂事。知道了。放心吧，妈，我会照顾好安安的。对了，把这一袋子蘑菇和粘豆包放你车上，你车里不是有个小冰箱吗？妈，我这小冰箱还想放2瓶水呢，带啥蘑菇啊？在家这几天都吃好几顿了。谁给你带了？那是给月亮带的。你去京城的时候，别忘了一起带上。哦，知道了。儿啊，东西都装好了吧？到了那边别忘了打个电话。知道了，那我们现在就走了。男人只是一个普通的餐馆厨师，打工2年半，在影视城附近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餐馆，每天面对海量的订单，男人即使可以一键切菜，却依旧忙得不可开交。安安下车，咱们到了。怎么在这里停下了？哥，你不是说要回家吗？这里就是我家啊。叶家老号，听这名字感觉历史很悠久的样子，可咱们家除了你也没别的厨师了吧？名字就是随便起的，更何况那些老字号还不一定有你哥做的好吃呢。快进去吧。老板回来了。咦，这是我妹妹安安，刚中考完，我带着她进城玩几天。哦，安安啊，考试考得咋样啊？你是真不会聊天啊？人家刚考完试，聊什么成绩啊？没事，我妹学习可好了，反正比我强。忘了介绍了，这位是你范哥哥，这位是你蔡姐姐。范哥哥，蔡姐姐好。对了，餐馆里还剩什么菜了？我都要饿坏了。对啊，我都饿透了，开了一整天的车，一口饭都没吃呢。彪，我现在就去盛。哥，这里可比咱们老家热闹多了。是啊，这里本来就是大城市，再加上这地方挨着影视城，所以人挺多的。安安，你吃不吃鸡架？不吃了，已经吃饱了。哥，这沙发真舒服，回头咱家也买一个吧。行，回头等哥攒够了钱，把咱家翻成2层小楼。哇，真的吗？哥啥时候骗过你？一会哥下去干活，你在这里自己看电视，困了就去房间里休息。好。等到叶海下来的时候，时间已经快9点了。叶海哥，这就是你给我们带的礼物吗？对啊，这是我们家地里种的毛豆，都是最新鲜的。我今天晚上就弄出来，明天就能吃了。夏天煮上一些，只要放点花椒、大料、桂皮、香叶啥的，再来把盐，味道就够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，下次我也给小华做。咱们店里不是有吗？为啥还要自己做啊？店里做的和我做的能一样吗？
那还不简单？你回头问问蔡小华爱吃啥，我专门教你做几道。这个直接问能行吗？而且我觉得小华没有啥不爱吃的啊。那只是不挑食，也不能啥都爱吃啊。等有时间我帮你问问。好的，老板。来，干杯！哎，兄弟，我明天就要走了，没有你的日子可怎么办啊？过几天我和安安也过去了，中间又没差几天，多大点事啊？你就不能让我煽情一把啊？你小子就是我演技进步上最大的阻碍。第二天上午火车站，叶海，我进去了，加油，我看好你。等我红了，给你当代言人。哎呀，你快进去吧，真墨迹。哇，竟然是麦当，哥你真好，平时在家妈都不让我吃。那你就趁着这会儿好好吃吧。对了哥，刚才看到我书包上多了这个，在老家的时候妈不是已经给过我红包了吗？叶海接过来看了一下，里面有2000块。这应该是你耗子哥给你的。那我给耗子哥退回去吧。拿着吧，这是你耗子哥给你考学的奖励。如果你真想感谢你耗子哥，上了高中后就努力学习吧。哥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。几天后，明天我就要去京城参加比赛去了，店里的工作就交给你们了。叶海把店里的事情安排好后，又跟几个人说了一下想要扩张店面的事情。经过我这几天的思考，我觉得咱们的店面是时候要扩张了。几人都沉默不语。你们有啥想说的可以说啊。叶海哥，你不会有了新人就不要我们了吧？老板，我不想去新店。去哪里？招不招人现在先不聊，不过你们要有合适的厨师朋友，可以推荐一下。喂，叶海，月亮姐啥指示？我朋友说这边比赛2天后就开始了，你们俩啥时候过来啊？我到时候接你们去。我昨天晚上也接到通知了，一会儿我就去订票，明天应该就到了。那行，你订好票了，把到站时间告诉我，我去接你们。好。挂了电话，叶海回到了楼上。安安，咱们明天去京城，你想坐火车还是坐飞机？那肯定是飞机啊，我还没坐过飞机呢。好，那咱们就坐飞机。叶海应了一声，就开始搜索机票，可看了好几个都是有中转的，而且一转就是好几个小时。我还是第一次知道飞机原来还有中转的，这玩意难道不是直接飞到目的地吗？看了一圈，几乎所有的飞机都要中转，最短的那个虽然只要2个多小时，却是半夜起飞，凌晨到达。这总不能让月亮姐凌晨接机啊！安安，飞机票没有了，要不然咱们坐高铁吧？行啊。可一看高铁票，叶海傻眼了，1等座没票，2等座也没票，只有商务舱1张票，高达1500，这比飞机还贵啊！等等，我是不是忘了啥？叶海想起来之前完成任务的时候，系统奖励了他2张机票，由于暂时用不上，就把这2张机票忘在了脑后。我说怎么平白无故给了2张机票，原来在这等着我呢！系统，我可真想亲你一口啊！男人只是一个普通的餐馆厨师，打工2年半，在影视城附近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餐馆，每天面对海量的订单，男人即使可以一键切菜，却依旧忙得不可开交。哥，咱们啥时候才能到京城啊？我的肚子都要饿扁了，为啥上飞机前不让我吃饭啊？快乐再忍忍吧，月亮姐说了不让咱们吃饭，等到了京城再吃。你好，先生，果汁、汽水、零食有需要吗？给我来杯苹果汁吧。好的，先生，您的苹果汁。你好，女士，果汁、汽水、零食需要吗？我要一杯可乐。好的，女士，这是您的可乐。小朋友，果汁、汽水、零食需要吗？这些东西一定很贵吧？算了，还是不要了，谢谢。我还是不爱吃零食，这些东西都是免费的哦。那我最喜欢吃零食了，我要这个。等下还有这个。对了，再来一杯可乐。安安，你现在吃这么多零食，一会吃饭的时候还能吃进去了吗？月亮姐都说了，让咱们不要吃饭。月亮姐说了不让吃饭，但没说不让吃零食啊。再说了，谁说我现在吃完一会就吃不下去了？哥你就别管了，这些零食太好吃了，都是我在老家没见过的品种，哥你也要一点尝尝吧。哎，叶海安安，我在这里。哇，月亮姐你好漂亮啊，我都不认识你了。你这小丫头嘴真甜。走吧，郎静已经在店里等你们了。对了，你俩没吃饭吧？没吃。是啊是啊，吃的不是饭而已。月亮姐别听我哥的，我就是吃了点干果，吃了点锅巴，又喝了2杯酸奶，还有1袋。来，上车。月亮姐，没想到你在京城混得这么好啊，这车也太高级了。这是你姐夫的车，上车吧，保证你们京城之行满意。到了餐馆，叶海安安，你们可算来了，包厢我早就订好了，就是没等到你们，我怕包厢没了就没去机场接你们。谢谢郎姐夫。谢什么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来，点菜。很快菜就上齐了。你这次在京城多待几天，我带你去吃几家我常吃的菜馆。你是厨师，不能光顾着眼前，要多出来走一走，尝一尝别人的菜，对你有好处。姐夫，你说的有道理。道理他都懂，但是前2年光打工了，根本没有到处吃吃喝喝的能力，自己能填饱肚子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安安，你再尝尝这烤鸭，真好吃。吃完饭，几人回到了郎静家，郎静给2人安排了房间。
叶海，你和安安一人一间，2间客房都是有自己的卫浴的，很方便。我和你姐就在客厅那边的主卧，有啥事过去敲门就行。这我都不好意思了。说这话就见外了不是？再说了，姐夫对你的好也是有目的的。你姐夫我家里也略微涉及点餐饮行业，说不定将来咱俩就能成为合作伙伴呢。对于郎静的话，叶海是不太相信的。看人家这房子这车子，就算是做餐饮行业，肯定也不小，哪里能用得上他呢？第二天一早，门外是谁在说话？好像是来客人了。郎姐夫家里是来客人了吗？叶海，你醒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父母，这位是我父亲的世交叔老，旁边这位是叔老的孙女。咦，这不是上次参赛拿到第3名的那个姑娘吗？舒曼。叶海，原来你们认识啊？我们在参赛的时候认识的，叶海是第1，我是第3。爷爷，这就是我说的那个人。原来你就是复赛的第1名，快坐下，快坐下。听到舒曼说叶海第1的时候，郎静心里暗暗吃了一惊。舒曼可是家学渊源，没想到竟然会输给了叶海。这前期的比赛是有些门道的，是为了选拔懂得创新的年轻人，不要那种只会埋头做饭不思改变的。听说这是业界某位老爷子想要挑选弟子，这才是整个厨艺大赛隐藏的奖励。而且即便是表面上的几位评委，不管是身份地位还是人脉，也足以让业内人士眼红。不过这件事只有鲜少几个人知道。想到这里，郎父对叶海越发的高看一眼。几人又聊了一会，舒老和舒曼因为有事离开了，郎母则是把叶海叫到了一边。叶海，你知道刚才那位舒老是什么人吗？知道啊，不就是舒曼的爷爷吗？这么简单，我还问你干啥？你听我说，老爷子是这一次全国厨艺大赛总决赛的裁判之一啊。叶海听后一惊，舒老对你的成绩很是认可，相信你一定可以获得很好的名次的。第二天，叶海，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？郎姐夫，明天就要参加比赛了，我打算提前去场地踩踩点，熟悉一下地形，免得像第1次那样差点迟到。用不用我送你？不用了，郎姐夫，我自己去就行。这次叶海没有选择坐公交车，而是选择乘坐地铁。记好了路线，接下来就轻松多了。比赛场所现在是进不去的，但是可以在周围看看。忽然，怎么了？有事情吗？哎，你干啥？咱们又见面了。男人只是一个普通的餐馆厨师，却意外掌握了招牌菜空心琉璃丸子的做法。正当他参加了全国厨艺大赛并成功晋级时，令他没想到的是，这道菜的创始人也报名参加了比赛。兄弟，你有事直接说不就行了，还非要找个地方单独聊聊？你真不记得我了？我为啥要记得你？你说不说？不说的话，我走了。等等，你再好好想想。我叫柳红，上次比赛咱俩还单独 PK 来着。叶海仔细想了想，确实是有些眼熟。还真的是你啊，柳红，你来这里也是参加比赛的吗？对啊。对啥？你不是我的手下败将被淘汰了吗？还参什么赛？我只是初赛失败了，但是我还有别的渠道可以参加的。啥意思啊？你走后门了？啥啊？你难道不知道？像你们这种参加初赛复赛的，属于民间海选选手。另外还有其他渠道的选手，一种是地方餐饮协会推荐的，还有一种是餐饮老字号直接派出的。我明白了，所以你是老字号传承人，还是地方餐饮协会推荐的选手？柳红不吭声。切，你不说话我也知道，肯定是前者吧。而且我还见过另外一个，也是你这种情况。叶海说的是舒曼，只不过舒曼并没有被淘汰，还以第3名的成绩入围了。这种还挺多的，不过你也要加油啊！输给你一次，我可是要赢回来的。我可不希望你太早被淘汰。放心吧，你淘汰了，我都淘汰不了。那自然是最好。还有没有别的事了？你说这么多，不会是炫耀你那所谓的名额的吧？差点忘了，我想跟你打听点事儿。和我打听点事？我家也不是京城的，我来这就是参加比赛而已。是这样的，有没有听说你们那里有哪个厨师会做空心琉璃丸子这道菜？空心琉璃丸子？你问这个干啥？我之前刷到过一个视频，那个视频拍摄者去了农村老家做客，就在席间吃到了这道菜。我给他发过消息，不过对方并没有回过我。我听口音和你很像，就想问问你认不认识。我去你们那参加初赛也是这个原因。这空心琉璃丸子我只做过一次，就是之前月亮姐回家的时候，当时郎姐夫也确实拍了视频，据说看的人还挺多的。难道柳红找的人就是我？这个菜很难做吗？当然了，这可是我们家的招牌，哪有这么简单？那你会做吗？废话，我12岁的时候就能做出来了。哦，那看来也没多难。对了，你找对方干嘛？相隔10万8千里，总不能是人家偷你家菜谱吧？你误会了，我只是想和对方切磋一下。原来是这样啊，行吧，那我帮你找找，等你找到了，我再告诉你。为了一道菜，还特意跑去参加比赛，没想到初赛就被淘汰了，只能说菜就多练啊。回到郎静家。叶海，你回来的正好，看看这团体服怎么样？团体服？为了突出，我还选择了红白搭配的颜色，怎么样？好不好看？挺好看的。
难道让我们明天都穿这个？对啊，有什么不行的吗？这面料很舒服的。一个人穿还行，但是我们集体穿成这样，是不是太引人注意了？就怕他们不注意，要的不就是这个效果吗？老沈，其实也不用这样大张旗鼓的，万一我明天输了，那大家不是一起丢脸吗？没事，阿姨相信你。哎，现在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月亮身上了。现在在我妈那里，她说话比我管用。也只能这样了。就在他们俩将满腔希望寄托在张月亮身上的时候，张月亮终于不负众望的出来了。月亮啊，你快过来，快看看这衣服怎么样？咱们明天集体穿这个去给叶海加油。这衣服真好看。好看。哎，一群人穿一样的衣服，上次这么穿还是上学做课间操的时候。你们怎么这个表情？我看着挺好看的啊，我现在就去换上。走，安安，你跟我一起去。你们看怎么样？这看着好像还真挺不错。那你们也去换上吧。你看看这多好啊，一家人整整齐齐的。那就这么定了，明天就穿这身衣服参加比赛。展示完新衣服，大家的话题回到了明天的比赛上面。叶海，听郎静说你去看比赛场所了，怎么样？还行吗？挺好的，感觉和复赛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那就好。老头子，你有没有什么小道消息？提前透露一下，好有个准备。消息这个东西也不好透露太多，更何况我觉得也没什么用。那怎么能没有用呢？难道明天做豆腐，今天叶海就练习一天豆腐？这又不是考文化课，能提前背。我爸这话糙理不糙。没错，比赛拼的是厨艺，刀工、火工、调味等等都包含在内，就不是简单一道菜的问题。丁，随机任务19，进入全国厨艺大赛全国决赛，任务完成将获得海量金钱奖励，还有随机珍稀道具掉落，难度5颗星。这次任务居然没有惩罚，系统是看不起我，还是说系统已经计算到了我根本进不去决赛？男人只是一个在餐馆打工2年半的小厨师，却意外报名参加了全国厨艺大赛。今天是比赛开始的日子，马上就要比赛了，怎么样？你紧不紧张？本来是不太紧张的，但是换上这团体服之后，我总感觉被无数双眼睛盯着，但是又看不到人。快看，那里有一队人过来了！哎，我擦了，还弄了个团队过来，整这么大架势不夺冠，可不丢死人了。他们应该是一个饭店的吧？叶海，你快去报道吧。店铺名称叶家老号，参赛人叶海，对吗？没错。核实无误，请进。叶家老号，这就是饭店的名字吧？听这名字果然是老饭庄啊！啥玩意，听都没听说过。天下这么大，你没听说过的多了。哎，空位置还挺多的，随便找个靠后的位置坐吧。叶海，柳红、舒曼，你俩怎么一起来了？难道你们认识？你也认识叶海？我和舒曼家是世交，从爷爷辈就认识了。切，我跟他不熟。我到底该听谁的？你可别多想啊，我们俩确实是世交，但是却是从小的对手。哼，和这种女人，我和她之间能有什么？我爹还想将我们撮合到一起，你看看他，男人有的臭毛病他都有。不是，我有什么臭毛病了？我是不爱干净，还是审美不好？我每次和你约好，你都爱搭不理的，满脑子都是做菜。你和我说你审美好，看看你打扮的样子，跟要开屏似的。我插句话，咱们能不能先找个地方坐下再聊？奇怪，都已经半决赛了，今天来的人怎么还这么多？不仅仅来的人多，能走到现在的几乎都是硬茬子。你看到靠墙的那个了吗？看到了，那个是粤菜名厨张敏光的儿子张独兰，他的爷爷也是粤菜一位知名大厨。还有那个，他是知名的点心世家的传人，现在才不过23，但是已经参加过很多国际大赛了。还有那个小孩，你可拉倒吧，叶海，你别听他的，他关注选手都只关注那些长得漂亮的。我才没有。叶海，你看那个人。叶海顺着柳红指的方向看去，那里坐着一个胖子。那位是？他叫高原，是扬州名厨张全生的关门弟子。三套鸭，你知道吗？那就是当年他爷爷的名菜。扬州刀客的刀工确实厉害，也不知道谁能和他比。脸上带着憨厚的笑容，没想到却有如此技术，真是人不可貌相啊！不像那天那个做皇帝炒饭的，叫什么来着？却做了个炒饭，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。可这些人都已经这么厉害了，为什么还要参加这种比赛？这种比赛？这次的比赛规格很高的，只不过前面是因为在海选根本没有遇到什么厉害的对手，而且这次比赛最后的大奖根本就不是奖金。你觉得这些人会为了区几万10几万的奖金就来参赛吗？那他们是为了什么？当然是为了名气啊！这种大型的全国性质的比赛，自然就是一个绝佳的宣传机会。不，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。什么原因？据说这次有神秘大奖。神秘大奖？这个我知道，不就是10位评委要收徒吗？10位评委的晚辈也参加比赛了，你觉得能是他们收徒吗？不瞒你说，我爷爷也是评委之一，有好苗子，他肯定也会收的。但是最终的大奖绝不是这个。10点整，主持人走上台。我宣布比赛开始。第一场比赛比的是各位的刀工，题目就一道菜，炒土豆丝。每位选手有10分钟准备作品，注意合理分配时间哦。10分钟，
我光切土豆就得5分钟，就算是切完了，还有炒呢。难道不是直接做菜吗？怎么还从最基础的开始烤？唉，现在很多饭馆的后厨切菜都是由切墩完成的，大厨就只是负责烹饪、调味。这第一场比赛就将那些常年不亲手操作的厨师给打懵了。这种可能就是地方美食协会推荐上来的人吧，活该！第一场就让他们现出原形。有请第一组选手上场。我俩该上场了，你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。这次食材只有2个大小适中的土豆，这2个土豆正好能炒一盘菜。和初赛、复赛一样，桌上各种调味料、厨具都是齐全的。比赛开始，所有人都在用最快的速度忙活着。时间只过了2分半，柳红和舒曼的土豆丝已经切完了，同时烧锅开始烹炒。这小子速度可以啊！时间到，所有人立刻停止，否则将按超时处理。这么一看，还真有人没完成啊！而且人数还不少呢。这时间也太短了吧，根本完不成！我抗议！如果所有选手都完不成，那可能是我们的问题；但是只有一部分人完不成，那显然是你自己的问题。评委的话虽然不客气，但是不无道理。淘汰，这个也淘汰。评委老师，我也有问题啊！我菜品完成了，摆盘看着也不错啊，前面的选手还不如我呢，怎么反而我被淘汰了？我来解答你这个问题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两个放在一起。现在大家发现什么问题了没有？新端来的一份是隔壁桌的，而被淘汰的选手盘子里的土豆丝只有对方的2/3。怎么回事？你这个盘子里的土豆丝怎么这么少？啊，可能是我分到的土豆个头比较小吧。还在这跟我犟嘴，工作人员去他的位置看看怎么回事。很快，工作人员就发现了端倪，找到了，在桌子底下还有半个土豆，原来是土豆掉了，洗不就好了？或者能向主办方再要一个吧？这根本不是掉了个土豆的事情，好吧？别忘了这场比赛比的主要是刀工，他少切了半个土豆，就比别人少用了不少时间，就能顺利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品啊！这不是作弊吗？你这个行为就是作弊，所以你对淘汰的结果还有什么意义吗？淘汰了没完成的，淘汰了装盘杂乱的，淘汰了自作聪明的，评委们才开始了品菜环节。舒曼、柳红自然是过关的。怎么样，我厉害吧？得意什么？要是连这都过不了，估计你又要挨揍了吧？你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啊？接下来轮到叶海上场了。男人只是一个在餐馆打工2年半的小厨师，却意外报名参加了全国厨艺大赛。今天是比赛开始的日子。加油，叶海，你是最胖的。叶海，你一定要赢啊！比赛马上开始，请各位选手检查自己的厨具和食材是否有问题。土豆形状不错，大小很均匀，厨具也没什么问题。时间到，计时开始。这土豆可真漂亮啊！我操，这么快就开始了，我还没检查完呢。哎，叶海竟然和扬州刀客高原一组，而且2人还分到了隔壁，运气不太好啊。第一场比赛考验的是选手的刀工，作为3套鸭的传承人，刀工应该是高原最擅长的了，也不知道叶海能不能被他影响到。比赛刚开始，大家的进度都差不多，然而随着比赛的进行，差距就显现出来了。在大家刚开始切土豆片的时候，高原就因为速度快，已经开始切丝了。等大家开始切丝的时候，高原已经抓到第2个土豆了。我操，他们怎么这么快？我这第1个土豆刚切一半，他第2个土豆都快切完了，这比赛时间过得这么快吗？柳红，你快看，旁边的选手已经被高原影响到了。你咋知道他被影响到了？难道你会读心术？什么读心术？你睁开你的眼睛好好看看，正常人炒个土豆丝会满头大汗吗？你再看他的眼神，还真是，不过应该不会影响比赛结果吧？怎么不会？这场比赛可是考的刀工啊，土豆丝的粗细长短都会影响评分的。这样的话，叶海的压力可不小啊。此时的叶海正在心无旁骛地将2个土豆一次性切成薄片，又切成细丝，行云流水，一个多余的动作都没有。叶海和高原不一样，高原的3套鸭讲究的是细致，而叶海的刀工那是天天在小餐馆切菜练出来的，讲究的就是效率。在经过系统里的虚拟吃缝的纠正后，细致度也提升了不少。这小子什么情况？速度怎么和我差不多？这应该算是我最拿手的项目了。3分钟过去，2人已经开炒。又过了3分钟，2人先后将菜出锅。时间还早，你确定不要再炒一下？谢谢你的提醒，应该不用了。味道不错。哎，兄弟，怎么了？能不能给我也尝尝？尝什么？你的土豆丝，咱们俩互相尝尝。叶海想了想，感觉没什么问题，从盘子里夹了1根土豆丝递了过去。高原也夹了1根。还不错，就是味道比我的淡了一些。我还是觉得我做的更好吃。你做的真好吃，能不能再来1根？兄弟，吃1根尝尝味就得了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还再来1根，你当下馆子呢？好吧。比赛结束，请选手们立刻停止手头的工作，到台下站好。相比前面的选手，后面的心态明显好很多，完成菜品的选手也更多。1号作品外观看起来是不错，但是尝了一口，你这根本就没炒熟啊！这一看就是时间不够了，提前出锅的。
2号选手，你这炒是炒熟了，但是你这土豆丝切的粗一根细一根的，刀工不到位啊，回去再练练吧。3号和4号外观看着不错，等我尝尝看看有什么问题。等一下，评委老师，我举报他们在比赛的时候互相偷吃菜品，是不是要淘汰呀？我操，我这该不是被人套路了吧？难道他们惧怕我的实力，怕我夺冠，提前派了这个小胖子和我同归于尽了？我操，这也太狗了吧！这是不能吃的吗？比赛规则也没有这一条啊。听到选手的话，评委先看了看叶海和高原炒的土豆丝，又一一品尝了一下。炒菜的时候，你对别人倒是挺关注的。来，哪个是你的作品？这个淘汰。不是，你还没吃呢，怎么就淘汰了？淘汰，我擦了，你是不是针对我？针对你。刚才的1号是没炒熟，2号是刀工不行，你这倒好，既没炒熟，刀工也不行，就这水平还有心思观察别人呢，给我退下！我这明明是被人影响到了，还找借口？你不看别人能被影响到？听到评委的话，刚才的选手羞愧的离开了。还有你俩这边比着赛呢，你俩还互相品尝上了，咋的？当这是厨艺交流会呢？再有下次直接取消比赛资格。比赛规则也没说不能品尝啊。犟嘴！来，我下去，这评委你俩当。我操，这胖子是要害死我！评委老师，我这朋友做饭做傻了，你可千万别把他的话放在心里。比赛结束，叶海来到了出口。叶海，你可真厉害，刀工竟然和高原不相上下。尤其是你2个土豆一起切的样子，都给我看呆了。高原是谁？你忘了？比赛前我和你说过啊，那个3套鸭传承人，你看他朝着我们过来了。兄弟，你走这么快干什么？等等我啊！等你干啥？就因为在你旁边，我2次差点与决赛失之交臂。哎呀，都是误会，一会咱们一起吃饭。算了吧，我和朋友一起来的，加起来7、8个人呢。7、8个人？你说的是郎静他们吧？他们已经回家了。回家了？就这么把我抛弃了？还有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看观众席上有人喊你的名字，就回头看了看，结果就看见一群人穿着和你一样的衣服给你加油。我本来想邀请他们一起吃饭的，结果朗叔听了之后直接就拒绝了，还说年轻人的聚会他就不参加了，然后就……郎父这是让我结交人脉啊！下午还有比赛，现在都快1点了，咱们也没提前定位置，上哪吃啊？我知道一个地方，你们跟我来就行了。